唐云和嫁给身受重伤昏迷不醒的傅瑶3年，照顾了他3年，好不容易等到他醒过来，以为苦尽甘来时，却不想会遭到傅瑶的误解、伤害和冷暴力。在傅瑶准备带白月光回家住的时候，唐云和彻底放弃这段婚姻，提交了离婚申请前往外星，却不想他的飞船遭到星岛轰炸，他意外来到兽人大陆。这是哪儿？唐云和从地上坐了起来，抬头看去，发现他在一座森林里，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地上青草铺满地，蓝色的小花朵盛开在草丛中，引来一只只绚丽的蝴蝶停留，耳边传来清脆的鸟鸣声，还有窸窸窣窣的虫声。唐云和抓了一把青草，入手的触感让他有些惊讶，居然是真草。星际时代科技高度发达，因为各种生化武器，导致星球上的原生态自然森林覆灭，星球上只有人造的模拟生态林。突然，唐云和脑子里传来一道甜甜的声音，叮宿主唐云和温柔的抚摸青草2分钟，达成人善心美成就，获得植物爱心大使称号。宿主唐云和满足系统开启条件，系统开启，发布新手任务。新手主线任务1：植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爱护它们。请宿主在森林里找到红薯，烤好红薯，邀请至少5个人品尝，并宣传红薯的价值，至少获得1万个人赞同。请宿主找红薯，完成可获得奖励5个金币。恭喜宿主唐云和获得新人奖励，植物百科全书1套。唐云和脑子里响起一连串噼里啪啦的声音，还没等他弄清楚系统的来历，他突然发现脑子里多了一本植物百科全书。唐云和正想继续了解那本书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变了调调，宿主快跑，有大蛇啊，救命啊！唐云和忍无可忍吼了一声，闭嘴，你快看后面。系统语气弱弱的道。唐云和一回头，蓦然看见一条比他腰还粗的大蟒蛇正从天上飞下来，唐云和吓得拔腿就跑，大蟒蛇紧追其后。唐云和听到那一道毛骨悚然的声音，好吓人，他用出平生最快的速度，不要命的朝前方跑去。此时的星际祥云号飞船被炸毁，死伤200多人的消息传到星际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星道太猖獗了，希望帝国出兵彻底剿灭他们。天哪，怎么会那么残忍？听说没有1个人活着。等等，祥云号，我的天，我好像看到副少将那个贪慕虚荣的夫人叫唐什么来着，他也上了那艘飞船。不是吧，那个衰神，那场事故不会是他带去的吧？如果唐云和真的上了那艘飞船倒好了，恭喜副少将恢复单身，被那种人缠上真恶心。帝国第5军军区医院特级病房内，傅瑶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蓝月曦喂饭。副官杜尔斯推门而入的时候，蓝月吓得瑟缩了一下，傅瑶当即不悦地斥责道：“杜尔斯出去，你吓到希儿了。”杜尔斯没有理会他的话，急切地说道：“少将大人夫人死了。”你说什么？傅瑶脸色唰的一下沉了下去。唐云和又在玩什么把戏？他还没闹够。杜尔斯双手一摊叹道：“我也希望这只是一场闹剧，可很遗憾的是这不是闹剧，是事实，是帝国政务大厅公布的官方事实。夫人今早8点20乘坐祥云号飞船前往兰卡星，下午3点45分，祥云号飞船被星道团的 S 级新型榴弹击中，飞船全部炸毁，飞船上237人无一生还。夫人的名字在死亡名单上。你说什么？他怎么会去兰卡星？他不是去上课去了吗？是不是你联合他一起来骗我的？”蓝月曦惊慌失措地喊道。“瑶哥哥，你别这样，你快放开杜尔斯，他要喘不上气了。”傅瑶第一次没有听从蓝月曦的话，他的脑海里只盘桓着一句话：唐云和死了。不会的，这一定是你在开玩笑，他那么爱慕虚荣的一个人怎么会死？傅瑶狠狠推开杜尔斯，匆匆朝外面跑去，他要去找唐云和。没见到尸体之前，他绝对不相信唐云和死了。蓝月曦追出去的时候，只来得及闻到第5军舰的尾气，他连忙给傅瑶拨打视频通话，也被挂断。蓝月曦眼神一暗，傅瑶怎么会是这反应？他不是讨厌唐云和吗？唐云和死了，他不该开心吗？他不会等人死了才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爱上他了吧？那可真是荒谬。第5军舰行驶过程中，杜尔斯收到一条信息后赶紧汇报道：“少将大人夫人有消息了，他还没死，他在直播。”傅瑶暗暗松了一口气，接着讥讽道：“我就知道他那种人怎么舍得去死。”打开唐云和的直播间，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想要玩什么把戏。傅瑶话落，军舰主控室内的全息屏幕瞬间打开，出现了唐云和的画面。唐云和此时已经跑得精疲力尽，手软脚软，但他完全不肯停下来，他必须往前跑。傅瑶看到这画面的第一眼，跟直播间其他观众的想法一致，特效太假，蟒蛇比例失调，演技倒是不错。少将大人，我总觉得那条蟒蛇瞧着不像是特效，那条蟒蛇肌理清晰，每一个鳞片都与肉身严丝密合，看不出一点是假的。最重要的是那一双拳头大的眼睛里闪着戏谑的光芒，它似乎并不是想要吃人，只是在逗着人玩一样。所以我觉得那条蟒蛇很可能不是全息特效，而是真的蟒蛇。少将大人，那条蟒蛇现在看起来没有伤害夫人的意思，但时间长了很不好说。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定位夫人的位置，前去解救夫人。傅瑶正准备说话，突然他的光脑响了，他低头一看是蓝月曦打开的视频通话，他挂了视频，紧跟着光脑上出现一条消息：瑶哥哥，你快看哥哥的直播，哥哥在原始森林里，那里好多原生态植物，那么重要的地方，哥哥有提前跟你说过吧？他现在遇到危险了，你快点去救他呀！傅瑶眉头紧皱，死死盯着那条消息。是啊，原始森林有多重要，唐云和不会不知道，可他明知道却不肯跟他说，还自作主张跟他离婚，是不是他想凭借发现原始森林的功劳，攀上地位比他更高的人？杜尔斯久久没得到命令，催了一句：少将大人下令吧。傅瑶回神，唇角一勾，冷冷道：不用管他，给他一个教训啊！杜尔斯一愣，少将大人跟夫人有仇吧？这哪是教训，分明是要他的命。杜尔斯看着屏幕之中跌跌撞撞往前跑的人，显然他现在的体力已经快要到达极限，再不赶过去后果不堪设想。可军令如山，少将不下命令，他也不敢私自行动。突然唐云和的脚绊到一块石头，砰的一声，身体前倾，重重摔倒在地上。蟒蛇眨眼间到了跟前，狰狞的大头离他不过20多公分。啊，不要吃我！突然一道巨大的声响，他看见一头背上长着一对翅膀的巨型白虎，那爪子死死扣住蟒蛇的7寸，抓起它往树林里砸去。好厉害！
唐云和一时忘了害怕，惊叹地看着巨虎狂殴蟒蛇的场面。蟒蛇完全不是巨虎的对手，在他手下只有被揍的份。巨虎把蟒蛇打得遍体是伤，蟒蛇逃走，巨虎并未追赶，化为人形。没事的小磁性，温厚的嗓音在唐云和头顶响起。唐云和抬眼一看，第一眼直接被震撼到，眼前的男人长了一张野性和俊美结合的脸，头发披散在脑后，让他看起来多了几分潦草不羁之感。这人也太荷尔蒙爆棚了，唐云和看的眼神都直了。什么老虎什么巨蟒好像都只是他的错觉，不只是他直播间的观众也在疯狂舔他的颜，唯有傅瑶一人黑了脸，不知羞耻。看眼男人居然能看到脸红，杜尔斯收回犯花痴的目光，一本正经，确实不知羞耻。大白天的也不把衣服穿整齐，怎么能给新网上一群色狼看呢？给他一个人看多好。杜尔斯腹诽了一阵，接着话一转问道：少将大人，我们现在要去接夫人回来吗？定位。傅瑶黑着脸命令道：是少将大人。接着去主控台，通过权限联系主脑，查询唐云和的具体位置。另一边穿着兽皮的男子蹲在唐云和身边，他的手指沾了一点液体，轻轻涂抹到唐云和脸上的伤口处。唐云和瑟缩了一下，他连忙停下问道：很疼吗？不疼。唐云和沙哑着嗓音，那声音一发出来，唐云和自己都吓了一跳，太难听了。唐云和慌忙低下头，眼前这人会不会嫌弃他说话难听就不管他了？不等他继续胡思乱想，一个青色的果实递到他面前，给你吃青青果，很好吃，吃了说话舒服。唐云和抬头看着他，见他虽然长着一张威严的脸，眼里却盛满笑意，心里不自觉放开了一些戒备。拿着呀，小磁性，不吃饱下次蛇族兽人再追你，你跑不掉。听了那句威胁，唐云和慌忙接过果子，啃了一口，入口清甜汁水也多，果然很好吃。唐云和3-2下吃掉果子，嗓子得到水分滋润，好受了许多。唐云和在开口说话时，嗓子也不像先前那样像是被小刀割一样疼。我叫唐云和，你叫什么名字？展哥。你的名字真好听，你的名字也好听，糖糖。不知道为何唐云和总觉得糖糖2个字从展哥嘴里说出来带了一点缠绵的味道，喊得他都不太好意思回应，不让他那样喊又显得他好小气。唐云和纠结了一会儿，算是默认了展哥的称呼。他休息了那么久，体力也算是恢复了一些。他按住展哥的手说：先别给我擦药了，咱们赶紧跑吧，不然等会儿那头老虎和那条蟒蛇又跑回来了。展哥目光微动，小声问道：你怕老虎？老虎不可怕吗？展哥脸色微微一僵，下一秒唐云和说：那可是百兽之王，很厉害很凶吗？展哥勾唇一笑，小磁性好有眼光。唐云和瞧着展哥脾气很好，也壮着胆子纠正道：那个展哥，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喊我小磁性？我不是磁性，我是男人，是贝塔。展哥歪头盯着唐云和好一会儿，什么是男人？什么是贝？什么塔？眼前的小磁性又香又软，不是小磁性是什么？唐云和倏然一愣。就在此时，唐云和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展哥连忙起身：你饿了呀？我去给你找一点吃的。说着，展哥转身离开。傅瑶看到这一幕，脸色更是黑的可怕。杜尔斯还没有找到他的坐标吗？少将大人，主脑说查不到夫人的位置。废物！傅瑶暴躁地骂了一声，冷冷命令道：找不到位置还屏蔽不了直播间，这点小事还用我亲自说？直播间那群蠢货脑子被水灌满了，居然觉得那只死老虎跟唐云和很配。唐云和虽然不咋地，但也不是一只老虎精能消小的人。傅瑶死死盯着屏幕，弹幕上画风突然一变：心机婊真会装，恶心死了。小绿茶果然会勾引男人，以前靠装纯勾引傅少将，现在又来老虎精，呵呵，连妖精都不放过，真不要脸。那么大一只老虎变成人看不到啊，还矫揉造作的说什么老虎是百兽之王吐啊。不得不说唐绿茶的手段真高啊，装傻骗人真有一套，怪不得蓝大师斗不过他。蓝大师真惨，被唐绿茶抢了心上人，赶出家门，还要被唐绿茶的粉丝骂真可怜。傅瑶看着那些评论，眼神瞬间变得阴沉可怖。直播间怎么还没关掉？傅瑶冷冷催道。杜尔斯无奈地说：主控系统出问题了，关不掉直播间。主脑正在全力追踪直播间的源代码，对方的源代码非常隐蔽且高端，主控系统一时间找不到源头。傅瑶感觉到事情并不简单，连忙命令道：调转方向回帝都。或许唐云和的身份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许唐云和身边的老虎精来自于更高等级世界，无论哪一种，现在都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私事。军舰平稳地行驶在高空之上，直播间完全关不掉。傅瑶被迫看着屏幕里的两人有说有笑。印象中唐云和并不爱笑，他很沉默很死板，跟他坐在一起他都觉得无趣极了。突然看到笑得眉眼弯弯的唐云和，傅瑶双目喷火，恨不得冲进屏幕将他抓出来，关进小黑屋，让他好好反省。唐云和一边走一边跟展哥闲聊，从展哥那里得知，他们在一座很大很大的原始森林里，大概要走4-5天才能走出森林，找到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原始的世界，没有光脑，没有飞车，没有机甲。他说的那些东西，展哥一个都没有听说过，表情很茫然。展哥看着唐云和有些失落的表情，目光朝四周看了一眼，突然从路边摘了一朵浅紫色的花，递给唐云和。糖糖送给你，这花好看吗？小小的形似喇叭花一样的花朵，在展哥的手显得有几分局促。高高大大的男人眼巴巴地看着他，清澈的眼眸里闪烁着点点期待的光芒。毫不怀疑，他若拒绝，那双眼里的光会瞬间熄灭。唐云和低眉浅笑了一下，糖糖，你笑起来真好看，是吗？唐云和摸了摸他的脸，曾经有人说他笑起来虚伪恶毒，他以为自己是不讨喜的，原来也有人觉得他好看，他心里不自觉变得柔软了一瞬，唇角的笑意在展哥点头的瞬间扩大了好几倍。谢谢你的花。唐云和握住展哥手里的花，在他手指触碰到花的瞬间，脑海之中又浮现出一道甜甜的声音：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找到红薯，宿主获得5个金币，奖励已经存入宿主的个人账户，金币数量达到1000的时候可开启商店，宿主可以用金币在商店里购买物品。支线任务2，挖红薯10个红薯，奖励1个金币。唐云和闻言心里一喜，他反手一把握住展哥的手，激动的道：展哥，我想起来了，这花是红薯花哎，我曾经考大学的时候还专门背过这些资料，只可惜我没能读成农业专业。
这些知识也忘得差不多了。展哥没听清唐云说了什么，他整个人心思都在唐云和的手掌上，好柔软好滑的手看着好白嫩好脆弱，好似轻轻一用力都能弄断，他根本不敢动，怕稍稍一用力就弄断了小磁性的手，整个人跟个大型可移动玩偶一样，任由唐云和轻轻一带就跟着他走到红薯藤边。唐云和放开展哥的手朝前走了2步，随后他脚步一顿折返身，从展哥手里抽走那朵花，往头发上一插，仰头一笑，好看吗？好看。展哥夸了一句，又觉得好像不对，连忙追加了一句，非常好看，是他见过最好看的磁性。展哥笑得一脸憨傻，给了唐云和一种他很好欺负的错觉。唐云和赶紧摇摇头，甩掉那种可怕的想法，蹲在地上扒拉红薯藤。高大的阔叶树下的草丛中长了好几棵野生红薯，红薯藤的叶子延展开有一大片。唐云和小心地翻着红薯藤，展哥见此连忙帮着把其他红薯藤翻好，然后问道：糖糖，你弄绿叶草做什么？那不是绿叶草，它叫红薯，别名番薯，它的块茎可以吃。唐云和起身朝四周张望，寻找趁手的工具，可惜的是他的行囊在飞船爆炸的时候被毁了，不然还可以拿水果刀出来用用。唐云和走到一边的灌木丛，折断一根木条，剃掉树叶和小枝芽，留下一根木棍。接着唐云和回到红薯边上，开始用小木棍刨泥土。展哥蹲在一边好奇地问道：你刨地做什么？不是说了吗？红薯的块茎可以吃，我要把地底的红薯挖起来。我看这红薯藤已经开始有黄叶出现，说明红薯已经成熟了。我帮你，你这样挖要挖到什么时候？说着展哥直接上手刨。唐云和惊讶地发现，他用木棍刨起来都有点吃力的泥土，在展哥手下好似变成了一滩软沙。展哥的手指直插入地面，然后双手抱出一团土疙瘩。展哥把土疙瘩往旁边一扔，露出大大小小好几根红薯。唐云和惊讶地瞪大了双眼，好厉害！唐云和眼冒星星地盯着展哥的手，展哥顿时像是打了鸡血一般，双手不断在地上挖呀挖，挖了一个个大坑出来。唐云和跟在展哥身后捡红薯，他把红薯放在一堆，等把所有红薯都挖出来后，唐云和脑子里出现了一道声音：恭喜宿主收获108个红薯，4舍5入，送宿主11颗金币，目前金币余额为16颗，人美心善的宿主大大，加油哟！唐云和听着那带着一点小家子的声音，唇角一弯笑了起来，心里积压着的那点颓丧之气一扫而空。果然离婚的决定是对的，离开那个让他倍感压抑的地方，心情都好了起来。展哥，你吃过烤红薯吗？唐云和扬声问道。展哥摇摇头，没吃过。唐云和说，那我烤给你吃，烤红薯很好吃。展哥瞳孔微缩，眼里爆发出惊人的喜悦，原来小雌性也喜欢他。小雌性真直白啊，第一次见面就要给他烤食物，在他们部落，雌性只会给自己喜欢的兽人烤食物吃。展哥看唐云和，眼神比以前更黏了几分。直播屏幕前的傅瑶浑身萦绕着低压，强大的精神力量压得主控室内的人喘不上气来。顿尔斯不得不开口提醒道：少将大人，你的精神源刚修复好，最好不要妄动精神力源，不然会造成精神源2次崩塌。傅瑶闻言渐渐收敛了一些精神力。顿尔斯看了一眼直播，直播间内弹幕上的话有些不堪入目，那些人骂唐云和骂得非常脏，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大仇多大怨。再怎么说，唐云和也是少将大人的夫人，他看到那些不堪入目的话，心里生气也是应该。顿尔斯想着，不由说：少将大人，要不我让主脑屏蔽掉直播间那些骂人的账号？傅瑶面无表情地问道：屏蔽？为什么要屏蔽啊？顿尔斯愣了一瞬，当然是他们骂的太不文明。傅瑶嗤笑道：哪有不文明？哪句骂错了？许他唐云和自甘下贱，不许别人骂他。顿尔斯心头一颤，他知道少将大人不喜欢夫人，只是没想到不喜欢到这地步。不过这都不是他该过问的事儿。顿尔斯调整好表情，提议道：少将大人，不如关了直播吧，医师说你不能生气。傅瑶面色沉郁，没有给出回应。就在顿尔斯不知如何是好时，傅瑶光脑传来一道提示音。傅瑶打开光脑一看，是蓝月曦发来的视频通话邀请。接通视频，蓝月曦惨白的脸出现在屏幕里。傅瑶心里一阵抽疼，忍不住责问道：你不好好休息，给我打视频做什么？蓝月曦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语气温柔的道：我刚才去求了我的老师，老师愿意出借他那台珍藏版的 3S 级生物机甲，云河所在的星球上的生物实力很强，你带上 3S 级生物机甲去救他也要安全一些。蓝月曦说着说着不由咳了起来，他连忙抽了一张纸巾捂着嘴咳了起来。傅瑶看得心里揪成一片，连忙催道：加速，用最快速度赶回去。军舰的速度在顿尔斯的操作下迅速提升，比原来快了近1倍速度。傅瑶柔声道：希儿，你挺住，我很快就来，我马上就回来。蓝月曦停下咳嗽，握紧纸巾，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来说道：我没事儿，老毛病了，不用回来找我，你去找我老师吧，他在他的研究所等你。说完，蓝月曦赶紧挂断电话。电话挂断前1秒，傅瑶看到蓝月曦嘴里喷了血。希儿傅瑶心痛的难以自已，哪还记得唐云和？傅瑶命令道：关掉直播，全速赶回。直播画面消失，军舰如流星一般迅速在划过长空，降落在第5军基地。傅瑶不等军舰停稳，匆匆跳下军舰去见蓝月曦。另一边，唐云和让展哥帮忙找了一些藤蔓回来。展哥把藤蔓堆地上，问道：你要这些做什么？编一个背篓。唐云和回道：
他把藤蔓上的叶子去掉，一根一根摆整齐，摆了10根后，又拿出一根藤蔓和其他藤蔓交错编织，先做了一个底出来，再把藤蔓弯曲交错编织。这里的藤蔓呈枣红色，质地柔韧，就算不用火烤也能自然弯曲，很适合编东西。只不过他手上没有趁手的工具，不能好好打磨藤蔓，编出来的东西有那么一点潦草。唐云和看着那个丑丑的藤条框，不好意思地说：“这次编得不好。”“很好，很漂亮。”展哥夸道。唐云和笑问：“真的吗？”展哥点点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藤球。”唐云和笑颜一僵，直播间的观众顿时骂道：“丑人多作怪，自己做的东西丑，还不允许人说。散了，散了，不想再看绿茶作妖。”哼，真是笑死老子了！这么丑的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撤了，撤了！再看唐绿茶都要吐了。直播间观众瞬间减少了大半，还有人不断在取关。很快，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只剩下2万人不到。这时，弹幕上有人问道：“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不会是都跟唐绿茶一样是个三儿吧？”这话一发出来，顿时有人对道：“堂堂正正领过结婚证的，怎么就是三呢？只有那些不要脸插足别人婚姻的人才是三。”看到这条评论，原本还很得意的蓝月熙脸色微变，他快速发了一条信息出去。过了一会儿，直播间里骂人的水军重新归位，换着花样骂唐云和。蓝月熙看得正开心的时候，傅瑶推门而入，笑问：“什么是笑得那么开心？”蓝月熙一手捂着唇，一手指着弹幕说：“云和哥哥编的东西好有趣哦，太好玩了。”傅瑶闻言脸色一变，伸手关了直播屏幕。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已，有什么好看的？来喝营养液，我让医师重新调配的。你看他合不合你胃口？不合胃口，我让他重新调配。啊，又喝营养液啊！蓝月熙苦着脸抱住傅瑶的胳膊撒娇：“可不可以不喝呀？”瑶哥哥，傅瑶一口回绝：“不行，必须喝。”阿瑶哥哥，蓝月熙甜腻腻的声音让傅瑶心里一软，无奈妥协。唐云河边的箩筐虽然不是那么精致，但胜在结实，内部空间大，装下地上的红薯完全没问题。展哥帮着唐云河捡完红薯，目光若有所思地盯着箩筐，原来那些藤蔓居然还可以拿来装东西。有了这东西，那部落里的雌性以后去林子里摘野果更方便了。他家小雌性还真是一个宝藏。唐云和在双手抱着箩筐，使出吃奶的力气，只能勉强抱着箩筐离开地面一点点距离。哎，好重！唐云和手上的箩筐落在地面上。展哥上前说：“我来吧。”唐云和连忙让开，展哥上前抓住箩筐边缘，一把将箩筐轻轻松松提了起来。展哥，你好厉害！唐云和夸道。展哥俊脸微红，心想小雌性真热情，好爱他。唐云和上前抓住箩筐另外一边说：“我们抬着走吧，这样不累。”展哥想说不累，但见小雌性笑得如此开心，也就由着他去，只是默默用力量托举着箩筐，让箩筐重量变轻。唐云和不知内情，还天真的说：“果然2个人抬着走，不是那么重。”展哥笑着附和：“你说的对。”唐云和又道：“可惜没有绳子，如果有绳子，就可以做2根背带，然后背着走。”背带是什么？展哥不是太懂，但看小雌性的表情，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展哥问道：“背带要用什么做？我去给你找来。”唐云和抬眼看了看天色，摇了摇头：“还是算了吧，天色也不早了，我们先去找水源，把红薯洗一下，然后生一堆火，做烤红薯吃。晚上也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住在野外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野兽过来。我们要不要找个山洞？这附近有山洞吗？”唐云和碎碎念着，身边的人没有给一句回复，但唐云和就是知道他有在认真听他说话，这他很安心，说的也更多了。展哥偶尔回复1-2句，告诉他河流的方向。等到了河边，展哥放下箩筐，跟唐云和说：“这附近没有山洞，只有树林，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弄一些藤条过来。我觉得你刚才编箩筐的方式很好，用藤蔓在树上缠绕，挡住风口，造一个临时住所出来。”唐云和一听，往旁边一看，河边树丛茂密，要选一个位置出来，编织一个临时帐篷也算容易，反正他们也不会在这里久留，只是暂时住一晚而已。选这里可以吗？这5棵树中间的位置比较宽阔，我把这里清理一下，再铺上干树叶，完全够我们2人睡。什么？展哥惊慌失措地打断唐云和：“你要跟我睡？这太快了吧？他们还没举行伴侣仪式呢。”唐云和看着展哥结结巴巴的样子，突然反应过来，孤男寡男睡一起，确实有些不妥。他连忙改口：“反正森林里藤蔓多，你多弄一些回来，我们造2个树藤帐篷，你睡一个，我睡一个。”好好，我这就去找藤蔓。展哥说着，赶紧转身离去。唐云和也没闲着，他在附近捡了一些干柴回来。森林里的落叶铺了厚厚一层，他把箩筐里的红薯倒出来，用箩筐去装树叶，装好的树叶铺在树下空地上。等展哥把藤蔓拿回来，他把藤蔓一头捆在树干上，另外一头绕着树干缠绕，把几棵树中间的空地围起来，只留下一个入口。大约1个小时后，2间简易的屋子就弄好了，搞定。唐云和拍了拍手掌上的灰，看着自己的住处，心里充满成就感。展哥说：“你在这里等一等，
我去猎杀一头血牙猪回来，晚上我们吃烤肉，怎么样？野猪很凶，抓只野鸡也可以。唐云和不知道展哥的实力，只以为他是普通帅哥。展哥突然挺直了胸膛，语气急切的道：我很厉害的，一头血牙猪而已，我可以搞定。说着，展哥转身就走。那背影怎么瞧着有几分着急？这是怎么了？唐云和愣了愣，也没多想，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他先把红薯洗了，然后把柴架上，右手食指和拇指一搓，一小朵火苗出现在他手指上。火苗引燃木柴，火光伴着浓烟冉冉升起，红红的火光在映照下，唐云和沉静的侧脸让直播间的观众看得一愣一愣。我怎么觉得唐云和不像是传说的那样是个丑逼呢？她好像还挺美。有了这人开头，直播间立即有人附和。我也觉得唐云和很好看，就是人品不敢恭维。如果唐云和不好看，展哥也不会对她一见钟情吧？楼上茶坟少自作多情，展哥才没有对唐绿茶一见钟情，他眼光还没有那么差。新一轮骂战开始，淹没了对唐云和的一点点夸赞。直到有人说，不是说唐云和是个废物吗？为什么他会火系异能？观众这才反应过来，对啊，不是说唐云和是异能值为0的超级大废柴吗？他还因为异能值低就嫉妒蓝大师给他下异能抑制药，他怎么会有异能？星际观众第一次对唐云和的那些传闻产生了一丁点怀疑。就在此时，一直只发布任务没有多说话的系统突然问道：亲爱的宿主，你怎么会有异能？唐云和低声回道：我一直有异能，可惜被蓝家人下了异能抑制药，实力归零，努力修炼3年才恢复一点点，现在也只能发一点点火苗出来。如果异能再强一点，就不用那么害怕了吧。系统帮他屏蔽掉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掐掉一些字词，变成自言自语。可惜被蓝家人下了异能抑制药，只能发出一点点火苗，传达到新网直播间。正在看直播的观众瞬间炸开了锅。我去，这是我能听的瓜吗？所以到底是谁给谁下异能抑制药？唐云和不是蓝家的真少爷吗？蓝家人不是最爱他吗？为了他甚至不惜赶走养了多年的孩子，怎么会给他下异能抑制药？感觉唐云和的瓜好大啊。所以说被下异能抑制药的一直是唐云和。大家有没有想过，唐云和是什么时候被认回来的？是傅瑶少将被宣判脑死亡的时候。还有大家有没有想过，唐云和一个孤儿，无权无势，连学费都是申请助学贷款，他怎么买得起异能抑制药？不要说蓝家给钱，他要真有钱，他再富家3年也不至于每次都只穿廉价衣服。这么说还真是啊，咱们不会是被蓝家人给骗了吧？网友的智商还是在线的，很快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扒出来，唐云和过得其实并不算好。她嫁到傅家之后，没有学上，没有工作，只能在网上接一些手工活。怪不得她的动手能力那么强，其实很想夸夸，在没有任何辅助工具的情况下，只凭借一双手，她编织的箩筐已经非常好看了。唐云和的手工能力真强。网上开始渐渐出现一个景浩心疼唐云和景浩的话题。蓝月熙请来的水军人数毕竟少，抵不过大众民意。再者，他们只会喷脏辱骂，越骂越让观众逆反。唐云和的直播间人数开始回升，护着他的观众越来越多。火烧起来后，唐云和往火堆上架了好些柴火，等烧出木炭之后，他把红薯埋在木炭里，然后火堆上又架上了好些柴火。做好这一切，唐云和起身去河边搬运石头。慕名而来，唐云和这是在做什么？搬石头干什么？垒城堡吗？唐绿茶不会有公主病吧？哈哈，谁家城堡那么矮？蓝粉脑子有病。舆论场一如战场，瞬息万变，没有人能长盛不衰，总有人能逆风翻盘。唐云和的名声好了，就会让蓝月熙遭到一些反噬。网上已经有人在质疑蓝月熙的真实面目。就算蓝月熙的粉丝多，水军多，可人心不可控，世上还是有那些明白人。帝国参议院之中，元帅亚瑟目光沉郁地盯着全屏幕，修长的手指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敲着桌面。会议室内其他将领官员都默默地看着全息屏幕，气氛凝滞又沉重。半晌，亚瑟问道：主脑还没有查到坐标吗？突然，一道虚拟人从全息屏幕之中走了出来，站在亚瑟身侧回道：亲爱的元帅大人，经过我的反复检索查询，基本已经可以确认。会议室内的人不由都坐直了身体。主脑虚拟人说：唐云和所在的星球不是我们星系所在的星球，而是另外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星系，甚至是在宇宙另外一个维度上。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顿时来了精神。唐云和居然发现了新的可助人的星系，我看那上面的植物很原生态，咱们只要找到那颗星球，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原生态食物，可以把那颗星球培养成我们的天然蔬菜水果生产基地。农业部长兴致勃勃地提议道。帝国基因所所长打断他的话：那片植物是天然基因提取源，只当做农业生产基地太过浪费。怎么就浪费了？眼看两人要吵起来了，亚瑟连忙喝止：好了，后续规划以后再谈，先找到那颗星球为重。两人顿时默默收了声，只是那眼神谁也不服谁。主亚瑟打了一个手势，主脑继续说。主脑虚拟人继续说：以我目前的能力，定位不到唐云和所在的星球位置，更不能删掉他的直播间，他的直播间功能很强大，源代码已经与我的源代码全部融合，想要屏蔽掉他的直播源代码，只能彻底毁掉我。
然后再重新编辑制造另外一个主脑系统。亚瑟狠狠吃了一惊，居然这么强！事先连你都没有察觉到他入侵。主脑虚拟人惭愧的低下头，没有，一点征兆都没有。不是你们让我查，我甚至不知道多了一个直播间。在场的人神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难不成在我们之上真的还有一个更高级的文明？那肯定啊，我们之下不也有比我们低级的文明吗？现在怎么办？唐云和到底是什么身份？他怎么会有那种东西？亚瑟默默听着他们的话，拿起光脑打了一个视频通话给傅瑶。傅瑶过了一会儿才接通。喂，元帅。傅瑶散漫的声音传出来后，会议室内的人都闭上了嘴。亚瑟敲着桌面问道：唐云和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他的事？傅瑶一怔，元帅问他做什么？有还是没有？亚瑟略微有些不耐烦地问道。傅瑶皱着眉头，边想边说：唐云和无趣得很，每天都板着一张脸，说的都是差不多的话。早上我出门，他让我吃早饭，早饭有什么好吃的，浪费时间。我回答了好多次不吃，他还是要问，很烦人。离开家的时候，他还会说让我注意安全。我一个8级异能者，还需要他提醒注意安全？说的都是废话。中午的时候会固定发一条信息，问我吃什么，也不管我回不回，都会给我送一些吃的。那些食物味道一般，我不是很喜欢，都交给下属吃了。晚上的时候，他也会问我吃什么。他每天除了吃就是吃，没有其他的话可说，也没有丝毫上进心，又懒又废。这就是我和唐云和的谈话内容，没有特别的地方。亚瑟点点头，好，就这样。说完，亚瑟挂了视频，目光看向在直播间的唐云和。唐云和已经垒好了一个简易的灶台，又搬来一块又薄又平整的石板铺在灶台上，然后用树叶去河边装水洗干净石板。虽然不知道他做这个东西的用意，但亚瑟觉得唐云和并不懒，是傅瑶对他偏见太深。傅瑶对唐云和偏见太深，就不适合负责调查唐云和的事。想到这里，亚瑟环视一圈会议室，指着特里斯上将说：特里斯，从今天开始，你和信息部的远光部长一起负责唐云和的事。你们务必要找到唐云和的坐标，另外要控制好新网上的舆论，清理掉不正常的数据，要让唐云和背后的人看到我们的诚意。当然，舆论最好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内，不要大面积宣扬，咱们静看事态发展。是。特里斯上将和远光一同应道。亚瑟又道：从今日起，任何人想要动用主脑权限，都必须向我递交申请书，获得批示后才可以用主脑。话落，主脑虚拟人连忙道：收到。一系列命令发布下去后，傅瑶已经彻底被排除在唐云和事件之外，蓝月溪的水军也被清理干净，而他对这一切并不知情。他现在并没有时间去处理唐云和的事，打算过一段时间，等他的希儿身体好一些后，再去找主脑要权限。到那时，他才发现他已经没资格插手唐云和的事。唐云和把灶台做好后，展哥也扛着一头血牙猪回来了。他把血牙猪往河边一扔，重达500-600斤的肥猪砸得地面尘土飞扬。唐云和呆呆地看着血牙猪，暗暗吞了吞唾沫，震惊道：好大！展哥回头嘚瑟一笑，这还算是小的呢，还有更大的血牙猪，只可惜我不能跑太远，不然给你猎一头更大的血牙猪回来。唐云和笑说：这一头猪已经够吃了，多了咱们也吃不了，这么一点怎么就吃不了？展哥看着唐云和的小身板，心想小雌性那么娇小，好像确实不太能吃，那他等会儿要克制一点，不能吃太多，免得吓到小雌性，以为他不好养，就不跟他了。唐云和指着展哥背上的袋子问道：你背上的是什么？哦，我摘的果子。展哥取下袋子，里面有盐果，还有酸酸果，还有青青果。青青果可以吃，你拿着吃吧。展哥把青青果挑选出来，递给唐云和。唐云和双手捧住果子，道了一声谢谢。展哥笑了笑，正想说话，突然闻到一股香甜的气息，连忙问道：什么东西？好香，是我烤的红薯。唐云和连忙把青青果放在石板上，拿木棍把火堆里的红薯掏了出来。火堆不够大，他当时只埋了2根比较小的红薯。红薯掏出来后，他又重新埋了2根红薯进去。唐云和拍了拍红薯上的灰，手指按了按红薯，软的，可以吃了。手掌放在红薯上滚了滚，降了一些温度后，唐云和拿起一根红薯递给展哥：给你。展哥接过红薯，好奇地打量着，红薯烤得有点黑，外壳两端焦了一层，中间的倒是没有。这怎么吃？撕开皮就可以吃了。唐云和拿起一根烤红薯，撕开外面的皮，慢慢吃了起来。香甜软糯的味道让他激动得差点落泪。他以前在全息游戏之中吃过烤红薯，一直对那味道念念不忘，可惜自然食物价格太贵，他买不起，一直没能吃上。星际食物匮乏，自然食物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平民一般吃的都是营养剂。他以前很努力的接活工作，买了一些他都舍不得吃的自然食物，做好了送给傅瑶吃。只可惜一片真心为了狗。以前的他也是真傻逼，有好东西给自己吃不香吗？唐云和正想着心事，突然面前多了一个大脑袋，吓了一跳。你有事吗？唐云和看着近在咫尺的那张帅脸，脸不自觉发热。展哥的鼻子也太挺了吧，脸部轮廓线条流畅硬朗，
嘴唇厚实，看起来好性感。那么霸气的长相，偏偏有一双可怜巴巴的狗狗眼，眼巴巴盯着他手上的红薯的模样，让人忍不住心生怜爱。想吃？唐云和把红薯往展哥唇边一送，本意只是想逗逗他，谁知展哥当真张开嘴，咬了一大口。唉，那是他吃过的，上面还有他的口水呢。唐云和脸色爆红，手足无措地盯着还剩一小半的红薯，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展哥几口咽下红薯，又盯上他的红薯问道：“你还吃吗？”“你吃吧，我有点口渴，我去吃果子。”唐云和连忙把剩下的红薯交给展哥，起身朝石板走去。展哥的声音自背后悠悠传来：“你看起来确实很饥渴，脸都烧红了。”唐云和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在地。观众一阵爆笑，哈哈哈哈，逗死我了！老虎精说话好直接。唐云和求一张封条，封掉老虎精的嘴。你们妖精界说话都那么耿直的吗？哈哈哈！突然觉得这一对好好嗑。唐云和跟傅少将这婚离的好啊。唐云和暗暗翻了一个白眼，要不是展哥的语气太过正经，他都以为对方是在调戏他。展哥三两口吃掉红薯，起身走向河边，边走边说：“我去清理血牙猪，等会儿烤肉给你吃。我做的烤肉可好吃了。”“是吗？那我倒要好好尝尝。”唐云和拿了一颗青青果，在衣服上蹭了蹭，就放进了嘴里。展哥走到河边，从毛皮靴子里抽出一把绿色的刀。“你这是什么刀？怎么是绿色的？”唐云和好奇地问道。展哥把手上的绿色刀递给唐云和，绿刀树的叶片从树上摘下来的，很好用，你要不要看看？好啊。唐云和接过那把绿刀，仔细打量着，把刀不是长，大约长20厘米，刀背厚2厘米，刀片薄如蝉翼，光照下闪着犀利的锋芒。巧妙的是，绿刀还有一个可握手的手柄，自然造物主真是神奇，世上居然还有这等奇术。唐云和感叹了一声，把刀还给展哥，心里对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好奇。展哥接过绿刀说：“等以后有机会，我去给你寻一把过来。”唐云和知道这种绿刀绝对不是什么烂大街的植物，多半是极为珍惜的植物，要不然展哥也不会说有机会。那么珍贵的东西，他哪能舔着脸要？当即表示：“这刀看起来很锋利，不用给我找，我以后要用刀，找你借一下吧。”展哥闻言面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却开心的不得了。原来小慈信是在暗示他早点把他娶回家。小慈信也真是，怎么那么粘人呢？真是甜蜜的苦恼。展哥卖力的用刀给血牙猪剥皮，嘴角弯曲的弧度一直没有放下来。锋利的刀片轻而易举就能划开血牙猪厚厚的一层皮。当然，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那把刀居然能砍断猪骨。哪里有卖这种刀？好想买一把呀，感觉比激光刀都要好用。绿刀太牛了，好想买。看了看老虎精手上的刀，再看我手上那把砍只低级虫子都缺了一个口子的破刀，嫌弃达到了顶峰。自然植物都这样牛的吗？好想拥有老虎精的刀。新网上为绿刀震惊连连，那把绿刀也被网友做成视频传了出去，引来更多人围观。唐云和的直播间人数不断上涨，短短时间增加了5万。展哥分割好血牙猪肉后，把取下来的猪牙上的一层牙垢刮掉洗净，再交给唐云和。唐，血牙猪的牙齿很锋利，你可以拿它挖红薯。这牙齿真长。血牙猪的牙齿的长度至少有50多厘米长，一头大，一头尖，呈血色，稍微带点弯曲的弧度。拿去挖红薯太浪费了，留着防身倒是不错。下次遇到大蟒蛇，我可以拿牙齿戳它7寸。唐云和开玩笑地说。展哥笑了笑，夸道：“唐真勇敢。”唐云和微微一愣，不自觉回想起过去的一幕。那一天，他在参加学校组织的野外历练时，遇到一只低级异兽火绒兔袭击营地，他费尽力气，终于杀了那只火绒兔。在猎杀火绒兔的过程之中，他的手臂被他的火焰烧伤，身上骨头也被踹断好几根。同组的异能者送他去医院后，他给傅瑶发了一条信息，说明了情况。傅瑶过了1天才来医院看他，看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唐云和，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能不能不要那么蠢？实力不行就不要逞能，不要给你的队友拖后腿，不要当一个累赘。”傅瑶来医院，仿佛就是专门来羞辱他的。说完话转身就走，根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也是那一次，他彻底对傅瑶心寒。唐云和回想起往事，神色有些低落。他问展哥：“你不觉得我没实力，还硬要去跟蟒蛇拼命，是很蠢的行为吗？”惨白泛着一点青色的手指紧紧握紧猪牙。唐云和低着头，不太敢看展哥的脸色。展哥轻笑了一声，抬手捡掉落在唐云和发丝上的树叶，缓缓道：“遇到危险不拼命，难不成等死吗？你这次遇到蟒蛇，也是运气好才遇到我，万一你没遇到我呢？等死吗？我小时候刚学捕猎的时候，阿父就把我扔到黑山猪的领地，他自己跑了。那时候我的实力不如黑山猪，那能怎么办呢？总不能因为害怕他就不敢打吧，只能打，不要命的打。黑山猪力气很大，速度也快，一下就把我撞倒了。我不想死，我只能爬起来，瞅准机会冲上去跟他撕咬。疼算什么，受伤算什么？只要能弄死他，其他都不是事。都快死了，哪还会去想蠢不蠢的问题？冲上去弄死他，弄不死也要弄残他，死也要对方不好过。
所以堂堂怎么会是蠢？堂堂明明很勇敢，死都要捅蟒蛇几刀。堂堂最勇敢了。唐云和抬头看着展哥眼底毫不遮掩的赞赏，阴霾一扫而空。他冲展哥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展哥夸道：“堂堂笑起来真好看。”唐云和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更为灿烂，心里那道伤也在慢慢愈合。他想流落到异界，唯一的好运就是遇到了展哥。展哥很会烤肉，他先是把酸果的汁液揉进肉里腌制一会儿，再洗掉酸果汁，然后给肉抹上一层盐果汁液，再用木棍串好，放在火上烤。他烤的肉金黄酥软，一点没黑。这样一来，唐云和准备的灶台就用不上了。他想了想，从一边找了一块大石头，找展哥借了刀，然后在石头上开挖。不得不说，绿刀是真的好用。那么坚硬的石头在绿刀下变得像是软木一样，很好削。没用多长时间，唐云和就挖了一口石锅出来。他把石锅洗净，装上河水，放在灶台上，再把猪肉排骨洗净，用酸果汁去腥后放进石锅里，锅上用一块石板盖住，锅下生火。展哥好奇问道：“你煮骨头水做什么？”唐云和一边往灶台下加木柴，一边回道：“我在炖骨头汤呢，骨头汤很好喝，只吃烤肉太腻了，喝点汤缓缓。”哎，我也是笨，红薯藤叶子分明可以炒菜，我怎么给忘了呢？展哥连忙道：“你在这等等，我去给你拿。”不用，太远了。话没说完，展哥已经没了踪影。唐云和嘀咕道：“怎么跑那么快？直播间，卫星上人办事，不跑快点怎么行呢？我失忆了吗？唐绿茶不是结婚了吗？怎么跟野男人搞暧昧？怎么的？允许傅瑶带小三出双入对，不许唐云和提前找下家。做人不要那么双标。就是说啊，以前你们不是天天说唐云和配不上傅瑶吗？人家选择退出，成全他和白月光有什么错？傅少将和蓝大师、老虎精和唐云和成双成对，完美。哈哈，不得不说，展哥的行动力是真的好强，帝国男人们都学着点。呵呵，学他做什么？没房没车没钱的老虎精，也就唐绿茶不挑，是个男人都能勾搭上。蓝粉真讨厌，不喜欢看就滚，不要来直播间找不痛快。正在骂人的蓝月熙粉丝正想继续开骂，突然发现他被弹出了直播间，账号也被封禁，说他违反相关规定。不是吧？唐建人的背景这么强，都能随意封号了，还在装可怜，真恶心啊！蓝月熙粉丝和水军纷纷遭遇封号的待遇，一个个气急败坏，纷纷换号私信蓝月熙，告诉他情况。而终于送走粘人的傅瑶，有时间玩光脑的蓝月熙一打开光脑，看到私信他的各种信息，眼前一黑，气得心口直疼。傅瑶当真虚伪至极，面上对唐云和冷漠厌恶，私底下却为他做了那么多事。学校历练那次是这样，这一次也是如此。蓝月熙以为封号的事是傅瑶做的，心底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怨念。蓝月熙冷笑一声，喃喃自语道：“你以为你为他做那么多，唐云和就会跟你复合吗？想跟他复合，不可能。唐云和与傅瑶离婚的事已经在帝国婚姻登记中心生效，这种大新闻如果没有祥云号被炸毁一事，早就爆红新网。然而因为祥云号的事，他们离婚并没有被察觉。蓝月熙找人把消息发散出去，一时间傅瑶和唐云和离婚的消息已经登上热搜。顿尔斯从新网上看到消息，正愣了一瞬，怪不得少将大人对夫人如此不上心，原来已经离婚了。那位已经是前夫人了。顿尔斯前去询问傅瑶：“少将大人，如今你和唐云和已经离婚，于他再无责任，还需要再派人去搜查他的信息吗？”傅瑶猛地抬眼看着他问道：“我什么时候跟唐云和离婚了？”顿尔斯一怔，帝国婚姻登记中心上有离婚记录。傅瑶连忙打开自己的光脑，登上帝国婚姻登记中心。他的婚姻记录只有2条简短的信息：新历5228年2月12，傅瑶和唐云和10点32分登记结婚成功；新历5231年7月12，傅瑶和唐云和12点32分离婚生效。7月12日，那不就是飞船被炸毁那一天吗？傅瑶紧紧握着光脑，心里有些许惶然。那一天，唐云和是提起过要离婚，但他只以为他在无理取闹，没有放在心上。以唐云和的身份，能攀上他，已经是他这辈子的极限。除了他，唐云和再难嫁一个身份更高的人。唐云和怎么舍得放手呢？他那样一个出身底层、生活在费心的人。光脑屏幕上离婚那2个字眼，刺得傅瑶眼睛生疼。唐云和，你这次真的做得太过头了，他绝对不会再接纳一个心思复杂的人。傅瑶心里升起团团怒火，想着绝对不要再原谅唐云和。顿尔斯瞅着在傅瑶的脸色，小心提醒道：“少将大人，您似乎对离婚一事不知情，可没有你的同意，唐云和的离婚申请绝对通过不了。少将大人还是好好查查，到底是谁动用你的光脑，动用你的权限。这一次好在只是用你的权限离婚，下一次万一军事机密泄露。”傅瑶连忙出声打断他的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希儿绝对不会盗取军事机密。”顿尔斯沉默了一瞬，叹道：“我没提他。总之，少将大人还是好好查一查吧。”本来准备帮忙调查的顿尔斯一看傅瑶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不好掺和，他只能提醒一句：听不听得进去，那都是少将自己的事。冷寂空荡的办公室内，
傅瑶沉默许久，打开唐云和的直播间，一进来就看到一头翼龙朝唐云和所在的地方飞去，而唐云和本人没有一点察觉。弹幕上的人疯狂提醒唐云和：“快跑啊，唐云和！老虎精呢？唐云和快点喊老虎精回来啊！那地方怎么会有早就灭绝的远古翼龙？唐云和这是跑到远古时代了吗？别管什么时代了，唐云和你赶紧给我跑啊！不要管你那破红薯了！唐云和是不是看不到我们说话？对啊，他一直没看过镜头，他似乎真的不知道他在被直播。老天，到底是谁在给唐云和直播？赶紧提醒他一下，他那小身板都不够人家一翅膀扇的。可惜任由直播间观众说破喉咙，也没有人去提醒唐云和。唐云和对危险的降临一无所知，傅瑶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唐云和不是演的，不是演给他看，他跟老虎精那么亲近，不是故意让他看了吃醋，而是他真的想跟老虎精亲近。想明白这一点，傅瑶脸色黑得吓人，恨不得翼龙狠狠给他一个教训，但他又担心唐云和真的死了。这一刻，傅瑶其实是希望老虎精出现的。顿尔斯，顿尔斯！傅瑶连忙呼叫顿尔斯。顿尔斯一出现在办公室内的全息屏幕上，傅瑶立即命令道：“告知主脑，全力搜索唐云和的下落。”是。顿尔斯领命离去。与此同时，翼龙也发现了下方的唐云和。翼龙逐渐靠近唐云和，光被庞大的身躯遮住，落下一团阴影。唐云和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他抬头一看，差点没被吓死。唐云和故作镇定地低下头，把手上的掏火棍放到火堆上引火，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暗暗想着该怎么拖延时间，等展哥回来。还不等他思索出一个办法出来，翼龙仰天嘶吼一声，朝唐云和俯冲而来。唐云和吓了一跳，慌忙拿起火棍，准备朝河边跑去。只要跑到河边，跳入河中，沉入河底，就能暂时躲开他。他刚跑了2步，突然听到一声震破山林一般的虎啸声，那声波震得他一个不稳，跌坐在地上。下一秒，原来救了他的白虎风驰电掣一般冲了过来，狠狠一头撞上翼龙，翼龙被他撞飞上100米远。唐云和连忙爬了起来，目光担忧地看向丛林。展哥，他要去找展哥，带他一起跑。唐云和跑了10几米远，突然看见地上的红薯藤，心里一突，展哥，他慌忙看向天空，天空之上，大白虎和翼龙打得难舍难分。大白虎瞅准时机，狠狠咬上翼龙长长的脖子。翼龙吼了一声，一翅膀朝大白虎扇过去，白虎往后一躲，翼龙趁机逃跑。大白虎没有追赶，而是停在半空往下张望，一眼看向火堆边，见火堆边没人，吓得一个俯冲下来，化为人形，惊慌失措地喊道：“堂堂，妖兽了！老虎成精了！他到底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堂堂，展哥的声音越来越急。唐云和收敛起心中的惊诧，高声回道：“我在这里。”展哥如一阵风一般飞来，一把将唐云和搂入怀中，声音颤抖的道：“吓死我了，堂，我以后再也不要离开你。”唐云和在展哥冲过来一瞬间，变得僵硬的身体又因为他的话软了下来。不论怎么样，不论展哥是谁，他都不会伤害他，这就够了。心往另一端，傅瑶气的眼眶泛红：“唐云和，你真是好样的！那只老虎精就是你想跟我离婚的理由吧？我就说你那样爱慕虚荣的人，怎么可能放弃将军夫人的位置？原来是早就找好了下家。”就在此时，顿尔斯去而复返：“少将大人，主脑不肯给我们权限。”“什么？”“是元帅下令，任何人要动用主脑权限，必须经过他的同意，必须写申请。那就写份申请给他。元帅不通过，他回复说唐云和事关重大，已经由专门的人负责，其他人不要再插手。”“谁是其他人？”“唐云和是我夫人，我还管不了他的事。”“是钱夫人。”顿尔斯的话像是一盆凉水泼到傅瑶头顶。“钱夫人，他们已经离婚了。”傅瑶怔怔地看着顿尔斯，忘了该怎么回复。顿尔斯叹了一口气，低声劝道：“少将大人，钱夫人那边有专人负责，您还是别管了。您不是喜欢蓝大师吗？您既然为了蓝大师离婚，就不要辜负了他。”“是啊，他还有希儿，希儿为了他受了那么多罪，他不能辜负他。”可是看到唐云和跟老虎精还抱在一起，心里依然堵得慌。蓦然，傅瑶不屑一笑，喃喃自语道：“不过是一个贪慕虚荣、生性浪荡、一无是处的贝塔，不值得我惦念，一点都不值得。”傅瑶抬手想要关掉直播，就在此时，唐云和平复好了恐慌的情绪，推开展哥。傅瑶手一顿，看了下去，他倒要看看唐云和准备把这场戏怎么演下去。屏幕里，唐云和后退几步，仰头望着展哥，直接问道：“展哥，我刚才看你从大老虎变成人，你……”唐云和话还没说完，展哥唰的一下变成一头2米多长的白虎，往前一扑，毛茸茸的前爪紧紧抱住唐云和的腿撒娇，毛乎乎的脑袋在他腿上不断磨蹭，金色的瞳孔里不带一点攻击性，纯善又带着一丝讨好。唐云和僵直着身体，愣愣地看着那双漂亮的像是金色宝石一样的双瞳，右手情不自禁地摸上毛茸茸的脑袋，白虎顿时眯起眼睛，脑袋在他手掌蹭啊蹭，萌得唐云和心肝乱颤，心里不断狂叫：“哈哈哈，好好摸，
好软，好嘎。唐云和一时间忘了害怕，蹲下来对着展哥的脑袋就是一阵乱摸，摸完脑袋摸后背。白虎的毛特别柔软，又柔软又干净，还带有一股草木清香，没有一丝难闻的味道，这让唐云和更是爱不释手。展哥，你的毛摸起来真舒服，太好摸了。唐云和完全忘了害怕，沉浸在撸毛的快乐之中。展哥眼睛斜开一条缝，露出几分狡猾的光芒，他就知道小雌性绝对受不了毛的诱惑。傅瑶气得半死，死老虎精，心机婊，跟唐云和一样不要脸。还有网友脑残至极，心机婊老虎精哪里可爱，哪里萌了，又蠢又心机，偏偏唐云和一点都看不出来。唐云和被骗到人财两空，也是活该。傅瑶气得关了光脑，给卡特发了一条命令，冻结我给唐云和的副卡。既然已经离婚了，他就收回给他的特权。没有他的钱，他倒要看看唐云和怎么生活得下去。卡特看到那条信息，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一天他都过得忐忑不安。先是唐云和离家后坐的飞船爆炸，消息传回来的时候，他心底暗暗祈祷着唐云和一定要死在爆炸之中。果然唐云和确实在死亡名单之中。还不等他开心，唐云和没死还开直播的消息又传了回来。卡特吓得赶紧登上直播间，等看到唐云和跟一个野男人搅和在一起时，气得咬牙切齿。唐云和怎么敢背叛将军大人？后来看到少将大人和唐云和的离婚声明，卡特心里总算开心了一些。再看到少将发来的信息，卡特更为满意。看样子少将大人还不知道唐云和根本没拿副卡，一直是他在用那张副卡。没被发现固然开心，可惜的是以后再也不能用那张副卡买东西了。早知道应该多买一些贵重物品，多转移一些钱出来。一股焦糊的味道飘入唐云和鼻子里。正在撸毛的唐云和惊呼道：“我的烤肉！”他连忙起身冲了过去，把烤肉从架子上抢救下来。可惜烤肉已经全糊了。展哥，好可惜，不能吃了。唐云和闷闷的道。展哥把红薯藤放在箩筐旁边，安慰道：“没关系，我重新给你烤。”说着，展哥动作麻利的重新把石板上腌制好的肉串上木棍，重新开始烤。唐云和把红薯扒拉出来，重新换上红薯后，一边拍着红薯上的灰尘，一边问道：“展哥，你是传说之中的老虎精吗？你们是不是会修炼？”展哥问道：“老虎精是什么？修炼又是什么？”老虎精就是可以从老虎变成人，还能从人变成老虎，修炼就是修炼力量。唐云和轻解释道。展哥想了想说：“我不太理解你们的说话，在我们这里，像我们这样可以变身的人就是兽人，像你这样不能变身的人就是雌性。”啊！唐云和猛地抬眼盯着展哥，展哥该不会是把他当雌性看的吧？想到这里，唐云和脸色微微发窘，雌性一词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呢？展哥一边转动着木棍，一边问道：“你来自哪里？”唐云和收回惊诧的目光，如实道：“我来自阿尔莫斯星，一个你没听过的星球。你身上的衣服真好看，我们部落做不出来。”展哥心里隐隐担心，小雌性会不会因为他们部落没有漂亮衣服穿，就想要返回原来的世界？想到这里，展哥神色隐隐有些低落。唐云和看了他一眼，把冷下来的红薯递给他，一根，趁热吃。哦，展哥接过红薯，原本觉得很香甜的味道，现在却觉得很一般。唐云和撕掉红薯皮，小小啃了一口红薯瓤，满足的半眯着双眼，叹道：“真好吃，来这个世界还真是来对了。”展哥手一顿，抬眼看着对面人，火光掩映下，小雌性的眉眼变得极为柔和，他微微仰着头，露出一段修长又鲜白的脖子，让他忍不住想扑上去轻轻咬一口。就在展哥心神荡漾时，唐云和温柔的嗓音在黑夜之中缓缓响起：“在我们那里，自然植物很稀少，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吃得起，一般平民吃的都是营养剂。我不太喜欢吃营养剂，营养剂没什么味道，黏糊糊的很难吃。我喜欢吃自然食物，可惜我没多少钱，需要做很多小手工赚到钱才能买一点自然食物。像我手上的红薯，放我们那里要卖2000新币一个，我要兼职半个月才能买得起一个。我原来的世界，衣服固然好看，生活也很便利，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但是这里也不差啊，这里有很多好吃的食物。等我们回到你的部落，你可以给我找一块地吗？我想把这些红薯种上，然后过段时间我就会有很多红薯吃。”唐云和的声音愉悦又轻快，完全看不出半点失落和颓丧。展哥受他情绪感染，心情顿时变好。我们明天就回部落，你不是说要3、4天才能走回去吗？唐云和疑惑地望着展哥。展哥道：“走路要3、4天，你坐我背上，我带你飞回去，只要半天，这样可太好了。”唐云和顿时开心起来，咱们可以早点回去，整块地出来种上红薯苗。最关键的是，部落里的人应该很多，他可以把红薯分给他们吃，这样他就可以快速完成第一个主线任务。晚上的时候，有展哥守夜，没有哪只不长眼的野兽来找他们的麻烦。唐云和一觉睡到天亮，等他醒来，展哥已经把红薯烤好，烤肉也做好，放在石板上。石板下铺满了炭火，这让石板上的烤肉和红薯一直保持温热状态。糖糖，你先吃点东西，吃完后咱们就上路。展哥把红薯藤装进红薯箩筐里，
把剩下的没吃完的血牙猪肉和牙齿都用宽大的树叶打包好。唐云和不好意思地说：“抱歉，我起来晚了，什么都让你做完了。”展哥道：“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糖糖不用跟我客气，你先去洗脸吧。”唐云和点了点头，走到河边，双手捧了一些河边洗了洗脸，又捧了一些水简单漱口，然后回到石板旁边，坐在一块石头上，慢慢吃着红薯和烤肉。展哥递给他一颗青青果，吃点果子，免得噎着。唐云和接过果子，咬了一口果子，边吃边说：“你也吃呀，那么多东西我又吃不完。”展哥道：“我已经吃过了，你能吃多少吃多少，剩下的我来吃。”啊这，唐云和想说这是不是不太好？展哥已经起身走到河边，用树叶装了一些河水回来，浇到火堆上灭火。唐云和也不再多想，赶紧吃了起来。饭后，展哥化为长达10多米长的大老虎，天空的光芒洒在纯白的虎毛上，像是给它镀上了一层金边，让那头白虎看起来熠熠生辉，非常圣洁。白虎回头那一刹那，金色的瞳孔美得让早起蹲直播间的观众直呼好美。太美好了！在这一瞬间，只想到一个词：天神。谁能拒绝这么美的大老虎？唐云和，我劝你识趣一点，自己走回去，不要玷污我们美好的虎神大大。走回去吧，唐云和，3、4天而已，你又不是没腿。展哥，你们这群双标狗，以前喊我老虎精，现在喊我绝美虎神。以前要么只看到他威武大战的场面，要么只看到他撒娇卖萌，没有看到这么威严神圣的一面啊。唐云和跟观众的想法特别一致，他看着那么纯白的毛，只觉得神圣又美好，完全舍不得把箩筐放他身上。展哥疑惑问道：“怎么还不上来？”唐云和道：“你身上的毛太好看了。”我唐云和惊呼一声，整个人被一道风卷住，甩到大老虎的背上，吓得他抓紧手下的毛。接着，箩筐和树叶包裹的血牙猪肉都被甩到了白虎背上。坐稳了，展哥的声音传入唐云和耳中。唐云和吓得一抖，声音不自觉哆嗦起来。话还说完，展哥已经冲上高空。令唐云和惊讶的是，他居然没感受到一点颠簸，而且展哥的背很宽，尤其是当展哥的翅膀展开的时候，背部宽度目测有20多米，完全不用担心掉下去。迎面来的风也被展哥身上升起的一层浅浅的光晕挡在外面。唐云和经过先前不适应后，兴奋地看着周围一闪而过的高山森林，心情很好的哼着不知名的歌谣。一虎族部落位于3座山峰之间，3座山峰呈合围之势，把整个部落围拢起来，只留有一个进出口。出口处用石块垒了一座高高的墙，宽厚的石墙上趴着一只大大的老虎。展哥长啸一声，贪睡的大老虎一个机灵，瞬间起飞，又在下一秒被一股力量压制，飞不起来。族长！大老虎喊了一声，展哥回了一句：“守好部落。”眨眼间飞入部落之中。部落内布置得很是规整，一栋栋石头屋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边。展哥在一间超大的石头屋前停下。到了，糖糖。展哥扭头跟唐云和说道。唐云和从半睡半醒之中回神，揉了揉眼睛，依依不舍地从展哥身上滑下来，举目打量四周。石屋建造在一片草地上，整体像是一座巨大的圆锥形仓库，高达10多米，占地至少500-600平，看起来非常壮观。唐云和夸道：“展哥，你的房子真大。”展哥挠了挠头，腼腆地笑了笑，正准备回话，一道欢快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族长！”展哥身体熟练地往旁边一躲，飞奔过来的身影没有刹住，咚的一声撞到了石门上。超大的撞击声吓得唐云和身体一抖，忍不住捂住额头，身体打了一个颤。那么撞击一下，不知道得有多疼。他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前去拉一把，那人自己从石门上拔了起来，转头没事人一样笑嘻嘻地蹦跶到展哥面前，叽叽喳喳地说：“族长，族长，你终于回来了，你回来了真好，你这次回来能不能娶我哥哥？”他好烦的，天天在家里折磨我。族长，你赶紧娶了他吧，你再不娶他，我感觉他要疯了。身高足足有1.8米的男人，双手捧着下巴，摇着尾巴，家里家气地说着话。直播间没有一个观众能受得了他。好想把他尾巴按下来，求求了，说话正常一点好吗？舌头打折说话不行吗？救命啊！我以前为什么都会觉得卖萌的男人最好命，这分明是最要命。有毒啊，亲！你一个大男人装可爱，真的合适吗？除了吐槽那人说话的观众，还有一些观众敏锐地获知了一些信息。展哥是族长。哦哟，小老虎精来给自己哥哥求亲，唐云和要有情敌了。唐云和你长点心吧，总觉得展哥不是好老虎。老虎精会不会娶老虎精的哥哥？弹幕上充满各种各样的声音。唐云和一概不知，他甚至没有想太多，而是在想石屋前那么大一片草地，空着也是浪费，不如跟展哥商量商量，种上红薯。这样离家近，想吃清炒红薯叶的时候，随时可以掐一把。展哥3言2语打发走那名兽人，回来的时候见唐云和在发呆，不由上前问道：“糖糖，你在想什么？”唐云和回头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展哥笑道：“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房子，
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不用问我。我的房子？唐云和惊呼，你把房子给我了，你住哪里？展哥指着旁边一栋稍小的房子说，你放心在这里住下来，我不住在这里，我住你隔壁的房子，那栋房子是我阿父的，他给了我，我住那里。啊这，唐云和不好意思地揉了揉额头，这多不好，让你住小房子，我却占了你的大房子。房子大小没关系，我哪里都能住。展哥笑了笑，正色道，我还要感谢你，你发现的红薯对我们部落的雌性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吃不了太多烤肉，面面果数量又少，不够他们吃。如果红薯能种出来，那对我们整个部落都是好事。相比你带来的食物，一座房子根本不算什么。走吧，我带你进去看看。展哥走到石屋前，推开木门。石屋的木门是用煤包皮的木头所做，做工很粗糙，也很笨重。唐云和在进屋习惯性随手关门的时候，发现那道木门他居然一只手推不动，或许2只手能推动。唐云和不确定，幸好展哥背对着他，没看到他那么丢脸的一面。唐云和悄悄蹭了蹭手掌心的木线，没事人一样跟在展哥后面。屋内并没有什么好参观的，整座石屋只有一个房间，屋内场景一览无余。屋内很是空荡，没有床，没有桌椅，更没有衣柜、床之类的家具，地面倒是挺整洁平整。啊这房子比我的兜里还干净，好穷啊！一个族长何至于穷成这样？突然好心酸。唐云和，要不你还是和傅将军复婚吧？真的，展哥虽然好，但是他太穷了。不要吧，傅将军是蓝大师的，唐云和还是跟穷酸老虎所死吧。唐绿茶配穷鬼，真绝！小三的腿毛真讨厌。弹幕上又吵了起来。唐云和对此一无所觉，蓝月熙却看得心底舒畅，还真以为唐云和傍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呢，原来是一个一无所有还花心滥情的老虎精。唐云和以后注定变成一滩烂泥，不值得他再费心关注。蓝月熙关了直播间。另一边，展哥忐忑不安地看着唐云和说，唐，以前我一个人睡，就没有准备那些兽皮，你等我一下，我去找巫医借几张兽皮给你，等我明天再去猎几只野兽回来给你取皮毛，好不好？唐云和笑道，不用那么麻烦，睡的地方其实很好解决，夏天我也睡不惯皮毛，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一个干净整洁的可以任由我随意装扮的家。等等，这房子你可以让我住多长时间？唐云和在小心翼翼地问道。展哥摆摆手说，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们部落别的没有，空房子很多，你不要担心被赶出去，你既然来了我们部落，就是我们部落的人。唐云和心里一喜，还没来得及表示感激，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道尖锐又嚣张的声音，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他加入异虎族部落。一道风风火火的身影冲进了屋内，来人比唐云和要高上一个头，穿着牛皮短袖上衣和牛皮裙，头上还裹着厚厚的一层头巾。他的皮肤比较暗黄，但在就算如此，还是能看出他的五官极为优越，高高的鼻梁，湛蓝色的眼睛如大海一般澄澈。也因为那一双美丽的眼睛，唐云和并不讨厌眼前这个怒气冲冲、说话刺耳的男人。展哥挡在唐云和面前，语气严肃的道，一洛，他是一个在森林里走丢的雌性，你不让他加入部落，是想让他流落在野外被野兽吃掉吗？一洛闻言，双手叉腰，梗着脖子说，就算他要留下来，也不能住你的房子，你的房子是我一早就相中的，我要嫁给你，我要住你的房子，你不能让他住。展哥冷声拒绝道，我不喜欢你，不会跟你结对，我说过很多次，你想住大房子，让你将来的结对者给你建造，总之我的房子你不能住。唐云和看得傻眼，兽人部落的表白和拒绝表白都表现得这么直白吗？仅仅是我喜欢你，我要住你的房子，搁我们星球，没有个3-5年暗恋都说不出口。兽人都好直白，说实话，我更喜欢那个蓝眼睛。兽人星球，我喜欢，不我喜欢你。我们帝国，我暗恋你，暗恋你到发疯，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求求你看我一眼，你为什么不看我一眼？你为什么喜欢他不喜欢我？原来爱你好累，再也不爱了，互相折腾10年后，原来我也爱你。哈哈，互相折腾的帝国人，以后喜欢一个人要学一洛，直接表白，如果表白失败，可以直接找下一个，免得浪费时间。唐云和正默默地吃着瓜，不料瓜突然从天而降，一洛指着他问展哥，你是不是喜欢他啊？展哥喜欢他？不会吧？唐云和心口一跳，蓦然看向展哥，猝不及防对上他炙热的眼神，心里没来由一慌，展哥真的喜欢自己啊，这会不会太快了？眼看着两人默契对视，一洛突然哭了起来，指着唐云和大声质问道，他不就是长得比我好看一点，比我看起来可爱一点，比我笑起来好看一点而已，你为什么喜欢他不喜欢我呢？啊不是，大哥那是你情敌啊，你能夸他好吗？啊，受不了这个连情敌都不知道怎么骂的憨憨了，好想冲进去帮他骂唐绿茶。哈哈哈，蓝眼睛大哥，你想笑死我是不是？天哪，怎么还有人骂人是专门给人长志气的？已经不敢想唐绿茶心里会嘚瑟成什么样子了。不止观众，唐云和也被一洛的质问声逗得一乐，一洛还真是可爱的紧。他看着一洛因为激动眼角渗出来的细细密密的汗珠，轻声问道，一洛，
你看起来很热，要不要休息一下？我带了很好吃的红薯，你想不想要尝尝？很好吃，很甜哦。伊洛不耐烦的一挥手，打断唐云河的话：谁要吃你带来的东西？别以为你长得好看，我就会把展哥让给你。想要展哥？你要不要尝尝看？唐云河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用叶子包好的红薯，展开树叶，把烤红薯递到伊洛面前。早上烤的，因为烤太多了，没吃完，就想着带在路上当口粮。现在有点凉了，但还是可以吃。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吃凉的，我可以给你热一下。伊洛一把抢过烤红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点小心思。什么小心思？你就是想让我拒绝你的食物，然后让展哥讨厌我。可惜我不上你的当。这东西真好吃。那个谁，这东西还有吗？你多给我一些，我把展哥让给你。唐云河顿时愣住了。伊洛不耐烦地眨了眨眼，问道：喂，你到底答不答应啊？唐云河还没回应，展哥急不可耐地说：他答应了，你去让巫医来一趟，等会儿我生火，多给你几根红薯。好嘞，你可不许反悔。伊洛转身拿着红薯，蹦蹦跳跳地离开。屋内只剩下两人，唐云河想起伊洛的话，心里闪过一丝尴尬。这时，展哥说：伊洛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他没有恶意。唐云河笑了笑，我知道，他语气虽然凶，但是对我没恶意。他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是，他其实可以感受到别人对他的恶意以及好意。他照顾傅瑶3年，从未在他身上感受到恶意，甚至傅瑶苏醒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傅瑶身上的恶意，以至于他拖了那么长时间，直到傅瑶对他的恶意越来越明显到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才选择彻底放弃。那位伊洛对他并无恶意。展哥面带笑意地看着他，认真解释道：在我们部落，雌性可以随意对任何一个兽人表达爱慕之意，兽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兽人其实一般不会拒绝雌性，除非是真的不喜欢。3年前的异虎族祭祀大会上，伊洛同时跟5个兽人表白，我只是其中之一，只有我拒绝了他，伊洛反而觉得我很特别，就一直追着我跑。他每次都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跟其他族人说喜欢我，想要跟我结对，想要嫁给我，但私底下他却恳求我，希望我继续拒绝他，因为他有真正喜欢的兽人。他真正喜欢的兽人是金蟒族人，金蟒部落跟我们异虎族是敌对势力，他喜欢金蟒，这是传出去。你想想。唐云河顿时嘘了一声，小声道：你放心，我会保守秘密的，不会传出去。不过金蟒也是兽人吗？他想到蟒蛇的样子就有点害怕。伊洛一点都不怕吗？展哥跟他露出同款表情，是兽人，还是很讨厌的兽人。他们很爱打地洞盗取我们冬季的存粮，这样确实有点讨厌。怪不得伊洛都不敢说自己喜欢金蟒族兽人。伊洛冲进巫医的院子，一把抓住年迈的巫医的手腕，急吼吼道：巫医爷爷，巫医爷爷，快跟我走，族长找你呢。哎呦，你这孩子慢点，慢点，老胳膊老腿的走不动了。巫医气喘吁吁的跟在伊洛后面。伊洛不自觉放慢了脚步，扭头跟巫医说：巫医爷爷，我跟你说，族长带回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雌性，我怀疑她怀了族长的孩子。啥？巫医脚步一顿，惊呼出声：族长的雌性快要生孩子了？什么？族长的孩子出生了？路过的兽人听到这话，立刻震惊了。伊洛张了张嘴，正想要解释，那兽人已经飞快溜走。伊洛心虚的低下了头。巫医爷爷，我好像闯祸了。你也怀了？巫医耳朵有点背，浑浊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伊洛。伊洛连忙摆手：不是，我没。哎呀，快走吧，族长等着你呢。他怕巫医再误会，连忙闭上嘴，拽着巫医朝族长的屋子跑去。石屋前，展哥已经把石屋前面空地上的草拔除干净，还找了一堆柴生上火。唐云河用绿刀把红薯藤切成10几公分鹅小段，用刀在地上刨坑种红薯苗。伊洛一进院子，第一眼就看到唐云河手上的绿刀，顿时震惊万分。喂，你怎么敢把圣刀？我给他的。展哥急急忙忙打断伊洛的话，伊洛的话被堵在了喉咙间，不知道该怎么说。展哥冲唐云河招了招手：唐，过来一下。唐云河快速种好一根红薯苗，起身走了过来，冲伊洛和巫医笑了笑，礼貌地打了一声招呼：你们好，我叫唐云河，你们可以喊我唐，也可以叫我云河。巫医的目光在沾满泥土的绿刀上转了一眼，喊道：小何，把你的手递给我看一看。唐云河不明就里，看向展哥在。展哥解释道：巫医只是帮你看看你的身体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冬季，有些部落的雌性无意间流落到我们部落，因为熬不过冬天死了。这里的冬天很难熬吗？唐云河把绿刀换到左手，把干净的右手伸到巫医面前。巫医那双干燥又有力量的手掌握住唐云河的右手，唐云河只觉得有一股力量涌入他的身体之中。他顿时顾不得跟展哥说话，双目惊异地看向巫医。巫医庄严的面容上带着几分柔慈爱的气息。唐云河本能觉得巫医不会害他，他也没有反抗，任由巫医抓住他的手。那巫医身上传递出来的在力量，温和如春风，让他每一寸肌肤血肉都像是沐浴在温和的泉水之中一样，舒展的令他不免有些沉迷。没过一会儿，巫医松开他的手，那股力量也跟着消失。唐云河心里还觉得有些不舍。展哥看着陷入沉默之中的巫医，问道：他怎么样？
巫医叹道：“这孩子在原来的部落被人用了禁药，以至于让他的力量无法觉醒。”伊洛闻言，湛蓝色的双眼顿时染上了一层怒气。谁呀？推坏了？那个谁，堂堂是吧？你告诉我是谁害的你，我帮你弄死他。巫医扭头敲了他脑袋一记。你这孩子哪儿学来的坏习惯？生命是兽神恩赐，不要动不动就弄死别人。你这样兽神是不高兴的。谁管兽神高不高兴，他高兴就成了。伊洛翻着白眼，心里不停嘀咕，但面上老老实实的抱着脑袋，不敢反驳巫医。巫医回头看向唐云河，问道：“你知道你体内禁药的事吗？”我知道。唐云河的表情并不意外。我被家里人认回去的时候，他们怕我实力太强，会让他们心尖上的养子难过，就偷偷给我注射了异能抑制剂，也就是您说的禁药。唐云河的话直接让星际观众炸开了锅。卧槽！怕亲生儿子实力太强会让养子不开心，就给亲生儿子注射异能抑制剂，让他变成废柴，让他沦为笑柄，再倒打一耙吧，反污蔑亲生儿子给养子注射抑制药剂。唐云河的亲生父母没病吧？星际最狠毒的盗匪都干不出这种狠毒事儿。心疼唐云河，他真的好惨，幼年被有心人调换身份，长大了被亲生父母抛弃，被丈夫抛弃，他这一生怎么总是被人抛弃啊？所以蓝月溪有什么资格卖惨？唐云河从未在公众面前卖惨过，唐云河卖惨也没用啊，他没钱没势，就算想要说出真相，也没有人会相信他。我不明白，唐云河才是蓝家的孩子，蓝家人为什么会那么对他？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因为唐云河是贝塔，蓝月溪是珍贵的 Omega， 贝塔的价值没有 Omega 大，他被蓝家放弃也是可以理解的。贝塔怎么了？就算嫌弃他是贝塔，也不该给他下异能抑制剂。我要举报蓝家使用禁药，蓝家这种败类就不该在帝都待着，好怕他们情绪不稳定，给其他比蓝月溪优秀的 Omega 下毒手。妈呀，这么一说，突然想起元帅家的小 Omega 异能突然出问题，该不会是蓝家下的手吧？元帅亚瑟家有一个小 Omega 诺尔，原本是内定的太子妃，却因为在一次历练之中受了伤，异能源受到损害，异能渐渐消失，医疗队治愈许久都没能治愈。诺尔自从异能降到1级之后，整个人都变得有些颓废，不爱出门，不爱社交，天天都在新网上闲逛，企图寻找到一些偏方能治好他的异能。偏方没找到，却意外刷到了唐云河的直播，弹幕上的留言他也看到了。诺尔不禁回想起当时历练时的情况，当时蓝月溪确实跟他们一组，难道真的是他？诺尔瞳孔微缩，急急忙忙下了新网去找亚瑟元帅。唐云河还不知道，因为他的一句话，帝国掀起了一片动荡。而此时展哥正一脸疼惜地看着他，语气温和地安慰道：“堂堂，你放心，巫医的药很管用，他会帮你驱除禁药，帮你重新获得力量。”真的吗？唐云河语气激动地问道。展哥点了点头，真的。巫医和蔼地说：“是真的，好孩子，你放心，入冬前我一定帮你驱除禁药，让你有力量度过冬季。”唐云河这才想起先前想要询问的是，这里的冬季很难熬吗？展哥点点头，语气沉重的道：“等到了冬季，这一片森林都会被冰雪覆盖，找不到食物，天气也很严寒，体内没有力量的雌性和兽人很容易被冻死、饿死。”唐云河想了想，摸着下巴说：“也就是说，冬季缺粮、严寒，只要克服这2样，熬过冬天应该也不是很困难。”说到这里，唐云河跑到箩筐前，从箩筐里拿出一根红薯，走到展哥几人面前：“展哥，这红薯你也是吃过的，味道好，还特别在谷腹，而且最重要的是，红薯很耐贮存，只要保存得当，放一个冬季是没问题的。所以，你要不要找一些族人来试试红薯的味道？如果他们都喜欢的话，咱们可以多去寻找红薯，或者是多种植红薯，你看怎么样？”伊洛闻言，湛蓝的眸子里闪过一道狡猾的光芒：“我去帮你们喊人，我帮了你，你要多给我烤2根。”伊洛不等唐云河回应，蹦蹦跳跳转身离去。唐云河勾唇一笑：“伊洛真可爱。”直播间观众附和道：“确实很可爱，哈哈哈哈！部落里的小老虎精都好直白。”心机写脸上。伊洛的心机：我要多吃1根红薯。蓝月溪的心机：废你异能。啊！突然觉得帝国好恐怖，蓝月溪怎么还没被抓起来审判？楼上有病吧？就算唐云河被下异能抑制剂，那也是蓝家做的，不是蓝大师干的。谁让唐云河自己不讨喜？他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蓝家人宁愿喜欢一个养子，也不喜欢他？妈呀，假粉这逻辑真感人，占了人家位置，还要人家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讨喜？假粉滚出去！看到你们就好恶心。网上不自觉又掀起一轮骂战，等观众吵够了，发现食物前不知何时多了好些穿着兽皮的人。红薯一次性不能烤太多，唐云河只烤了3根，来的却有10个雌性，他只好把烤熟的红薯掰成小块，分给他们吃，只希望这样不会影响到他的任务完成。伊洛接过分到手上的小块红薯，嘟着嘴不是很开心地说：“怎么就这一点啊？”唐云河温声哄道：“不好意思啊，一次只能烤那么多，下次我多给你分一点。”算了，有的吃就不错了。伊洛把自己手上的红薯分掰成2份，递给唐云河一半：“喏，你也吃。”我……唐云河惊讶地看着伊洛，伊洛梗着脖子，斜着眼睛看他：“咋的？你不吃，我们怎么知道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
唐云和眉眼一弯，接过红薯，好声好气的道：“好，我吃，谢谢你啊，伊洛。”“谁要你谢？”伊洛背过身去，悄悄红了的耳朵并没有逃过唐云和敏锐的目光，只不过此时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处理，不然真想再逗逗他。他脑海之中的系统再一次发出了声音：“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共邀请11个人品尝烤红薯，并得到好棒棒的评价，获得赞同人数5万加，超额完成任务，系统正式启动。”宿主现在了解获得的奖励以及系统，还是稍后再做了解？稍后了解，现在不是了解系统的好时机。既然任务已经完成，唐云和也可以不用再烤红薯给他们吃。他给每人分了2个红薯，让他们拿回家自己烤着吃。把其他雌性送走之后，唐云和额外塞给伊洛5个红薯，让他抱在怀里。伊洛震惊地看着他：“你给我这么多啊？”唐云和道：“也不多，你拿回家慢慢吃，等吃完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山上找红薯。”伊洛狠狠点头：“这是你说的，以后我来找你。”“好啊。”送走伊洛，唐云和看向巫医：“巫医爷爷，我让展哥送你回家吧。”巫医点点头：“好，他正好跟我回去拿你第一次需要用的药。”“谢谢巫医爷爷。”唐云和感激道。他捡了几个红薯，让展哥给巫医带回去。送走巫医后，唐云和坐在火堆边，右手托着下巴，盯着火堆发呆，思绪不由飘到系统上，意识里说了一声：“查看系统。”叮，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奖励1万金币，奖励随身储物仓库1间，成功解锁第2个任务。主线任务2，请宿主在兽人大陆打造1间厨房，并向星际世界展示5种美食，完成可获得神秘大奖。支线任务，打造1间厨房，完成可获得金币100。唐云和看到系统任务的一瞬间，后知后觉发现，系统，你可以联系星际世界。你怎么联系？叮请宿主查看系统简介。接着，一道信息进入唐云和的大脑之中，唐云和从中了解到，系统原来是美食种田直播系统。美食种田直播系统需要他接触到自然植物才会开启，然而过去的20多年里，他从来没接触过自然植物。他购买的食物不算自然食物，那种食物其实是科技合成产物。当初他如果按照自己的志愿上了农业大学，绝对有机会触碰到有生命力的自然植物。可惜的是一步之差，他愣是与自然植物失之交臂。直到他穿越到兽人大陆，接触到自然植物，才正式开启系统。系统开启之后，因为系统内部能量不足，系统经过严格计算之后，把最后一份力量用在调整2个世界的语言一致性上。至于直播间已经没有能量再去维护，也就是说，自他到达兽人大陆的开始，他的一切都被直播给了星际观众，这让唐云和心里很别扭。他方便的时候也直播。系统软萌萌的声音在唐云和脑海之中响起：“对不起了，亲爱宿主大人，都是小巴不好，小巴不该不经你同意就开启直播。不过宿主放心了，涉及你的隐私会黑屏的了，不会传出去。”唐云和眼眸微闪，松了一口气。他释然一笑：“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当时那种情况，确实是改变2个世界的语言最为重要。如果不是你帮我改变这个世界的语言，我根本听不懂展哥的话。”系统和唐云和对话的时候，镜头转成了空镜，观众只能看到整个部落的风光，听不到唐云和在说什么。等镜头再转过来的时候，唐云和已经起身继续种红薯苗。红薯苗这么种，真的能活吗？不需要植物细翼能帮助它生长。唐云和干活的速度还挺快，为使以前制作机甲零件的时候手速那么慢，可能是不适合做机甲零件吧。突然发现唐云和长得还挺好看，才发现啊，唐云和本来就长得很好看了，要不然展哥也不会对他一见钟情。展哥对他一见钟情？不会吧？唐云和的耳朵悄悄红了。自从他完成系统主线任务之后，系统的力量又解锁了一部分。现在系统已经可以让他在脑海内实时观看观众的留言。原本他以为观众都是来骂他的，却不想他们友好的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后来才了解到，因为他无意间说的话为他澄清了许多事。唐云和正想着心事，身后传来一道热情的呼喊声：“唐！”唐云和蹲在地上，扭头看去，来了好几个雌性，喊他的人是伊洛。伊洛手里抱着一张熊皮，冲他笑了笑，语气爽快的道：“唐，你先种红薯，我带他们去给你收拾屋子。”“谢谢啊。”唐云和连忙起身朝伊洛走去，边走边打招呼：“卡沙尔、莫、丘、迪拉。”唐云和记忆不错，别人说一遍，他就能记住对方的名字，还能把人和名字对上号。其他4位雌性冲他友好一笑。卡沙尔扬声道：“唐，你就不要过来了，快去种你的红薯，我还等着吃你种的红薯呢。”“是啊，唐，快去吧，我们给你铺就好了。”莫的个子在那一群雌性之中最矮，但依然比唐云和高了小半个脑袋。他一笑起来，唇角露出一颗尖尖的虎牙，看起来很是可爱。唐云和心里一暖，看着他们的背影，小声感慨道：“一虎部落的人真好，心思单纯，相处起来真轻松。不像在星际，他随时都要提着心，生怕哪里没做好，又要被骂。尽管他小心，小心，再小心。”
还是要被骂。唐云和深吸一口气，也不去管观众怎么看他，埋头继续种红薯苗。他们带回来的红薯苗不是很多，唐云和没用多长时间就把余下的苗全部种进了地里。他起身朝屋内走去，石屋内几名雌性已经给他铺好了厚厚的兽皮床。伊洛见唐云和进来，对他招了招手：“唐，你过来，我跟你说哦。”唐云和走了过去，伊洛指着屋子一角：“这屋子太空旷了，他们兽人住还行，你一个雌性不行。不过今天也晚了，来不及去准备，明天我们帮你弄一些石台摆在家里。”石台是什么？兽人部落的住处摆设都很简单，他们的屋子里没有衣柜，没有桌椅，没有锅碗瓢盆，也没有梳妆台，没有多余的衣物。吃的东西只有烤肉和水果，穿的衣物只有兽皮，放闲置衣服的地方只是几块石头搭建的石板。这些都是唐云和在跟伊洛等人闲聊的时候探听到的。观众被兽人部落艰苦的条件给吓哭了。没有床我可以忍受，可是没有新网，没有机甲，这怎么忍啊？兽人部落怎么那么穷？吃的可以将就，衣服只有兽皮，真的忍不了一点啊！突然觉得我每月领救助金也不是那么穷了。老虎精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啊？怎么不会制造工具？原来看唐云和很不顺眼，现在有点怜爱了。唐绿茶现在后悔了吧？早知道就不该跟副少将离婚，不离婚现在还是少将夫人，哪会像现在这样连衣服都没得穿。唐云和目送伊洛等人离去后，意识扫过弹幕，忍不住回了一句：“我不后悔离婚，在这里过得很好，各位不用担心我。”这话一出，弹幕炸了。你能看到我们的弹幕？你是不是能看到弹幕？你什么时候看到弹幕的？你该不会一直能看到弹幕吧？唐云和没有隐瞒，伊洛几人吃了我的烤红薯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完成，然后就能看到你们的弹幕。完成任务？唐云和，是有人送你去的兽人大陆吗？唐云和，是不是跟你同一飞船的其他人都还活着？对啊，唐云和，为什么你还活着？其他人呢？为什么会有任务？唐云和，你说清楚。唐云和正想回答，突然听到远远一道呼唤：“唐唐！”接着下一秒，一道高壮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唐唐！展哥又喊了一声，献宝似的把一颗青灰色不怎么规则的药丸子递到他面前：“巫医给你做好的药，你吃了就能驱除一部分毒气，恢复力量。”唐云和伸手刚触碰到药丸子，脑海里响起一道声音：“叮！初级解毒丸，可排除一部分顽固异能抑制剂，帮助宿主恢复一部分异能源，无毒，可食用。”唐云和一把接过药丸子，冲展哥道了一声：“谢谢。”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服了下去。啊！唐云和，你个死恋爱脑，你没救了！陌生男人给的东西也敢随便吃？唐云和，你是不是蠢？异能抑制剂我们帝国研究100年都没有研究出解药，一颗泥丸子就能解除药性，你脑子被虫族啃了吗？怪不得副少将不喜欢你，就你这蠢样，副少将能看上你才怪呢。亲，你脑子呢？未知药丸要经过专业检测才能吃，药品安全课没学吗？你说兰家逼你吃异能抑制剂，我们信了，可这药丸子没人逼你吃，你还吃，别回头出事了，又赖老虎精害你。唐云和此时已经没心思去解释其他的事，那颗药丸吃下去后，他感觉肚子一阵疼痛。起初肚子只是隐隐作痛，他还能忍着，只不过是脸色不太好。过了没一会儿，肚子翻着滚的疼，唐云和疼得捂住肚子往地上蹲去。下一秒，唐云和身体腾空而起，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里。展哥把唐云和抱进屋里，放在兽皮床上，蹲在他面前，伸出大掌覆盖在他的肚子上，慢慢揉着。唐唐，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温厚的嗓音吸引了唐云和的注意力，唐云和忍着疼痛朝展哥看去。展哥难为情的挠了挠头：“那个，我跟你说了，你不许给别人说哦，那是你的隐私，不要说。”唐云和说话太急，牵动到身体，肚子越来越痛。唐云和闷哼一声，想再说点什么，却疼得开不了口。展哥眼底划过一丝心疼，连忙调整了一下姿势，坐在他对面，一边给他揉着肚子，一边缓缓道：“我小时候可调皮，有一天晚上，我趁阿富和阿妖给我造小弟弟的时候，叼住他们的裤衩子，偷偷溜了出去。我想用他们的裤衩子去网鱼，结果鱼没网住，裤衩子掉河里找不见了。”唐云和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小时候真调皮，然后呢？有没有挨打？”展哥皱着眉头说：“我怕挨打，就偷偷溜出了部落，抓了一只猴子回来，扔我阿富床上。那个时候我阿富还在摁。然后，哈哈哈！”唐云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用展哥说，他也能想象得出那会是怎样一幅场景。正在做运动的两人，情至浓时，背上突然多了一只猴子，那画面，哈哈哈哈！唐云和笑得停不下来，他笑，观众也跟着大笑不止，完全忘了他们还在骂唐云和。唐云和好不容易止住笑意，就听展哥说：“唐唐，你肚子现在还疼吗？”“对哦，我肚子。”唐云和连忙低头看向自己的肚子，肚子已经不疼了，而且肚子里还多了一股温热的感觉。唐云和伸出手掌，掌心蓦然多了一团火焰。“展哥，你快看，我异能升级了耶，我都能发火球了！”唐云和激动得几乎快要落泪，观众更是一片沸腾。那么小一颗丸子，
居然真的可以解开异能抑制剂，好想要那颗药丸子。唐云和快去问问老虎精配方是什么啊，只要你问到配方，我给你打赏。感谢阿尔法家的小舔狗送出的一艘飞船，感谢甜心小虫子送出的一艘飞船，感谢好想睡了那个校草送出的一个机甲。已经有聪明人在弹幕上给唐云和刷起了礼物。唐云和此时并没有心思去看弹幕，一门心思玩火球。火球在纤细的手指间变来变去，一会儿变成一颗小球，一会儿变成2颗火球，一会儿被捏成椭圆形的球。伴随着清脆的笑声，展哥意犹未尽地抽回手掌，起身说：糖糖，你今晚就在这里睡，我睡在你旁边的屋子里，你有事喊我一声。展哥说完大踏步离去。沉浸在喜悦情绪之中的唐云和并没有发现展哥的异常。在展哥走后，他摸索着玩了好一会儿异能，才看向弹幕。弹幕上不是在求药方，就是在打赏。唐云和收回意识，小声问系统：可以关了直播间吗？2界传讯通道正在建设之中，不能关闭直播，但可以短暂屏蔽。宿主与系统的对话会自动屏蔽，还挺智能。系统，他们打赏的星币我可以提取出来用吗？丁，打赏所获得的星币，系统和宿主五五分成。宿主获得的星币可以转化为金币，1万星币可以兑换1个金币。唐云和不由震惊，金和兑换比例也太高了吧，1万星币才只能兑换1个金币。丁，金币是含有能量的货币，星币只是虚拟货币，在宇宙之中能量币才是硬通货。能量币，那可以取出来吗？我可以用金币修炼异能吗？丁，金币可以取出来，也可以用于修炼，但不建议直接用来修炼。宿主可以开启商店，在商店之中购买修炼用的物品。丁，宿主是否花1000金币开启初级商店？开启商店。丁，初级商店开启。唐云和脑袋一晕，意识来到了一座虚拟商店之中。商店内只有2排货架，架上有一些方木格，木格之中有一些物品，物品下方贴着价格标签。唐云和下意识往前走了一步，意识飘到了货架前。第1排货架，第1个物品是一个灰色布包，标签上写着磷肥200粒，1个金币。磷肥的信息同时传入唐云和的脑海之中。1粒磷肥可以兑10公斤水，用以浇灌植物。磷肥可以适当缩短植物生长时间，提高产量和作物品质。这等好东西，还犹豫什么？唐云和点了一下磷肥，下一秒，磷肥购买成功，被系统放入他的储物仓库之中。储物仓库不是很大，大约只有2个立方大小。唐云和意识再度回到商店，快速扫了一眼。第1排货架除了磷肥之外，其余皆为种子。第2排货架是关于修炼异能的物品。初级火系晶石，1000金币1颗，可以供宿主修炼10天，大约5颗晶石可以让宿主修炼到异能2级。初级风系晶石，5000金币1颗，可以供风系兽人修炼。初级制造术，1万金币1本，学会后可以学会初级生活用品制造技能。初级体术，1万金币1本。初级精神力修炼法，2万金币1本。初级火系异能修炼术，3万金币1本。初级风系异能修炼术，5万金币1本。看到那些修炼术的价格，原本觉得自己很富有的唐云和顿时感觉1万金币什么也不是。风系异能修炼术是专门为展哥准备的吗？定，我家宿主的男人不能是弱鸡。系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他的男人？他跟展哥他们才认识2天时间，哪有那么快？唐云和连自己都不知道，他只是觉得和展哥之间进展太快，从未反对过2人之间的关系。连续消耗精神力，唐云和困得招架不住，倒在兽皮上睡了过去。一夜好眠。唐云和起来扫了一眼弹幕，才想起昨晚忘了回应观众。他想着以后他的金币来源大多数来源于观众打赏，当即摆起笑脸跟观众道了一声早。早啊，早什么早？我昨晚1晚上没睡。唐云和别以为你笑得好看就可以不告诉我药方的事儿。就是唐云和，我们给你打赏了那么多，你总要有一个表示吧？我们也不要求你马上拿出药方，只需要你去问一下，这都不可以吗？唐云和看了一会儿弹幕，回道：不是我不想告诉你们配方，而是那配方是巫医所有，我跟巫医只有一面之缘，他怎么会把药方给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这样吧，这事儿我先记在心里，等我跟巫医混熟一点，再帮你们打听消息。阿尔法家的小舔狗，只要你肯打听就好。感谢阿尔法家的小舔狗送出10艘宇宙飞船，1艘宇宙飞船价值9999星币，10艘就是9万多星币，这位真是大手笔啊！可惜傻子才会给你们送药方。唐云和偷偷跟系统说，等巫医说药方的时候，你给我屏蔽，不要让星际的人听见，然后告诉星际的人没有药方，打赏他要，药方也不给。嘻嘻，宿主你烟坏，不过我喜欢。唐云和几经思索，最终买下了那本初级制造术。初级制造术买下后，化作一团信息流入他脑海之中，那些信息进入他的脑海之中后，给唐云和一种感觉，只要他想，他就能制造出他所想要的一些东西，比如锅碗瓢盆、衣柜、灶台等物。初级制造术分为5个大类：木工制作工艺、陶瓷制作工艺、衣服制作工艺、编织技巧、房屋泥土制作工艺，基本涵盖他所需要的所有生活物品制作技能。那1万金币花的太值了。
唐云和心里变得踏实了许多，他起身朝外走去。今天我们的任务有点重，住的地方可以缓缓，但是吃的东西不能马虎。我们今天先制作几个木桶，没有水桶，我连红薯苗都没有浇灌。幸好这部落里的气候并不炎热，迟一天浇灌，红薯苗也不会被晒死。唐云和说话间已经走到门口，拉开木门，硕大的一团毛茸茸猝不及防闯入眼中。唐云和吓了一跳，展哥，你来了，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大老虎打了一个哈欠，起身抖了抖身上的毛，晃身一变，一个健壮又俊美的男人出现在唐云和面前。展哥随手揉了揉散碎的金色齐肩微卷长发，笑得迷人。早啊，糖糖。早啊，老虎精大人。早晚有一天会醉死在老虎精的美貌里。老虎精果然美貌无敌，那头金发好乱哦，好想给他梳两下。好巧，他也想给展哥梳头发。唐云和定定地看了展哥那头略微有些凌乱的头发，心里想着那头发若是梳平整，再用金色王冠发箍或者是金色小铃铛发绳固定一下，一定非常美。可惜这地方连一把梳子都没有。展哥从门边的大石头上取过用树叶包好的烤肉和水果，递给唐云和。糖糖，你先吃点东西，等你吃好了，我带你去逛部落，带你认识一些人。唐云和接过树叶包，仰头问道：你吃过了吗？我已经吃过了。展哥不好意思的笑笑，心里有些局促不安。糖糖会不会觉得他不够体贴，没有等他一起来吃烤肉？下一秒，一块烤肉被塞到嘴巴边，展哥下意识张大嘴接住，目光下移，对上甜甜的笑容，脑袋一阵迷糊。糖糖笑得可真好看，为什么他觉得今天的烤肉比甜甜果还甜？唐云和放下脚尖，一手环抱着树叶，一手拿着一颗青青果，笑着说：我早上吃不下那些东西，有一小块烤肉就够了，大块的烤肉给你吃，好不好？好好好，怎么不好？还需要问吗？老虎精已经被你迷成了一个智障，你给他喂食他也会说好香。老虎精这个没出息的玩意儿，不就是一个笑吗？看把你迷的，老子也会笑。你喜欢看人笑，你过来，我笑给你看，保证比唐绿茶笑得更好看。不得不说，唐云和确实长得挺好看，以前怎么没发现？只有我在想，这两人这么快就看对眼了吗？副少将怎么办？前夫就该跟死了的鱼一样，不要出来碍眼。唐云和展哥分食完早餐，他并没有去村里闲逛，而是央求展哥带他去了山里。过了一段时间，展哥背着几节树桩和唐云和回到石屋前。部落里的兽人和雌性看到他们的举动，纷纷围了上来。唐，你们这是做什么？唐云和看了一眼说话的兽人，不认识，但他还是耐心回道：我准备做几个木桶，用来装水。那兽人压根没听清楚唐云和说什么，只觉得他好好看，声音好温柔，明亮又清澈的眼睛看得他一颗心扑通扑通直跳。呼啦一声，那兽人直接变成了一头大白老虎，蠢萌萌的大老虎，两条后腿直立，前脚交叉，扭腰摆臀，跳着极为骚气的舞蹈。这是在干嘛？唐云和惊呆了，展哥脸色黑沉沉一片片，直播间是观众笑得停不下来。我去，好骚，哈哈哈哈，太骚了，救命啊，怎么会有这么骚的老虎？哈哈哈哈哈！擦边警告，擦边警告，擦边警告，这是我能看的吗？为什么老虎精会一言不合就跳舞啊？这是在干嘛？为什么周围的老虎精都不笑？这不好笑吗？可能是习惯了。一虎跳着是跳着，一个扭腰，一个摆胯，骚气的大脑袋360度大旋转，一甩，嘴里顿时多了一束野花。他扭着腰朝唐云和走来，展哥终于忍不住，一脚把他踹飞，滚远一点！还有你们，都滚！展哥的目光横扫过在场其他兽人，其他兽人顿时一哄而散。唐云和还是懵逼状态，到底怎么了？伊洛扑哧一笑，上前拽着唐云和的手，把他拉到一边说：刚才那兽人叫凯特，他在给你跳求偶舞呢。什么？求偶舞？唐云和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他想过那兽人得了失心疯，犯了癔症，想过他天生就是显眼包，从未想过那是求偶舞，还是给他跳的。唐云和目光不由落到展哥身上，如果那舞是展哥跳，打住！唐云和脸色微红，不敢再想下去。展哥见此，以为他脸红是因为那头该死的不要脸的兽人，气得他心底直冒烟。展哥语气低沉的道：糖糖，我再去给你找一些木头回来。话落，展哥冲了出去。哦豁，这是吃错了，原来老虎精求偶会跳求偶舞。想问问兽人部落的雌性，求偶舞真的好看吗？不好看，只想踹他两脚，太骚了。哈哈哈，会求偶舞，笑得我想死。同一时间，井号求偶舞井号登顶新网热搜榜1，全新网都在模仿求偶舞。傅瑶就算再不问世事，也听说了求偶舞的事，更别说跟他同一级别，素来有点恩怨的少将思妍，专门跑去第5军，当面问他：傅瑶，看别的男人给你前妻跳求偶舞，你是什么感觉？开不开心？傅瑶脸色当场黑了下来。思妍仿佛没看见他的脸色一样，继续不怕死的说：你肯定觉得无所谓吧？本来你就不喜欢他，喜欢蓝月熙，别说只是跳求偶舞，
就算当着你的面亲走啊，你也不觉得有什么的吧？傅瑶忍无可忍，厉声呵斥道：“闭嘴！”思妍轻飘一笑：“哟，傅瑶，你这是着急上火了？”没有，傅瑶直接否认。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没有在意，傅瑶还语气轻松地说：“过段时间我会和希儿订婚，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典礼，是吗？”思妍假意笑道：“恭喜傅少将得偿所愿，希望这真的是你想要的。”思妍拍了拍傅瑶的肩膀，意味不明的笑了笑。傅瑶浑浑噩噩，不知怎么回到了办公室。他拿出光脑，又放了回去，接着又拿了出来，又放了回去，如此往复好几次。傅瑶终于还是打开了光脑，新网打开的瞬间，跳出来的就是求偶舞相关信息。傅瑶手指死死捏紧光脑，呼吸不由一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打开视频，只看了几秒，他不由嗤笑出声。唐云和的眼光不会那么差。果然，镜头给到唐云和的时候，唐云和脸上全是震惊不解，没有一点喜欢。傅瑶心里不由松了一口气，只是还没来得及放下心来，那跳舞的兽人已经被展哥一脚踹飞了出去。展哥回头和唐云和对视的瞬间，被网友配上了甜蜜蜜的 BGM， 还有文字：“唐云和好帅，爱老虎油，展哥小样儿，哥还不迷死你。”傅瑶脸色顿时一冷，胡说八道，造谣生事。傅瑶直接动用权限删了那网友的视频，以及好几个相同的视频。网上没有那些碍眼视频之后，傅瑶心情总算好了一些。他无意识逛着新网，逛着逛着，不由点进了唐云和的直播间。唐云和的直播间已经更名为唐云和爱种田，在线人数600W 加，怎么会那么多人？傅瑶百思不得其解，唐云和凭什么能吸引那么多人看他？他看向直播间，直播间内，唐云和手握一把绿色大刀，不断削着木头，一块木头在唐云和的操作下，很快变成一块带有凹槽的木片。他的脚下已经削好了一大堆木板，阳光柔和地打在他的侧脸上，让他沉静又精致的五官看起来温柔极了。弹幕上不断刷着岁月静好。这一刻，傅瑶竟觉得唐云和担当得起这一词。只不过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看了？印象之中的他木讷不讨喜，恶毒虚伪，嘴里除了谎话没有一句实话，什么时候变了呢？傅瑶神色不禁有些恍惚。过了一会儿，那张沉静的侧颜突然多了一抹鲜活的色彩。唐云和眼睛一亮，拍了拍手掌，开心的道：“搞定！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看好了哟，不要眨眼。”唐云和回眸对着镜头一眨眼，俏皮的模样让傅瑶不由呼吸一紧，直播间更是嗷嗷叫：“哦哟，堂堂小可爱真的美呆！好好，我等着，变不出来也没关系，照着骚虎的动作来一套即可。”嗷嗷嗷！好想看堂堂跳求偶舞，堂堂笑起来这么美的吗？现在我只佩服傅少将，面对那么美的人，居然愣是没有一丝动心，果然军人意志坚定。早知道钱少将夫人这么美，我就该等在港口截胡她。傅瑶看着弹幕，眼神变得极为不善。唐云和就不能安分一点吗？非要勾引那些人来证明你自己吗？傅瑶脸色很不好，可惜会小心翼翼哄着他的那人早就看不到这一切。唐云和把木片规整好，随后蹲在地面上，手指不断动作，拿地上的木块进行拼接。不过短短2-3分钟，一个木桶出现了。你们看这木桶怎么样？唐云和是跟观众说的，同时也在跟迪拉等人说。迪拉几人围了上来，好奇地盯着木桶打量。唐，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迪拉把在头伸出木桶里，脑袋从提手另一边钻出来，扭着脖子问唐云和：“这是挂脖子上的吗？”刚从震惊之中回神的观众又被迪拉的骚操作给逗笑了。神 TM 挂脖子，哈哈哈哈！老虎精居然连木桶都不认识，他们那边的文明进程怎么那么低？我记得远古时代的原始人都会使用木桶吧？他们连原始人都不如，可能他们生活之中不需要用木桶吧？还是好震惊唐云和的手艺，他太厉害了！别吹了好吗？不过就是造一个木桶而已，人家蓝大师可以打造机甲，他会制作机甲吗？唐绿茶会制作机甲，也不会门门课挂零，成为机甲系有史以来成绩最差的学生。赶紧多刷一点开心的，不要让堂堂看见不开心的。本来他就不爱跟我们说话，看见脏东西就更不愿意跟我们说话了。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堂堂没有用一颗钉子一点胶水就把木桶做好了吗？弹幕上的人快速刷着夸赞的话。此时的唐云和并没有看向弹幕，他笑着把迪拉的头从水桶里解救出来，拿起水桶跟他们说：“这是水桶，不是用来挂脖子上的，是拿去河边提水的。我做这个是想要去河边提一些水回家，用来浇灌红薯苗。”迪拉闻言顿时笑道：“用水哪那么麻烦，我给你水。”说着，迪拉嘴里念念有词，手指变换着手势，一道水流从他的指尖冒了出来，水流入了木桶之中。没一会儿，水桶之中蓄满了水。迪拉撤掉水流，嘚瑟地冲唐云和挑眉：“怎么样，唐，是不是很厉害？”“很厉害。”唐云和真心实意地夸道。迪拉不好意思地揉了揉脸：“也不是那么厉害了，我的水能力其实也不是那么厉害，春沙的植物生长能力才厉害。如果他在部落，
会让你的红薯藤很快长好并结果的。唐云和好奇问道：“春莎离开部落了吗？”迪拉点点头，他跟随他的伴侣去海边换盐去了，走了有大半个月了，再过半个月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带他来找你。春莎很温柔，我很喜欢他。唐云和笑着说：“那等他回来，我请他吃好的。”什么好吃的？迪拉顿时来了精神。其他几名雌性同样眼巴巴地望着唐云和，这让唐云和觉得今天若是不给他们做一点好吃的，他们估计会哭出来。面对几双眼巴巴的眼睛，唐云和心一软，答应了下来。等我把木桶装好，把灶台弄好，就给你们做好吃的。不过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迪拉问道：“你要我们做什么？”唐云和不客气地给他们指派了任务：秋和墨帮我捡一些干柴过来，卡沙尔和伊洛帮我弄一些黄泥过来，迪拉帮我把水桶里的水装满。至于伊洛，可以帮我找一下展哥，让他帮我弄一些碎石头回来吗？伊洛回道：“不过是一些碎石头，我帮你去捡就好了，哪里用得着展哥？走吧，我们去帮唐弄东西。”几名雌性跟着离开，食屋前只剩下了迪拉和唐云和。唐云和动作迅速地把地上一堆木块安装成一个个木桶。迪拉看着唐云和的动作，小声问道：“唐，你可以教我做木桶吗？”唐云和回道：“我做的木桶用到的是榫卯结构，这种技艺比较复杂，学起来比较困难。”这样啊，迪拉失落地低下了头。那么重要的技艺确实不能随便交给别人。下一秒，他又听唐云和说：“我这几天都要忙着做家具、收拾屋子，没时间教你。你等我闲下来好吗？等我把家里收拾好了，闲下来，我再慢慢教你。你也可以看着我做木桶，有不懂的随时问我。”迪拉顿时扬起笑脸：“唐，你真好啊！我也想学。榫卯结构好像是一种古老的技艺，唐云和居然会那么古老的技艺，我也想学。”唐唐说话声音好温柔啊。他说要做家具，是我想的那种家具吗？在观众猜测的时候，唐云和又挥动绿刀开始制作木条。他如先前一样，先把木条制作好，再用火系异能把木条里的水分控干，接着拼接起来。如果说先前唐云和做的木桶只是让迪拉和直播间的观众震惊，接下来他做的桌子、板凳、盆碗、勺子、筷子已经不只是震惊，而是真切的崇拜。唐唐简直是家居小能手，好厉害啊！好想把唐唐抱回家啊！快定位唐唐的位置，我愿意去接他回家。傅瑶眼瞎不喜欢他，我喜欢他，好想跟唐唐结婚。跟唐唐结婚的前提是打赢那只老虎精，那只老虎精好像有点凶。没关系，我有2S 机甲，打一个老虎精不在话下。卧槽！家人们，居然是思妍少将！思妍少将喜欢唐云和，思妍少将好眼光。傅瑶看着弹幕，脸色蓦然变得阴沉起来。思妍可真有意思，以前跟他抢希儿，现在跟他抢唐云和。不对，唐云和不是他的，是他不要的。思妍抢不到希儿，就拿唐云和来恶心他。傅瑶冷冷一笑，思妍想多了，唐云和根本影响不到他，他一点都不在意唐云和，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备胎罢了。傅瑶保持着端坐的姿势，一动也不动。理智让他关掉直播，不要再看唐云和，手指却没有半分行动。他就这样保持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直到展哥回来。就在他准备抬手关掉直播时，蓝月熙的信息发了过来。傅瑶僵硬的手指点在了信息上，信息窗口弹了出来。蓝月熙，阿瑶，我心口好疼，你能不能来陪陪我？傅瑶正要回一个好字，蓦然听到展哥撒娇的声音：“糖糖，我好疼呀 ！MD， 一只死老虎精，装什么小白花？”傅瑶差点被恶心到吐出来。他动作飞快地划掉信息弹窗，阴恻恻的目光死死盯着那张故作委屈的脸。死老虎精，矫揉造作！傅瑶眼里燃烧着熊熊烈火，仿佛是要冲过屏幕烧死展哥。他在心里暗暗唾骂唐云和，希望他脑子不要那么愚蠢，不要被死老虎精给迷惑了心智。然而他期待的一幕并没有发生。唐云和不仅没有理智地拆穿老虎精的伪装，反而心疼地凑上去，对着老虎精手臂的伤口吹了吹，然后仰头问道：“疼不疼？”“好疼！”砰！傅瑶一拳砸到桌面上，愤然起身朝元帅府走去。他决定了，唐云和怎么说也是他的前妻，他不能放着他流落异界不管。元帅亚瑟听了傅瑶的来意，疏离的道：“傅少将，唐云和行踪已经被列为最高机密，帝国已经尽全力在追查他的下落。他的下落查出来之前，唐云和专案小组不会再放新人进去。请恕我也没办法帮你。你如果担心他，不如自己组建搜查小组，以第5军的实力和你傅家的力量，组建一支搜查小组并不困难，除非你怕动用傅家力量会让你那位小情人不开心。”傅瑶心里一跳，迫不及待地反驳道：“希儿不是那样的人。”“你说是就是。”亚瑟笑了笑，客客气气地送客：“傅少将回去吧，不管你说多少次，我都没权限让你进唐云和小组。”傅瑶面无表情地起身，对着亚瑟行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等他一走，楼上的诺尔哒哒哒跑下楼，一把扑到亚瑟身上，搂住他的脖子，撒着娇喊道：“父亲，怎么不多睡一会儿？”亚瑟宠溺地捏了捏诺尔的鼻子，诺尔往他旁边一坐，抱着他的胳膊，小声抱怨道：“你还说呢？你怎么把傅瑶放进来了？我中了异能抑制剂的事儿，肯定是蓝月熙干的，没准傅瑶也是帮凶。
傅瑶肯定一直记恨你夺了他父亲的元帅之位，报复不了你，就报复到我身上。哼，一个只会欺软怕硬的窝囊废，有本事跟你正面对打呀，找我出气干什么？亚瑟眸光微动，轻笑着拍了拍诺尔的肩膀，淡淡叮嘱道：没有证据的事不要乱说。可是除了他们，谁会那么坏？别可是了。亚瑟打断他的话，这件事到此为止。诺尔不开心地问道：为什么？亚瑟低声无奈一叹，傅瑶的母亲是皇室公主，蓝月系的老师是帝国第一机甲大师，只要他们没做出损害帝国利益的事，他们都不会受到惩罚。而你，一个没有异能的废柴 Omega， 谁会在意？诺尔听懂了亚瑟的话外之意，双拳暗暗紧握。说到底，还是他的价值不够大。唐云和做好桌子板凳的时候，卡莎尔几名雌性也把他所需要的材料送了回来。唐云和拿木棍在食物左侧位置画了几条弧线，随后就开始沿着线摆放石头。石头并不规则，唐云和尽量选择大小差不多的石头。他先把大块的石头铺在下方，小一点的铺在上方。他一边垒石头，一边把黏黏的泥往石缝上抹，补齐石头缝隙的同时，也让石头变得更牢固，不会散开。做好一层，唐云和就用异能把泥土烘干，这样一来，省去了泥土自然干缺的时间，让他能继续往上面垒石头。迪拉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一边帮着和泥土，一边问道：唐，你在做什么？我在做灶台，等灶台做好了，等会儿给你炖骨头汤喝。唐云和手上动作不停，自从学了初级制造术之后，他那双手和脑子仿佛过改造过一样，不需要丈量，不需要小心仔细的去做，他就能做出当前条件下最为完美的作品。沃爱堂堂的动手能力真强。当唐云和做出桌子水桶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不过是小意思。当他徒手做了一个灶台出来的时候，我惊呼：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唐云和是不是专门经过培训？为什么他做这些这么熟练？我怀疑，这该不会是某个组织策划的一场荒野求生类节目吧？怎么那么巧，唐云和就会做那些东西呢？对啊，整艘飞船在 S235 新型量子炮下炸毁，飞船都被炸成碎片了，为什么唐云和还活着？而且就算他死里求生，命大，为什么会在飞船炸毁当天就开直播？间隔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他是怎么去网易界的？直播间的人对唐云和的质疑不但让观众讨论不休，就连傅瑶也开始怀疑起来，甚至一度他有点认可弹幕上的一种说法，有没有一种可能，唐云和跟星道是一伙的？他们联合唐云和策划这件事，就是想要向大家推销他的假药，说不定唐云和过段时间就会在直播间公布所谓的解除异能抑制剂毒性的药方，然后里面的某种药只能从星道名下购买。别说，星道还真掌控了几个药物生产基地。这种说法很快得到大部分观众的认可，但也有小部分观众觉得唐云和跟星道合作简直无稽之谈，兽人怎么解释？星道那么厉害，连老虎精也能制造出来。有人立刻辩解道，特效也不是那么难制作。傅瑶看到这里，心底不由升起一股怒气，唐云和当真是堕落至极，居然跑去跟一些不入流的演员演戏，少将府的钱财还不够他挥霍吗？傅瑶正生闷气时，一直闷头干活的唐云和突然回应道：你们别瞎猜了，哪有那么多阴谋论？我能在那场爆炸下活下来，无非是因为我母亲留给我的一件宝物保护了我而已。对了，我说的母亲不是兰家夫人，而是我第一世的母亲。这话一出，弹幕上的观众觉得唐云和在鬼扯，不是，他以为这是在修仙呢，还第一世？什么宝物能把人从爆炸之中保下来，还能瞬间穿越到不知名的星球上？帝国最新空间研究都做不到瞬间传送，他是怎么做到的？帝国元帅府。亚瑟接到电话后，连忙打开唐云和的直播间，就听他说：我第一世的时候生活在古地球，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师，因为一场车祸去世，穿越到星际时代，穿越之后生活在废星，因为我带着记忆，所以就算没有家人，我也能在废星活下来。后来我想从事上一世的职业，继续当一个厨师，就报考了帝都大学的农业院校。我想接触自然植物，获取自然食物，然后重现古地球时代的菜品。可惜当我到了帝都的时候，被兰家人找上门，他们说我是兰家的真少爷，我以为找到了家人，他们却给我下药，让我异能被废，又强硬给我转了专业，逼我嫁给傅瑶。那时的傅瑶精神力源受损，成了半废之人，我的光脑被搜走，被困在傅家，只能照顾他。好不容易等傅瑶醒来，我才拿回自己的光脑，在新网接单赚了1点新币，才买上自然食物。可惜那些自然食物并不是纯天然食物，并不符合传承宝物开启要求，所以我母亲留给我的传承宝物一直没有开启。但是传承宝物设有保护机制，只要我遇到危险，就会带我跳跃时空。至于跳去哪里，灵魂穿越还是身体穿越都不固定，随机而成。这一次传承宝物带我穿越到了兽人大陆，幸运的遇到纯天然植物红薯，开启了传承。先前我并不知道直播的存在，后来完成主线任务之后才知道直播的存在。主线任务就是把烤红薯分享给5个不同的人吃，并得到他们真心实意的夸赞。我完成主线任务之后才知道，这个传承是我第一世的母亲留给我的护身宝物。她是一位食神，她希望我成为第2位食神。成为食神的关键点是积累食客对食物的认可值，食客的认可值是我解锁新菜式的关键点。至于为什么会有直播，可能是我母亲觉得直播传播面广，
可以更快的传播菜式吧。唐云和说着，直起身甩了甩胳膊，对迪拉说：“迪拉，我把灶台做好了，这就好了吗？”迪拉起身走了过来，围着灶台参观。唐云和退到一边，抬起胳膊，脸随意的蹭了蹭衣袖，蹭掉满头的汗。唐云和呼了一口气，语气轻松的道：“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解释，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对这件事的回应到此为止。母亲给我食神系统，目的是想让我成为食神，我不想辜负她的期待，所以过往种种皆为云烟。希望大家不要再提兰家，也不要为我去责怪兰家，我并不恨兰家人，我跟他们没有缘分而已。也希望蓝月西兰少爷不要再买水军来我直播间捣乱，以后弹幕上再出现刷屏污蔑我或者影响我心情的话，我会永久禁止此账号进入我的直播间。世界之大，不止一个星际帝国，我就算想要获取赞赏值，也不会委屈我自己。”唐云和突然做出解释，也是因为系统跟他说了直播间的情况。直播间弹幕上出现了大量黑屏，黑屏太多会影响他的年终评比，他每一次直播对他来说都很重要，每一场直播都有评分，年终会有一个综合评分，评分差会取消他的年终奖励，严重的甚至会剥夺他对系统的使用权限。那怎么能行？系统商店内的东西他非常需要，因此唐云和跟系统商量后，半真半假搞了一个身世出来。他穿越3世是真的，传承宝物是假的，他的经历是真的，只不过没有那么厉害的食神母亲。他并不知道系统的由来，就连系统自己也没权限查看他自己的来历。系统任务真实存在，只不过不只是美食任务，还有其他任务，只是那些任务没必要告诉星际的人。丁，宿主大大，这边建议你不要对敌人那么仁慈，就该狠狠报复回去。唐云和在心里说，我对他们不是仁慈，而是给自己留有余地。我现在没有在星际，想要报复兰家，只能借助网友的力量，而网友的力量并不是那么好借用的。他们现在可以为了我去讨伐抵制兰家，将来也会为了兰家给予的利益颠倒黑白抹黑我。你不是说过吗？恶评对我的直播间评分有影响，如果他们颠倒黑白来骂我，会导致我直播间评分下降。现在对上兰家，我的筹码不多，不太适合对他们太过落井下石，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撇清关系，让他们抓不住把柄黑我。等我手上的筹码变多的时候，不需要我出手，自会有人帮我收拾他们。再说，仇恨并不是他生活的主要目标。天高云阔，他当心怀高远，方不负劫后余生的大好时光。唐云和脸上沾了一点泥浆，但一点不影响他此刻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轻松和洒脱气息。傅瑶愣愣地看着唐云和，此刻的唐云和陌生，却又带着致命的吸引力。傅瑶赫然起身朝外走去，他要去查证唐云和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希儿他真的有买水军去害他吗？傅瑶心里乱得很，偏偏思妍还发信息给他，傅瑶，如果你不是那么抠门，一分钱都不舍得给唐云和花，那他是不是就有钱买真正的纯天然食物？是不是在星际就能开启传承？那样你傅家该多风光，你傅家的荣光也不至于靠你母亲的身份苦苦维持吧。傅瑶啪的一下捏碎了光脑，怎么可能？他明明给了唐云和钱，他在说谎2个从前那么轻易说出口的字，此刻却犹如千斤重一般，再也说不出口。傅瑶眼神深沉地朝外走去。元帅府中，亚瑟看完直播，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的猜测果然是对的，宇宙之外果然还有更高的文明，而唐云和就是他们接触更高文明的契机。亚瑟亲自前往第5军，给傅瑶下命令，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都要取得唐云和的原谅，并让他重新爱上你。傅瑶眼神冷漠，闻言只是轻轻蹙了蹙眉头，接着略微不悦地说，我已经准备向月溪求婚。亚瑟无语道，你怎么想的？不要对你不离不弃的唐云和，要一个在你昏迷不醒时抛弃你的人。你不会以为蓝月溪真的愿意嫁给当初精神力源受损的你吧？傅瑶抿了抿唇，沉默着一言不发。亚瑟盯着他看了2眼，泄气的道，算了，你既然不愿，那我让思妍。我去。傅瑶眼底瞬间爆发出一道冷意，他盯着元帅一字一顿道，我去，思妍他不配，就算我不要的东西他也不配。强大的 Alpha 身上爆发出一道激烈又刺激的气息，傅瑶周身萦绕着肃杀的气息，衬得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更为冷峻肃杀。亚瑟完全不受他身上气息的影响，手指慢腾腾地敲着桌面，盯着他沉思半晌才道，既然接了这任务，就要好好完成。傅瑶，我给你1年时间，1年时间内，你若不能让唐云和重新爱上你，给你透露出他的坐标信息，我就会重新指派人手去接替你的任务。傅瑶收敛起冷肃的气息，自信地开口说，我一定能完成任务。唐云和爱他卑微如尘，只要他愿意给他一个眼神，唐云和一定会再度回到他的身边。傅瑶坚信着。唐云和搞定灶台之后，歇息了一会儿，用泥土比着灶台的大小做了一个泥锅，放置在一边，又做了几个瓦罐，还有配套的袋子。迪拉看着唐云和做出来的东西，好奇问道，唐，你做的是什么？唐云和道，我做的是锅和锅盖，现在只是一个胚胎，等会儿还要烧制。直播间观众还没从他抛出的巨大信息量之中回神，又听到他说要做锅的事，顿时无语。不是，怎么有人真的不在意自己以前的悲惨遭遇吗？
等等，你做灶台就算了，毕竟灶台看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我看一眼，我自己也会做。但你做锅是什么意思？不是吧，糖糖，你不会以为锅晒干了就好了吧很难评，祝你成功吧。在众多观众留言之中，夹杂着一条：唐云禾，我允许你靠近我。那条信息，唐云禾并没有看见。事实上，自从解释了他穿越的事情之后，他就没有再看过弹幕，而是一心埋头做东西。唯一能让他想起来的还是展哥。迪拉，你知道展哥去哪里了吗？唐云禾自觉跟迪拉混熟了，先前不好意思问出口的话，终于问了出来。迪拉诧异问道：你不知道吗？知道什么？唐云禾不明所以。迪拉放下手中丑丑的不成形的泥罐子，看着唐云禾说：你是族长带回来的雌性，那就是族长的雌性。有兽人当着族长的面向你求偶，就是挑衅族长，族长肯定要去跟他决斗。他们现在肯定在森林外打架，争夺你的归属权。哼，兽人果然野蛮，动不动就打架。突然觉得展哥不是什么很好的选择，他未来一定不会尊重堂堂的决定，说不定是下一个前夫哥。唐云禾，你长点心吧，不要一个坑栽2次。展哥瞧着也太不靠谱了，你是独立的人，才不是他们的争夺对象，凭什么你的来去要由他们去决定？搞笑，堂堂你的归属权只能属于你自己，老虎精有什么资格替你做决定？直播间的风向瞬息万变，先前还对展哥赞不绝口的网友，现在掉过头来针对展哥。唐云禾把做好的模具小心用异能火烘干，放在一边，随后笑着对迪拉说：迪拉，你帮我看一下这些罐子，我肚子有点疼，想去。方便一下。迪拉会心一笑，摆了摆手说：你去吧，我帮你看着，不会有人来捣乱。好的。唐云禾匆匆走向食物后面，他匆匆扫了一眼弹幕，替展哥辩解道：谢谢大家的好意，不过还请不要攻击展哥，他没有做错什么，他不过是在以他惯有的认知来对我好，既然来到了异界，自然要遵守异界的规则，所以还请各位不要把你们自己的认知和观念强加到展哥身上，他只是一个没受过系统教育的原始部落的兽人，一言一行都很单纯质朴。屏幕前，傅瑶听着唐云禾的话，脸上布满乌云，唐云禾怎么能维护一个老虎精？唐云禾见弹幕上大家开始对展哥友善起来，当即说：我暂时断一下线，方便一下，稍后见。关了直播间，唐云禾从商店里买了一颗火系晶石，火系晶石大约有一颗鹌鹑蛋大小，呈菱形，晶莹剔透的好似一颗浅红色水晶宝石，入手一股温热的感觉。唐云禾心有所感，体内的异能一动，晶石之中的力量缓缓顺着他的手腕流经身体之中的穴位和经脉，进入身体之中，在身体之中游走一圈之后，缓缓汇聚到胸口处的异能源中。每个异能者觉醒异能的时候，都会在胸口处形成一个异能源。异能源因为异能者的天赋属性不同，成型之后的形状大小都有所不同。唐云禾的异能源是一朵小火苗，随着晶石之中的力量汇聚到小火苗周围，那一簇小小的火苗颤动着身体，不断吸收力量。唐云禾的小火苗还太过弱小，等级又低，吸收了不过10分钟左右，小火苗内的力量储藏额度已经到达满值。想要再吸收力量，他必须想办法提高火苗的等级。升级异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唐云禾也没想着现在就去升级异能。他收好火系晶石之后，打开直播间，来到石屋前。迪拉还蹲在地上玩泥巴，浑然不觉唐云禾已经走近。唐云禾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夸道：迪拉，你的进步真大，你现在做的碗已经非常好了。我也觉得我做的碗好。迪拉笑得眉眼弯弯，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儿。就在这时，伊洛等人回来，伊洛把箩筐放在地面，起身擦了擦汗，问道：唐，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你先过来坐下，吃一点水果，我马上就去给你做好吃的。唐云禾回屋，把展哥上午带来的水果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伊洛不客气地往桌边椅子上一坐，拿起一颗水果，在衣服上蹭了蹭，就开始咬了起来。哎，唐，你真厉害，你做的这什么椅子，坐起来真舒服，可比我坐石头上舒服多了。还有你们站着做什么？过来坐呀。春莎等人站在一边，有些不好意思上前。唐云禾笑着上前招呼他们道：春莎、秋、墨，你们也去坐呀。卡莎尔几人这才落座。迪拉，你也去坐着休息一会儿吧，剩下的我来。没事儿，我喜欢玩。迪拉摆摆手拒绝道。唐云禾见此也不勉强，他把已经烘干的泥罐和泥碗放进灶台里，周围用石头堵上，接着他的手掌放在石头上，释放火焰猛烧石头。在这种大力输出之下，他那点异能坚持不了2分钟就会耗尽。他连忙取出晶石，手握晶石，一边吸收晶石里的力量，一边输出异能之火。不明真相的观众有些惊异，唐云禾的异能这么猛的吗？厉害了，这异能输出值瞧着快上3级了吧？他不是才解除一点异能限制吗？异能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唐云禾等用熟练晶石之后，抽空回了观众，因为我有外挂。外挂。唐云禾把他的晶石录给观众看，这居然是火系晶石，一颗初级火系晶石100万星币起价。唐云禾不是很穷吗？为什么会那么有钱？我没钱，
我那位素未谋面的母亲有钱，她留给我的。谎言说多了，唐云和是已经能张口就能给观众找出一个理由来。这理由观众接受良好，完全没怀疑过什么，只是羡慕唐云和运气真好，居然会有那么厉害的金大腿。有观众看着唐云和如此败家的行为，突发奇想，小禾苗一点都不心疼火系晶石的模样，让我不得不怀疑他身上的火系晶石有一堆。小禾苗，这什么称呼？如果唐云和没有被强制改专业，是不是早就开启了传承？如果蓝家对唐云和好一点，是不是他们也能享受到晶石？蓝家对家，听我说谢谢你，因为犯蠢少了外挂。哈哈哈，带入蓝家一下是会心梗的。恰如网友所说，蓝家人确实心梗。原本他们并不觉得以前那么对唐云和有错，现在很是后悔。早知他身上有传承，当初就不应该那么轻易放过他。唐云和生父蓝斯卡气恼的道。蓝家长子蓝惹恒嗤笑道：“不过是一颗火系晶石而已，我们蓝家还能少了那么一块晶石？外人不知道内情，你还不知道吗？像唐云和那种自私恶毒的人，就算有传承，他也不见得给我们蓝家，他只会偷偷享用。等他的实力超过我们的时候，他还会报复我们。这种人留着干嘛？”蓝斯卡心里有点赞同蓝惹恒的话，但目光却没办法从那一颗火系晶石上移开。品相那么好的火系晶石，给唐云和用浪费了。有火系晶石当作能源储备，保证了火焰不灭，让唐云和临时搭建的窑炉里能保持均衡的温度。唐云和自从学会初级制造术之后，他能感知到炉内的烧制情况。等烧制成功的那一刻，唐云和收回火焰，把火系晶石也收了起来。不知何时，迪拉等人已经来到他身后。唐云和转身看到身后好几个穿着兽皮衣裙、人高马大的雌性，被吓了一下。你们这是做什么？唐云和默默后退了一步。伊洛惊叹道：“唐，你好厉害！”是啊，是啊，好厉害。秋附和着点头。那火花花的用，我都只能用一小会儿。迪拉夸道：“唐，你太厉害了。”默摸着下巴，若有所思的道：“我说，为什么族长会对你那么重视？昨晚还挨个警告我们，不许为难你，不许说你坏话，不许伤害你。原来他不是在保护你，是在保护我们，怕我们打不过你，反被你打。原来是这样，族长真好。”卡沙尔夸道。唐云和听着，心下一阵感动。原来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展哥为他做了那么多。异虎族的雌性或许觉得展哥是怕他们打不过他，其实他明白，展哥真正的用意是怕他被族人排挤。看吧，真正爱你的人是会为你扫清所有障碍的。对不起，老虎精，我误会你了。谁说老虎精不懂爱，不懂尊重啊？他做的可比前夫哥好多了。老虎精都知道，挨个警告族人不准欺负他的人，前夫哥却从不跟身边人说不要欺负他夫人。你们是不知道前夫哥家的那个管家有多嚣张，对小禾苗一点尊重都没有。网上不知从哪里传出来一个视频，视频里唐云和刚走出校门，来到一辆飞车前，他沉默地靠近飞车，往飞车门前一站，门并没有打开。唐云和惊讶了一瞬，抬眼朝上面看去，车窗缓缓摇下，从里探出一颗头来。那人语气冷漠地说：“迟到半分钟，夫人自己回去吧。”飞车唰的一下升空，强大的气流把唐云和扫落在地，留给他的只有一个冷漠又轻蔑的眼神。看到这视频，网友纷纷炸了：“这不是少将府那个管家卡特吗？我去，迟到半分钟就不接人回家了，一个管家怎么那么嚣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少将府的飞车上居然没有录入小禾苗的身份信息？原来少将府一直把他当外人。不敢想象小禾苗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苦日子。这人呐，最怕比较，跟老虎精一比，前夫哥什么也不是。一个会连夜警告所有族人不要欺负你，一个纵容恶仆轻视你，换谁都会选老虎精。要我说，不管是前夫哥还是老虎精都不太靠谱，自身强大才可靠。给小禾苗浇水，希望小禾苗快点长大，赶紧强大起来，弄死这些渣男。新网自发成立了小禾苗浇水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给唐云和浇水的方式就是打赏。丁，恭喜宿主拥有第一个粉丝团小禾苗浇水小分队。丁，粉丝团成员对宿主的喜爱值超过50，宿主可获得粉丝团100%的爱意。粉丝团成员打赏的所有新币全都归宿主所有，系统不予分成，还请宿主再接再厉。唐云和惊了一瞬，连忙扫向直播间，很快从弹幕上了解了一些前因后果。卡特不让他上飞车那一段，说实话，那些记忆他自己都忘记了，现在看观众提起，只觉得那些事很是遥远。过去的就过去吧，没什么可说的。谢谢小禾苗浇水小分队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一定会强大起来。时间差不多了，我做的陶瓷应该可以取了。唐云和没有过多纠结以前的事，他把窑炉外壳用绿刀敲掉，露出炉里一个个成型的陶锅和陶碗、陶碟子。哎，迪拉，你们快来看，我做成了。唐云和把最上面的一个陶碗取出来，随手递给身边的墨，你看，这碗可以用了。墨接过碗，夸了一句：“真好看。”我看看。迪拉围上来，从炉里拿出一个碗来，细细打量着。那碗其实算不上多好看，土红色的碗，只不过看起来很结实，很光滑。他悄悄掰了掰碗沿，发现碗边缘非常牢固，不像泥碗一掰就碎。
这碗可以用来装水喝。哎，迪拉开心的道。伊洛帮着唐云河把其余的碗和陶罐取出来，闻言回道：冬天的时候可以喝热水。对哦，迪拉重重点了点头。冬天的时候，我想喝点热水可以自己烧，就不用去麻烦秋了。是啊，是啊，唐你真好，帮了我一个大忙。秋说着说着，说起了部落里喝水的习惯。以前兽人部落没有碗，没有陶罐，他们夏季喝水的时候是直接去山脚下的小河里捧一点水就喝。冬季的水时候喝凉水会受不了，他们就会用果壳舀一勺血，用异能加热喝。部落里火系异能拥有者非常少，只有那么3个，所以每到冬季，那3位火系异能者格外忙碌。听起来好心酸，难道不是他们蠢吗？居然学不会工具的使用。对啊，他们为什么不制造工具？这问题唐云河也疑惑过，只不过没有怎么深究。唐云河一边听秋树说，一边把陶罐安装在灶眼上，用小石子固定住缝隙处，确保它不会掉下。接着唐云河往陶罐里加水，加入肉骨头，然后盖上盖子，往灶堂里添柴点火，把火引燃之后，唐云河坐在板凳上，仰头看着秋说：等我安定下来，我教你们做水壶，有了水壶，以后冬天他们自己就可以烧水喝，你不用那么麻烦。谢谢你，唐。秋感激道。唐云河狡黠一笑，光口头感谢没用，那我该做什么？秋不知所措地问道。唐云河起身，帮我烧火，我要做吃的了。好嘞。秋刚要坐下，被迪拉一把推开。我来烧火，我还没烧过火呢。不要，我也没烧过这种火，我也要烧。秋不甘示弱地跟迪拉争抢着位置。唐云河看得有点懵，烧个火而已，至于吗？眼看着迪拉和秋快要打起来了，唐云河连忙说：迪拉，你来这边烧火好吗？好吧。迪拉闻言端了一张凳子，乖乖坐到另外一边去。唐云河把另外一口锅放上，舀了几勺水进去，盖上盖子，可以点火了。哦，迪拉学着唐云河的模样把柴放进锅里，秋帮忙点燃火。唐，你要做什么好吃的？伊洛站在一边问道。我打算做一个凉拌红薯藤，再弄一个红薯蒸肉、骨头炖汤。可惜调料不多，食材也不多，能做的吃的很少。不过这里的食材都很新鲜，而且肉质好，没有多少腥味，不需要特别去腥就能做出好吃的菜肴来。唐云河手上动作很麻利，说话的功夫已经把红薯洗干净，去掉皮和两头，切成4瓣，放在一个大碗里装好，又选取了一块肉，瘦肉和肥肉分离，瘦肉切成块状，肥肉切成片。接着他把红薯藤洗好，等水开了之后，把红薯藤放进锅里焯一下，捞起来放碗里，锅里剩下的水舀出去。火小一点哦，迪拉。唐云河叮嘱道。迪拉退出一些柴火，锅里火势变小，等锅烧热，放进肥肉。唐云河用2根长筷翻面，不一会儿，浓郁的油香飘了出去。怎么那么香？好香啊！哎，真香！一群没见识过炼油的雌性围着灶台，好奇地看着锅里。看着看着，伊洛不自觉流下了口水。真那么香吗？看伊洛表情不像是作假。友情提示：动物油脂不健康，再香也不能吃。你猜小禾苗为什么不用植物油？或者异能者专用食用油？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呗。唐云河往锅里加了一点盐果，等肥肉变成焦黄色，立马用干燥的勺子把油舀出来，盛进碗里，最后把油渣捞出来。另外再把油倒进锅里，随后把瘦肉块倒进去，翻炒成焦黄色，再往里面加了一点酸果汁去腥。接着把红薯块倒进锅里，再加肉汤，汤汁没过红薯块。迪拉，大火。好。唐云河往骨头汤里加了一些水和酸果汁，接着他把酸果汁、盐、油炸倒入焯好水的红薯藤里拌匀。我看看有盐没有。唐云河夹起一根红薯藤，正要喂进嘴里，蓦然看见伊洛正眼巴巴地看着他，转而把红薯藤递到伊洛面前。伊洛，你帮我尝尝看。好啊。伊洛张嘴接过红薯藤，面无表情地嚼动着。唐云河瞪大双眼盯着伊洛的一举一动，企图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一点什么来。观众比唐云河还要焦急，到底好不好吃啊？如果好吃，我也想照着做一下。伊洛，别急，让我想想该怎么夸才不会伤唐的面子。没什么调料，应该不好吃吧？伊洛迟迟没给回应。唐云河心里升起一阵不安，是不好吃吗？唐云河夹起一根红薯藤，正要喂进嘴里，伊洛一把夺过他手上的盘子，这是我的。啊！唐云河只是呆愣了一瞬，伊洛已经抱着碗，小跑着回到桌边，招呼其他雌性，快过来，好好吃哦。真的，不骗你们。伊洛说着，拿起一根筷子，挑了一根红薯藤放进嘴里。其他雌性纷纷凑上前，学着伊洛的模样吃红薯藤。凉拌红薯藤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真有那么好吃吗？唐云河小声嘀咕了一句，把筷子上的红薯藤喂进嘴里，入口一股又咸鲜味，还有红薯藤的清香气息和油香味，还真挺不错。你们先分着吃了吧，动物油脂冷了就不好吃了。唐云河说完就看到一个空荡荡的碗。伊洛讪讪一笑，没了就没了吧，下次再做。
唐云和笑着安慰道。伊洛耸了耸鼻子，突然闻到一股浓郁的香味儿，顿时眼巴巴地望着锅。熟了吗？想吃。再等等。等的时间不算长，没过一会儿，唐云和就拿碗盛出了红薯、肉块，还有一大碗骨头汤。好香啊，看起来好好吃。迪拉几人围着桌子，等唐云和宣布可以吃了。他们动作统一的，一手各拿一根筷子，一根筷子插肉块，一根筷子插红薯。红薯进入了油脂，香味更为浓郁。一口红薯，一口肉，几人吃得很是开心。原来筷子是这么用的，学废了。真有那么好吃吗？隔着屏幕就闻到香了。突然觉得手上的营养面包好没意思，我也想吃红薯。一顿饭宾主尽欢，迪拉等人吃完饭，帮唐云和收拾好就走了。他们还要回家去修炼异能。听伊洛说，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上午去森林找果子、洗衣服，下午修炼，晚上有伴侣的不可描述，没有的睡大觉。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重复又简单，听起来还算是不错。唐云和下午没有修炼，而是在收拾屋子。接下来几天我要做的事呢，就是改装屋子。这屋内的空间还挺大，一室爆改成5室3厅都行。不过就我和展哥一起住，5室3厅，房间也太多了。而且展哥的原型那么大，如果房间改小了，容不下他。所以我想来想去，改成2室2厅1卫就好。我先画线，分好区域，然后再动手。唐云和边说边去外面拿了一块木炭，进来在石板上画线。专注的他并不知道他的粉丝小禾苗已经疯了。啊！唐云和，你说什么狼言狼语？拜托不要那么舔啊！要掉戏，吊着老虎精懂不懂啊？我天哪，小禾苗你可长点心吧！上一个玩意儿你还没舔够吗？你 TMD 的尽心尽力照顾他3年，他醒来一点不念旧情，不给你花钱，不维护你，还 TM 的带小三招摇过市，你怎么都不吸取一点教训？你个死恋爱脑！男人就是贱，轻易得到的不会珍惜的。唐云和，你清醒一点，谁来管管他啊？傅瑶捏紧拳头，看着唐云和的背影，心里不由升起一股闷气。唐云和，你怎么能那么贱，那么迫不及待想和别的野男人在一起？房门就在此时缓缓打开，赤脚走进来的蓝月溪看见脸色阴沉的傅瑶，连忙上前语气关切地问道：阿瑶，出什么事了吗？傅瑶迅速关掉直播，扭头一眼看见没赤着脚的蓝月溪，责备的话脱口而出：你怎么又不穿鞋子？冻坏了怎么办？他说着已经起身，动作轻柔地抱起蓝月溪，把她放在沙发上，取了一双鞋子过来，单膝跪地给她穿上。蓝月溪在傅瑶看不到的地方露出一丝得逞的笑意，嘴上却说：我也是心急，我知道阿瑶你的毕生心愿就是灭绝所有虫族，让帝国不再受虫族侵扰，所以迫不及待想要告诉你 3S 生物机甲生 4S 的关键找到了，只要我们研制出 4S 生物机甲，什么虫族都不在话下，到时候阿瑶你就可以带着4级机甲出征虫族，剿灭所有虫族，为你的亲人报仇。傅瑶闻言情不自禁地起身抱紧蓝月溪，希儿谢谢你，只是心里没有半分动容。唐云和画完线起身扫了一眼弹幕，看着弹幕上那些弹幕轻笑道：你们不要想太多，我给展哥留房间是觉得这本来就是他的房子，我一个赞助的人哪好意思全部霸占？你们不会以为展哥真的还有一套房子吧？难道不是吗？老虎精难道只有一座房子？不是吧，老虎精怎么还撒谎啊？唐云和连忙反驳道：他不是撒谎，他是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罢了，他不想我为难才会说他还有一套房子。本来昨晚我也被他骗了过去，但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发现门边草地上有睡过的痕迹，可能是他来给你送吃的时候躺了一下吧。只是单纯躺一下，落在草地上的印子会是一个规则的形状，而草地上的印子有点杂乱，我猜展哥晚上睡觉并不老实，喜欢滚来滚去。感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一下录屏，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有较真的网友当真翻出录屏，回看早上唐云和推开门那一幕。展哥起身后，草地上的睡痕确实比较凌乱，不是只有一处有痕迹。好事的网友还根据睡痕模拟出展哥的各种睡姿。唐云和也不去管他们，趁着食物前没有其他人，唐云和把磷肥扔进水桶里，给红薯藤浇水。展哥回来的时候已经快要到晚上。糖糖，我回来了。展哥兴高采烈地喊了一声，目光倏然落在食物前的桌子、椅子还有灶台上。糖糖，这些是什么？展哥把手上的东西放在一边的大石块上。唐云和放下绿刀，仰头冲他笑道：我做的桌子、椅子还有灶台，我这会儿正在做床。对了，展哥，你回来的正好，你看能不能带我去弄一些木头和石头回来？我准备把食物分隔成几间房子，你一间，我一间。展哥脸色顿时红了。那个，我住旁边就可以了。可是我一个人住，害怕。唐云和这么一说，展哥飞速说道：你放心，晚上我睡外面，你别害怕。你睡外面？唐云和故作疑惑地看着展哥。展哥慌乱地移开视线，手指颤抖地指着他带回来的那堆东西说：糖糖，我给你带了一些肉和果子，这是红红果，很好吃。展哥慌忙从那一堆食物里扒拉出来一些水果，红彤彤的果子，拳头大小，
长得像苹果，但水分要比苹果更多，也更甜一些。看在红红果的份上，唐云和并没有拆穿展哥。天色将晚，唐云和随便做了一些吃的，吃完之后，回到石屋内修炼异能。异能并不好突破，耗尽一颗火系晶石之后，他的异能依然没有突破到2级，不过离第2级也就差那么1线。宿主，异能修炼不能星级，你最好是先提升体术，体术提升上去，再升级异能，这样你的异能才会稳定，不容易出乱子。修炼的基础就是要拥有一个合格的体魄，这道理唐云和也明白。他向系统道了谢，转而把目光放在星币上。他得到的打赏差不多有1500多万星币，兑换成金币差不多有1500多个，加上他之前做任务剩下的金币，恰好1600个金币。这么点金币，连一本体术都买不起，看来还是完成任务才可以。唐云和看向他的主线任务，在兽人大陆打造一间厨房，并向星际展示5种美食。任务进度为0。系统，我今天打造的厨房不算是厨房吗？丁，不算哦。青青，你是初级制造师，你的专属小厨房必须按照初级制造师的最低要求来打造，具体详情请查看初级厨房图纸。初级制造术传给他的信息之中，确实有一堆厨房打造图纸，其中最为简单的厨房是木头打造的小厨房，除此之外还有砖瓦厨房、石头厨房等等各种各样的厨房。唐云和想了想，选择了石头厨房。木厨房虽然是最容易打造的厨房，但并不能抵挡冬季的严寒。唐云和考虑清楚之后，悄悄走向门边，轻轻拉开木门，月光倾洒而下，温柔地落在白虎身上。威武霸气的白虎褪去了往日的神俊，乖巧的好似他曾经在星王里养过的那只白猫一样。突然，一抹暗红落入唐云和的眼中。唐云和定睛一看，白虎后腿上有一团暗红的血渍。展哥受伤了。唐云和呼吸一滞，连忙拉开门，走出屋子，朝阶梯下走去。就在此时，白虎蓦然抬起头来，如碗一般大的在眼睛怔怔地盯着唐云和看了一瞬，在瞬间瞪得更大。堂堂呼吸错乱的声音夹杂着一丝惊慌，眼看着展哥的身体紧绷，像是要往后退。唐云和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后腿，声音冷冷地命令道：不准动。展哥僵直了身体，一动不敢动。唐云和抬起他的后腿，仔细看了看，又扒开那一撮被血染红的毛，发现后腿上多了一条长约5-6厘米的伤口。受伤了？怎么不说？怎么也不包扎一下？唐云和轻轻放下后腿，拿出绿刀，掀起自己的衣摆，正要割下一块，手腕蓦然被抓住。你干什么？展哥蓦然化为人形，一张俊脸就那样猝不及防贴近他的耳边，温热的气息打在耳朵上，让唐云和不自觉红了脸。唐云和心跳如鼓，他咽了咽口水，撇开脸说：我想给你包扎一下伤口，你的伤口流血了。那点伤算什么？展哥笑着夺下唐云和手上的绿刀，放置在草地上，就地而坐，屈起膝盖，把受的伤展示给唐云和看。你看已经没流血了。糖糖，你不用担心我们兽人受一点伤根本不算什么，我们的恢复能力很厉害的。我小时候去捕猎的时候遇到一头大熊，那熊好厉害，我差点被它咬死，只躺了2个月就好了。我们兽人的身体好着呢，你真不用担心。唐云和闻言，心里不禁对展哥多了一丝心疼。丛林生活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在展哥身边坐下，低声问道：你能跟我说说捕猎的事吗？听起来很有意思。好啊，糖糖你想听我都跟你说。展哥说着，不由讲起了他小时候的事。兽人的生活很简单，也很刺激。他们从第一次正式化形之后，就要开始学捕猎。丛林深不可测，里面生活的猛兽数之不尽，他们经常能不小心遇到一些不可力敌的猛兽，想要活命就必须要比他们更凶狠，更能舍得下命。当然，捕猎过程之中，他也能经常见到一些很奇特的东西，比如会发光的花，会跳舞的草，还有会喷火的鱼，好吃的果子等等。展哥说着说着，突然感觉肩膀一重，低头一看，唐云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翌日一早，唐云和从睡梦之中醒来，发现他睡在石屋内，也没多想，默默起身出门。屋外不远处已经堆了好些石头，还有木材。唐云和正愣了一瞬，就看到展哥驮着石头回来。远远，展哥欢快地喊了一声糖糖。展哥把石头放下，化为人形走了过来，向唐云和邀功：糖糖，你看我准备的这些石头和木头够了吗？够了。唐云和深吸一口气，迎了上去。见展满头大汗，唐云和很自然地拿起袖子给他擦汗。展哥看到他的动作，连忙俯身配合，笑得那叫一个满足。开屏暴击，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为什么这2人进展这么快啊？老虎精那嘚瑟的小样，好想揍他。小禾苗，你醒醒，你不要那么快沦陷啊，矜持一点啊。小禾苗，你懂不懂，轻易得到的人没有几个会珍惜，你不要那么容易让老虎精得逞啊。你应该拒绝再拒绝，一直吊着老虎精。呵呵哒，我们家小禾苗又不是某只绿茶精，喜欢吊着人玩。我们家小禾苗喜欢一个人，那是坦坦荡荡大大方方的喜欢，不喜欢了就直接放手，才不拖泥带水。就是为什么要吊着老虎精？老虎精那么帅，就算被骗又咋地，大不了踹了重新找一个。
一群恋爱脑，新网上争论不休。傅瑶刚到办公室就收到了副官顿尔斯发来的视频，视频只有短短的13秒，傅瑶却足足盯着视频看了不止13分钟。直到顿尔斯赶来，傅瑶才从视频上移开目光。你来做什么？傅瑶不动声色地关掉视频。顿尔斯问道：少将大人，你应该看到我先前发给你的视频了吧？傅瑶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顿尔斯猜不透傅瑶的心思，想了想，公事公办地问道：那少将大人还要跟蓝大师领证吗？傅瑶神色一怔，蓦然想到前昨日他给唐云和再发的几条求和私信。唐云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知道以前误会你了，只要你回来，我愿意处理掉卡特，给你少将夫人应有的待遇。如果你介意月溪，我可以不再见他。3条信息发出去，石沉大海。唐云和根本没有回他。唐云和还想跟他摆谱，他都已经给了他台阶，他都不下。呵，傅瑶默然冷笑，他能不能回来都难说。再说，就算他能回来，我傅瑶也不会要一个跟野男人勾三搭四的无能贝塔，他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月溪。顿尔斯闻言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问道：元帅交给你的任务该怎么办？交给。傅瑶刚想说私言，又突然觉得私言如果得到任务，不知该怎样嘚瑟，他怎么可能便宜私言？想到此，傅瑶话一转，我会说服月溪跟我隐婚。顿尔斯不是很赞同，蓝大师的老师是帝国第1机甲大师，地位崇高，他愿意隐婚吗？他会。傅瑶语气笃定，希儿天真善良，善解人意，定会理解我的苦心。顿尔斯闻言张了张嘴，想劝说什么，又觉得不知该怎么劝。傅瑶的目光落在光脑上，光脑屏幕上，唐云和正在给展哥擦汗。顿尔斯，你去注册一个小号，偷拍我刷视频的一幕，找几个公关能手编造一篇我吃醋的帖子，把我写得惨一些，然后再找一些人去弹幕上嘲讽我，把我的情况说出去，多找一些人，务必让唐云和看到。他就不信，以唐云和对他多年的感情，看到他黯然神伤还不回头。这一刻，傅瑶还不知道最讨厌他的不是唐云和，而是系统精灵。凡是关于他的信息，系统精灵早就已经屏蔽。另一边，唐云和让展哥去弄了一些稀泥回来和一些野草，黄泥浆伴着野草被均匀涂抹在地面上的炭火线上，然后唐云和指挥着展哥把切好的石头方块平铺在泥土上。铺好一层石块之后，唐云和再在石块上平铺一层泥浆，展哥继续垒石块。到了半中午的时候，迪拉他们也跟着来帮忙。垒石头的活不是那么难，迪拉他们学得很快，房子内的隔间用了1天全部造好。当晚，唐云和让展哥也住了进去。第3天，唐云和把他房间里的兽皮清理了出来，接着指挥展哥帮他建造了一个火炕。火炕造好之后，展哥问道：糖糖，你这是做的什么？火炕啊，你等等，我去抱些柴火进来，给你示范一下。唐云和说着就要往外面走，只是他刚走到门边，展哥已经抱着柴火走了进来。唐云和伸手去接，你速度好快。展哥掠过他，把木柴放在火炕边缘，起身说：糖糖，柴火来了，你还要什么？我去拿。唐云和笑道：不用了，这些已经够了。他把柴火放进火炕边缘的坑洞里，点燃之后，过了一会儿，火炕上开始有了热气。唐云和摸了摸炕，真暖，有了它，冬天再也不怕冷了。展哥走上前摸了摸火炕，惊讶道：真的很暖，不过可惜冬天他还想趁着冷化为原形给糖糖暖一暖，现在看来糖糖是一点都不需要他了。展哥眼底闪过一丝失落。唐云和这时突然提议道：展哥，你可以去问问部落里有没有人想要火炕，我可以教他们做。展哥闻言眼前顿时一亮，对哦，我怎么没想到，有了火炕，雌性再冬季也不会被冻坏。我先去找巫医爷爷，巫医爷爷一直独住，他最需要。展哥说完转身离去。唐云和往灶里又添加了一些木柴，让火气烘干火炕内的水汽，然后再把兽皮铺了上去。等他铺好兽皮，展哥带着巫医过来，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屋里来。巫医爷爷，你过来看看，糖糖好厉害，他做的火炕真暖和。展哥嘚瑟道。唐云和站在一边完全插不上话，只能冲巫医笑了笑。巫医没有理会展哥的啰嗦，佝偻着身子，颤巍巍地走到唐云和的面前。唐云和小声喊了一句：巫医爷爷。哎，巫医应了一声，慈爱地打量着唐云和，那目光平和又充满善意。唐云和并不觉得冒犯，只觉得在他的注视下，心里很是平静安宁。巫医的身上有一股能安抚人心的气息，怪不得他能成为巫医。唐云和走神时，观众疯了一般留言：唐云和，快问巫医，异能抑制剂解药是怎么制作的？快问药方，在我给你打赏了，求求了，药方，药方！小禾苗，快看我们一眼了！药方，药方，问一嘴啊！傅少将真惨啊！他以前只是感情障碍，并不知道管家会背对着他伤害唐云和，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唐云和，你就原谅他吧。原谅个屁，给渣男哭坟的，麻烦死一边去！滚滚滚，不要上这里哭坟！药方，药方，前夫就应该跟死了一样，别出来碍眼，别耽误我们问药方。傅瑶的水军来的不是时候，正好撞上观众询问药方的关键时候，傅瑶连带着都被骂得很惨。原本还觉得傅瑶有点可怜的网友，
线下只觉得厌烦，时时刻刻盯着往上动静的傅瑶，脸色一暗。蓝月溪见此，往他大腿上一坐，柔弱无骨的手臂攀上他的脖子，温声细语地说：“阿瑶，你别着急，元帅给了你1年时间，这1年时间，你怎么也能挽回云和哥哥的心。云和哥哥那么爱你，你只要稍微回应他一下，他就会被你感动到的。”他爱我？傅瑶讽刺一笑，爱他会跟野男人眉来眼去。傅瑶双目喷火，死死盯着屏幕内的展哥。早晚有一天，他要把老虎金关进动物园里，日日夜夜供人参观取乐。蓝月溪察觉到傅瑶的走神，心里有些不开心，娇哼了一声，晃了晃手臂说：“阿瑶，你是不是真的爱上唐云和了？”突如其来的质问让傅瑶脑子一片空白，他想都没想，直接脱口而出，否认道：“怎么可能？我的品味没那么低下，要不是元帅的命令，我根本懒得搭理他。最好如此。”蓝月溪脸下眼底冷光，精诚所至，金钱开路。看在那么多打赏的份上，系统好心提醒了唐云和观众的诉求。唐云和眸光微闪，异能抑制剂的解药药方他差点给忘了，只是现在他才认识巫医，直接问他是不是不太好。正想着，巫医递给唐云和一颗药丸，这是第2颗药丸，一共3颗，第3颗10天后给你。巫医简短的解释道。唐云和接过药丸，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巫医爷爷，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在我家乡的时候找过很多医生，都没能解开我身上的毒素，导致我的能力一直发挥不出来。你好厉害，几颗药丸就能让我恢复正常。”巫医笑了笑，一点小事，不用放心上。唐云和腼腆的笑了笑，低头的瞬间默默呼唤了一声系统，系统屏蔽。收到，宿主。唐云和眸光微动，盯着手中药丸，不动声色问道：“制作这颗药丸用的药材一定很珍贵吧？巫医爷爷，我用了那些药材会不会影响到其他族人？”唐云和深吸了一口气：“巫医爷爷，这药用的是什么药材？方便说一说吗？等我把住处收拾妥当，我就去森林里去给你找药材。”巫医摆了摆手，直说：“不用。”展哥回道：“制作这枚药丸用的药材不重要，重要的是巫医爷爷的能力。巫医爷爷的能力本身就可以解毒治伤，这药丸不过是用面果加一些清凉药草制作而成。”原来是这样。唐云和由衷夸道：“巫医爷爷，你的能力好神奇。系统，这段可以放出去。”好嘞，馋死他们，看得到得不到。唐云和纯良的笑了笑，并没有说话。展哥声音低沉的道：“巫医爷爷的能力属于传承制，每任巫医都可以得到这项能力，不过成为巫医的雌性，从此之后再也不能跟兽人结契，必须孤独终老。巫医爷爷为了我们付出了很多。”唐云和当即肃然起敬。星际直播间还得是老虎精靠谱，3言2语就把所有秘密都说了。哎，居然是自带的能力，还以为有药方。想想也是，我们帝国那么多科学家都研究不出解药，一个小小的兽人部落怎么可能研究出来？巫医的能力好神奇，能力大，牺牲也大，一辈子不结婚，这怎么受得了？不结婚多好，自由无拘无束，还不用伺候丑男人。没能知道异能抑制剂解药的配方，直播间观众的热情降了一大半，陆陆续续有人退出了直播间。系统非常着急，宿主，直播间人数降了，想想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吧。唐云和在心里回道：降就降吧，他们打赏的那点星币根本换不了多少金币，还不如完成主线任务得到的金币多。只要他们不给我打差评，人数少点就好点。对此，唐云和心里并没有多少奢求，只要直播间人数能保证他完成任务即可，其余的他并不在意。巫医离开的时候，跟唐云和约定好了造火炕的时间。唐云和送走巫医之后，继续工作。他指挥展哥在他的屋子里也造了一个大大的火炕。展哥的体型很大，所以他给展哥规划的火炕长5米左右，宽4米左右，非常宽敞的一个火炕。等展哥造好，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唐云和往火炕里加了柴火，炕先烧一会儿，烘干。展哥，你出来帮我搬一下柜子和桌子，我做了一些家具。唐云和带着展哥来到外面，外面有好几个柜子。展哥扛起柜子往屋里走，根据唐云和的述说，摆好柜子。除了柜子，唐云和还做了几张矮方桌。矮桌可以放在炕中央，也可以放在床尾，可以用来吃饭，也可以喝茶，或者放一些小零食。唐云和脱掉鞋，爬上炕给展哥演示小矮桌的用法。纤细白嫩的脚踩在软软兽皮上，看得展哥一阵面红耳赤。展哥连忙借口去找食物，夺门而出。唐云和有些懵，我还没说完呢。天哪，老虎精好纯情，看个 Gio 都那么不好意思。老虎精你这样显得我很不正经。那么纯情的老虎精，我也好想养一只。糖糖，你赶紧穿好鞋子，去哄哄你家那位幼儿园小朋友吧，我怕他偷偷躲起来哭。唐云和扫过弹幕，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不禁莞尔一笑。展哥还真是可爱。当晚，两人第一次同居。展哥迟迟不进屋，唐云和也没去催他。吃过晚饭后，唐云和早早回了房间，取出巫医给的药丸服下去。那一颗药丸服下之后，唐云和明显感觉到异能源又被扩大了至少1倍，原本缠绕在异能源内部的黑线清除了一大半，只余一小部分缠绕在异能源上。随着异能限制解禁，唐云和的异能突然晋级到第2级。
2级异能。唐云和看着异能园之中的2朵小火苗，开心极了。他迫不及待地买了一颗火系晶石，吸收火系之力，让2朵异能小火苗变得更为充盈。修炼结束，唐云和看着所剩不多的金币，心里发紧，不到1000的金币，连一颗火系晶石都买不起，还是要尽快完成主线任务。第2天一早，唐云和起了一个大早，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就开始建造属于他的小厨房。考虑到冬天天气严寒，出门很冷，唐云和打算把厨房建在石屋前，正好灶台是现成的，他也不用推了重建。唐云和把自己的想法跟展哥说了之后，展哥想了想，回道：建房子的事我会去找其他兽人帮忙，糖糖你就不要管了，你去帮巫医爷爷建造火炕，可以吗？好啊，唐云和一口答应下来。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巫医。这也是唐云和第一次走出展哥的石屋，对外界唐云和很是好奇，一路上都在四处张望打量，问东问西。虎族部落里到处都是非常原始的石头屋，每座石头屋隔的距离都很远，大约上百米一座，石头屋之间的道路也是石头小路，铺得很平整。部落里时不时有那么1-2只异虎从天上飞过去，路上唐云和也遇到了一些雌性，那些雌性并不是无事可做，他们要摘果子、洗衣服，还要烤肉、打扫屋子和修炼。除了这些，他们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听着很悠闲啊，这日子我都羡慕了，感觉他们过得好轻松，不像我们学习压力大，赚钱压力大。兽人部落的雌性看似过得好，但是他们没衣服鞋子换啊。你们看他们大夏天在的还穿兽皮，不热吗？对啊，小禾苗也只有一套衣服，小禾苗以后会穿兽皮衣服吗？期待看见小禾苗穿兽皮衣服。唐云和无意扫过弹幕，脚步一顿，愣在了原地。展哥停下来问他怎么了。唐云和叹道，这才想起来我的行李箱被毁了，没有换洗的衣服。展哥笑道，你别担心没有换洗衣物，前日里我出去的时候弄了一张狐狸皮交给秋，让他帮你做一身衣服，等衣服做好了他给你送过来。老虎精好贴心，这都想到了，贴心有毛用啊，大夏天穿兽皮想热死谁？得了吧，有的穿就不错了。就是啊，别的雌性不也能穿吗？就他唐云和不能穿是吧？不想穿可以不穿。小禾苗，你等等，我去给你找一些制作衣服的资料，咱们不受这委屈，我们自己做衣服。唐云和向展哥道了谢，又跟新网上一些观众道了谢，随后问道，展哥，你不觉得我身上的衣服很怪异吗？问出深埋在心里的问题，唐云和心里轻松了不少。突然出现在森林之中，穿着打扮与兽人迥然不同的人，展哥怎么就没怀疑过他呢？先前他是不敢问，怕展哥反应过来把他扔下，丛林危险，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现下他的异能已经晋级到2级，就算展哥翻脸把他赶出部落，他也不怕。展哥回道，你不是第一个突然出现在森林里的人，曾经天鹰部落、金蟒部落、赤熊部落、黄狮部落都有捡过人回去啊，还有其他的穿越者。兽人大陆这是被穿成筛子了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恭喜小禾苗，你不是一个人。兽人大陆是什么风水宝地，怎么会有那么多穿越者？唐云和定了定神，问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展哥回道，天鹰部落的那人因为不小心掉下悬崖摔死了。哦，对了，天鹰部落在森林最高的那座山峰上，他们的巢穴建在悬崖上，听说那人半夜起来也不知道干嘛，踩空掉下去了。天鹰部落住的地方没加防护栏吗？唐云和刚问出口，又突然反应过来，他们世代住在悬崖上，想必也没想过加防护栏。展哥点了点头，确实如此。那其他3人呢？他们怎么样了？唐云和问道。展哥想了想回道，金蟒部落那人被金蟒兽人原型给吓死了，赤熊部落那位在睡梦之中被他的伴侣给吃了。等等，吃了是什么意思？唐云和脸色惨白，不是吧，熊要吃人？直播间的人数突然暴涨，听说兽人要吃人，特来围观。兽人真的要吃人吗？好凶残，好可怕！吃伴侣是什么神操作？哈！唐云和你快跑吧，免得以后被老虎精吃了。老虎也要吃人吧？我丢！救命！好危险！与此同时，傅瑶也知道了这一消息，他打开直播间，看到唐云和白的没有一丝血的脸，心里不由划过一丝心疼。顿尔斯多派一些人去弹幕上刷信息，劝唐云和不要跟老虎精走那么近，免得哪天被老虎拆吃入腹。是，少将。直播间里，唐云和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傅瑶心头一喜，算他识相。下一秒，展哥极为诚恳地说，堂堂，你以后看到赤熊族的兽人，一定要离他们远一点，他们只是看起来老实，实际上很凶残，不止赤熊族的兽人，连他们的雌性都不好惹。唐云和神色恍惚地点了点头，在这一刻他意识到，兽人并不是他所见的那样无害。展哥看了他一眼，接着说，那几个人只有狂狮族的那位活了下来，他跟你一样，穿的是你这样的衣服，他会看病治伤，会保存兽肉。他们狂狮部落因为有他加入，冬天再也没有一个雌性冻死饿死，也没有一个兽人受伤而亡。他现在是狂狮部落的巫医，地位很高，等有机会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他。唐云和点了点头，笑着应道，好啊，心里不由想着，要不要他以后也当一个巫医？当巫医好啊，
免得被吃掉。唐云和想到那位被吃掉的穿越者，心里有些发毛。见到巫医后，唐云和才放松了几分。展哥简单聊了几句，留下唐云和跟巫医沟通，转身匆匆离去。巫医的屋子比展哥的住处要小一些，屋内没有什么装饰，只有靠墙的位置上铺着几层兽皮。屋内只有一个房间，一眼望尽，没什么好打量的。唐云和看了一眼，收回目光说：“巫医爷爷，我看你这屋子很是空旷，不如也像我们的房子那样，把屋内划分为几个小房间，最里面可以做卧室，外面的空间可以隔成2间，一间做客厅，一间做厨房。等冬天来临的时候，你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家做吃的，这样也不会挨冻。您觉得可以吗？”唐云和说完，看向巫医，巫医慈爱的点了点头：“好，就按你说的做。”唐云和展颜一笑道：“其实我觉得卧室的面积也有点大，卧室还可以分隔出来一间作为你的储藏药草的房间，到时候我做一些药柜给你，是你可以把药放在柜子里。”巫医笑看着唐云和，不管他说什么，他都是脸带笑意的点头，一点都没有反驳的意思，时不时还会夸他几句，这让唐云和越说越来劲儿，从火炕大小尺寸一直说到药柜的花纹样式。以前在帝国的时候，身边人都嫌弃他笨手笨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被打击的多了，他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总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现在能得到兽人部落的认同，唐云和整个人都兴奋无比，全心全意的为巫医改造屋子，一连5天，连他自己的主线任务都差点给忘了。直到展哥把他的小厨房建好，唐云和看着重新改造过的石屋，心里很是开心愉悦。石屋面积扩大了近100平方，原来的石屋呈圆仓形，现在的石屋呈葫芦形。前面一部分葫芦形房屋有3间房，一间厨房，一间储物室，一间饭厅。厨房内，他原来建造的灶台靠墙而立，灶台后整整齐齐码放着一堆干木柴。入门左侧放上了他做的碗柜，碗柜旁还用石头搭建了一个切菜台子。靠灶台的一边有一口大水缸，那口水缸是唐云和特意让展哥帮他打造出来的，里面已经装满了清澈的水。水缸边放着几个木桶。展哥默默地看了唐云和一会儿，才问道：“唐唐，你看还缺什么吗？”唐云和回头笑道：“不缺什么了，这厨房做得不错。”给老虎精点赞，老虎精行动力满级。恭喜小禾苗拥有第1个小厨房，不容易啊！去兽人大陆好几天了，终于有自己的厨房了。大家都在恭喜糖糖，只有我在操心，老虎精是不是在利用糖糖发展自己的部落？等部落发展起来，再一脚踹开糖糖，就跟前夫哥一样，瘫床上的时候求着糖糖伺候，好了的时候一脚把糖糖踹开。此处别提前夫哥，会气死了。也是，前夫哥哪有老虎精那么勤快？不过糖糖，你确实该长点心，不要太老实，不要付出太多。唐云和笑道：“以前我是没实力才会处处受限制，现在我可以修炼，未来谁又能说得准呢？将来我一定能成为强大的异能者。你们所担心的问题，在强大的异能者面前根本不算事。厨房建好了，不代表任务完成，想要完成任务，他必须做出5道完整的菜肴。”想到此，唐云和问展哥：“你可以带我去森林里吗？”“你去森林做什么？”展哥问道。唐云和道：“我想去看看森林里有没有吃的，我想去找一些吃的回来。”展哥看了看外面的天色，明天再去吧，今天有些晚了。唐云和笑了笑，朝食台走去。我看你带了好些肉回来，我看看有什么，我们今晚做什么吃呢？兔肉、猪肉，还有面果、青果、红果，都是很好吃的东西。面果是兽人大陆一种特有的果实，它长得很像是一块方形的大面包，味道如白味馒头，可以直接吃，只是味道不算好，不过可以切开当白味饼子使用。唐云和拿起一块肉放进水桶里，舀了一瓢水，一边洗一边吩咐道：“展哥，你帮我生火，我们今晚吃肉夹馍，顺便再炖一锅大骨头汤。哎，你帮我先烧里面那口锅，我先把汤炖上。”唐云和放下洗好的肉，往锅里一边加水一边感慨：可惜没有菌子和竹笋，要不然在汤里加一些菌子和竹笋，那汤该多鲜啊！展哥点燃火后，抬眼问道：“菌子是什么？竹笋又是什么？”“是一种菜。”唐云和目光一亮：“对哦，现在正是夏季，菌子成熟的季节，等明天我们去森林看看，看看能不能捡一些菌子回来。”展哥道了一声：“好。”唐云和接着说：“顺便找找竹林，竹林里有竹笋，竹笋可以清炒、凉拌、炒各种肉类，还可以炖汤，怎样都好吃。糖糖做什么都好吃。”展哥夸道。唐云和唇角一弯，继续说：“竹子还可以边竹篓边凉席边簸箕，簸箕可以用来晒药材，有了簸箕，巫医爷爷再也不用把药材晒在石头上。”展哥眉眼含笑，金色的眸子里盛满温柔和宠溺，默默听着唐云和说话，时不时搭1-2句话。两人之间好似没有一点生疏感，仿佛是相识许久的老朋友。有些人就是这样，明明不过是初遇，却能一见如故。兽人部落里没有蜡烛，也没有电灯，晚上也没有什么活动，除了睡觉就只能修炼。唐云和拿上展哥送给他的兽皮衣服，悄悄朝外走去。他走到展哥的门外看了一眼，昏暗的房间内依稀能看见一个白色的轮廓，还有一阵深深浅浅的呼噜声。展哥看来睡得很熟，
唐云和松了一口气，慢慢朝外走去。来到厨房，唐云和摸索着点燃木柴，红色的火光映照着一方小小的空间。就着这一丝光亮，唐云和烧了一点热水，舀进木桶里，接着脱掉衣服，取了一块兽皮，沾了水擦拭身体。好几天没有洗澡洗头，唐云和浑身都不太舒适，总觉得身上有一股异味。但兽人部落条件有限，他也不能要求太多，忍到现在才行。展哥听到屋外的动静，出来一看，却不想会看到那样一幕。他只看了一眼，慌忙逃了回去。第二天，展哥的异样情绪，就连观众都隔着屏幕察觉到了。老虎精怎么无精打采的？老虎精是不是被吸干了阳气？今天的老虎精好像一只死了老婆的寡妇精。老虎精怎么了？堂堂，你快看看老虎精，他不对劲哎！唐云和闻言扭头看向展哥，恰好展哥也在看他，四目相对。展哥像是看到什么烫人的东西一样，瞳孔猛地一缩，脑袋偏一开，支支吾吾地说：“堂堂，附近没什么危险，你在附近找找你说的菜，我去抓野兽。”展哥说着，把箩筐放下，展翅飞去。唐云和摸着下巴，凝望着展哥离去的背影，小声道：“我怎么觉得展哥的背影有点慌乱？他怎么了？事很大，前夫哥快查查。老虎精该不会晚上偷偷亲你了吧？”感觉老虎精还没那么大胆子偷亲，偷看或者无意之中看到堂堂洗澡还有可能。我去，对啊，堂堂换兽皮衣服了呢，他头发也变清爽了，昨晚肯定洗澡洗头了，该不会被老虎精看到了吧？哦呦呦，老虎精真纯情。堂堂的兽皮衣服还有点好看，只是想问问，穿那么厚不热吗？唐云和脸下眼底的一丝复杂，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兽皮衣服，回道：“这衣服穿身上肯定热，不过还好，露胳膊露腿的，再热也还能忍受一点，尤其是森林里温度不那么高。可惜的是，这里的鞋子不太好走路。说是鞋子，其实也就一块兽皮包裹住脚。等空闲下来，他要学着做鞋子。”唐云和想了一会儿，拿起箩筐向林中走去。我们来看看森林里有什么好东西。丁，宿主可以消耗1000金币开启小地图，小地图将显示方圆1里范围内的可用植物。你就盯着我那一点金币撸吧。他昨天才把赚到的打赏兑换成金币，刚凑够1000金币，那1000金币他连火系晶石都舍不得买，让他买小地图，买，那么实用的工具他怎么可能不买？丁，小地图程序购买成功，宿主剩余35金币。唐云和，你非要扎我的心是不是？丁，宿主是否开启小地图？是。丁，小地图开启成功，宿主使用愉快。唐云和的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地图，地图上出现了一个个红点。他循着红点的方向朝右前方走了大约10来米，在一棵布满青苔的树下发现了一小片植物。你们看看我找到了什么？我找到了生姜哎，运气真好，这里居然有生姜。有了生姜，我就可以用来给肉去除腥味。帝国的肉类是经过基因提纯和改造的特制肉，没什么腥味，所以你们不是太明白腥味是什么。在我那个时代，我们吃的猪肉、鱼肉、鸡肉、鸭肉等等都是由粮食或者是饲料喂养，没有进行过基因选育，所以肉质带有一点腥味，这种肉要用生姜去腥才会好吃。兽人大陆的野兽肉也带有腥味，所以很需要生姜去腥。生姜除了去腥，还能增味，还能驱湿气，是很有用处的一种调味品。唐云和说着，已经把生姜挖了出来。或许是因为森林里土质肥沃的原因，生姜产量很高。唐云和至少挖了10斤左右的生姜。开张大吉，第一弹是个好兆头，我们再向其他地方看看。唐云和装作到处寻找的模样，慢慢靠近第2个红点。第2个红点在一个小缓坡上。说菌子，还真有菌子。这什么菌子？有认识的吗？红伞伞，白杆杆，吃完躺板板。红蘑菇，据说是剧毒蘑菇，吃了要产生幻觉。那蘑菇看起来很不好惹呀。唐云和把地上的几朵红蘑菇捡了起来，扔进箩筐，笑着回道：“红蘑菇也不是全毒有毒，我刚才捡的那种是无毒的红菇，红菇的伞盖上没有那些点，表面很光滑，菌感厚实，看起来很肥美。红菇和红蘑菇并不好认，各位如果不认识，就把蘑菇送去检测中心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毒性，不要乱吃。乱吃？你觉得我们能进去植物保护基地？得了吧，现在的野生植物基地是我们的基因图谱库，压根不准人进去。我们想采蘑菇都找不到地方。网上买的蘑菇完全不用担心毒不毒的，聪明的已经下单准备好锅碗瓢盆，学习起来。哈哈哈，期待小禾苗的第1道大菜。唐云和看着弹幕上的观众留言，想了想说，想要学做菜的可以去准备一些调料，我晚上教你们做菜。我这里的调料不太齐全，但是我可以把完整菜谱告诉你们，麻烦你们自己整理一下。好了，我们去寻找下一个植物。森林里就是宝藏，有小地图加持，唐云和一般不会错过好东西。短短半个多小时，唐云和已经找到了生姜、野葱、盐果、红菇、青菇、木耳、蕨菜、灰菜，还摘了一些青果。可惜没找到竹笋。唐云和自言自语时，头顶突然传来一道轻佻的声音：“要不要我给你找呀？”小雌性。唐云和吓了一跳，猛地抬眼看去，就见前方不远处的大树树杈上躺着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子。那男子的长相堪称妖孽，皮肤胜雪，一双眼睛勾魂摄魄，只是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眼，
唐云和就觉得脑子一阵晕眩。唐云和连忙移开目光，不敢再看他，心里暗想着他可能会某种精神控制术，此人很危险。唐云和心里紧张道：不行，双手紧紧握住箩筐边缘，随时准备跑路，面上却平静地问道：你是谁？直播间被美色所迷的观众顿时炸了。这种时候不要问你是谁，直接扑倒啊！啊！为什么那种极品美男不是帝国人？为什么会生在兽人大陆？不科学！救命！他好好看啊！啊！对不起，老虎精，你不是不好看，你是没他好看，我要抛弃你了。小禾苗，这个好，这个养眼，当个小白脸养身边也好啊，太 TM 的好看了。感觉老虎精在金发美人面前就是一块黑炭头。一个老虎精，一个金发美人，你们好现实哦。不过这样的，金发美人送我一个呀！仿生人公司，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给我照着金发美人做呀！我先预定一个金发美人。网上观众不知道金发男子的危险，一个个都在为他神魂颠倒。唐云和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什么眼光？展哥比他好看多了。那家伙除了会摆 pose 会骚包还会干嘛？连回答他的问题都不愿意。还是展哥好，展哥从来不会冷着他，不会不回答他的问题，不会答非所问的说：小雌性，你身上真香。轻浮。唐云和狠狠瞪了他一眼，又赶紧收回目光。金发男子往某处看了一眼，扬声道：小雌性，你为什么不敢看我？难道是因为害羞了？唐云和又气又怒，正要骂回去，突然一道狂风刮过，砰的一声，金发男子所在的大树轰然倒塌，溅起一片尘土。沸沸扬扬的尘土之中，唐云和隐隐约约听到一道轻佻的调笑声：死老虎，见者有份，他也是我的。滚！展哥猛地化身巨虎追了出去，不过片刻，展哥又飞了回来，倏然化为人形，冲到唐云和面前，一把将唐云和搂进怀里，下巴枕在唐云和的头顶上，清爽的气息传入鼻翼之中，展哥焦躁的心顿时平静了下来。唐云和被展哥的举动吓懵了一瞬，等回过神来，就听到头顶传来展哥委屈至极的声音：糖糖，你为什么要看他看到走神？那条死蟒蛇有什么好看的？他还没我好看，你看看我呀！唐云和悚然一惊，等等，他双手推拒着展哥，奋力挣扎着离开展哥的怀抱。展哥松了一些力道，但双手依旧牢牢扣住唐云和的腰肢，不肯松开，金色的眼眸委屈又可怜地望着唐云和。唐云和心软了一瞬，放软了身体，靠在展哥强壮的手臂上，仰头轻声安慰了一句：我没有看他入神，我不敢看他眼睛，是因为他的眼睛好像有问题，好似能控制我的精神力。展哥恨声道：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唐云和被展哥的语气逗得一乐，旋即又问道：你说他是蟒蛇是什么意思？他是蟒蛇族的兽人吗？展哥点了点头，他是金蟒族的兽人，还是伊洛喜欢的人啊？唐云和愣了愣，伊洛他怎么会看上他？那人瞧着不像是会顾家的兽人，他太轻浮了。展哥万分赞同，他确实不是个好兽人，伊洛自己知道，所以他都不敢跟他阿福阿爹说这件事。要不是因为……展哥肩一垮，万分不情愿地说：他长得太好看，伊洛明知道他不是好兽人，还是忘不了他。这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呀。唐云和说着，意有所指的道：我觉得兽人还是要顾家、专一、贴心的才是最好的。唐云和每说一个词，展哥的眼睛就亮一分，说到最后，展哥整张脸都笑开了花。顾家、专一、贴心，这些说的不就是他吗？糖糖真有眼光。展哥内心狂嚎，虎尾巴不自觉露了出来，在后面甩呀甩，看把老虎精嘚瑟的，他可真好哄。糖糖也是大师，突然觉得还是老虎精好，老虎精适合过日子，金发美人适合风花雪月。老虎精，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你们都知道她是蟒蛇精了，还喊她美人，为什么不喊我美人？对着那张霸气绝伦的脸，喊不出美人。唐云和起初还不知道虎尾露出来了，等无意之间看到弹幕才知道这一点。他悄悄看了一眼，唇角顿时一弯，心里跟着直呼好可爱。展哥真的好可爱，好想摸一把虎尾巴呀。唐云和看得手痒，但也知道这样不太好。那个展哥，你可以放开我吗？我的菜掉地上了，我想捡起来。唐云和好声好气的跟展哥商量道。展哥嘴上说着不放，手却先一步放开，说完先唐云和一步蹲地上捡菜。展哥边捡边问：糖糖，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唐云和一一回答。展哥把散落在地上的菜和果子全部捡起来后，把箩筐扛在肩膀上说：我猎了一头青脚牛，先让左思带回去了。糖糖，你还想找什么？我陪你去找。你一个人去不安全。唐云和低头掰着手指说：牛肉，咱们可以做一个凉拌牛筋，还可以做一个红烧牛肉、爆炒子姜牛肉，还可以做风干牛肉、卤牛肉，可惜调料不够，如果有辣椒和八角那些就好了。展哥闻言顿时化为一只一大老虎，匍匐在唐云和面前。你这是做什么？上来，带你去别处找辣椒。唐云和闻言一喜，连忙爬上展哥的后背。茂密的森林之中，
一头纯白的金毛大老虎驮着一个身穿兽皮衣服的清秀男子，缓缓走在林间，树叶缝隙间倾洒而下的阳光落在一人一虎身上，温柔又美好。这一幕被炒上了新网热搜榜1。井号唐云和和他的二婚老虎金井号，二婚会疼人，果然如此。二婚好，二婚妙，二婚顶呱呱！恭喜唐云和走出头婚阴影，喜迎二婚老虎精。突然觉得就这样跟老虎精过一辈子也是好的，至少老虎精会疼人。你们忘了吃掉伴侣的黑熊精了吗？为什么会觉得老虎精是好人？黑熊是黑熊，老虎精是老虎精，两者不一样。我去，才从实验室出来，没想到唐云和真跟少将大人离婚了，恭喜少将大人喜获自由。此处傅瑶少将前妻二婚，你随礼吗？卧槽，谁那么大胆敢戳傅少将伤疤？哦，是思妍少将啊，那没事了。思妍历来和傅瑶不和，只要能让傅瑶不痛快，他心里就开心。因此思妍不止在新网上找傅瑶，私底下还发视频给傅瑶看。本来因为唐云和想要当巫医，心安了几天的傅瑶看到思妍发来的信息，气得骂了一声骗子。唐云和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水性杨花的贝塔，亏他还想把这样的人找回来。傅瑶心里难受的不行，可这一切都跟唐云和没有关系。唐云和时不时跟展哥说着话，目光在林中搜寻，遇到好东西就下去摘。翻过一座山，唐云和在山谷里找到了几株野山椒，野山椒也不错。唐云和摘下山椒，想了想，又让展哥挖了2颗山椒苗放进箩筐里。好了，山椒找到了，展哥我们回去吧。唐云和很自然地爬上展哥宽阔的背，坐在他的在脖梗处。展哥把箩筐甩背上，随后展翅一飞，飞向部落。落日的余晖之中，部落里升起袅袅炊烟，空中时不时有兽人背着石块回来。他们这段时间帮着展哥做厨房、做火炕，已经学会了技巧，准备把自家也改造一番。展哥落在屋前，等唐云和下地后，一个劲风刮过，箩筐稳稳落在门口。唐，绿刀给我一下，我去河边处理野兽肉。我跟你一起去。唐云和赶紧把箩筐搬进屋内，拿了脏衣服，匆匆跑出来，翻身爬上展哥的后背，揪住他脖子上长长的毛，趴在他耳边不自觉撒着娇说：“我也要去，我还有衣服没洗呢，我去把衣服洗了。”展哥耳朵颤了颤，微眯着金眸，默默起飞，飞向河边。兽人部落不远处，靠近山崖的位置有一条不大不小的小河，河水清澈透明，水边有一圈红色鹅卵石浅滩，石滩边上游有几个雌性在洗兽皮，下游的兽人在处理野兽皮，笑声朗朗，映着落日余晖，让观众羡慕极了。他们笑得好开心，我已经2年没笑过了。才从情绪治疗中心出来的我，表示治疗师真废物，用了那么多办法都没能让我笑。可是看到这一幕，我笑了，好快乐呀！我也想加入。他们难道没有一丝丝烦恼吗？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在迅速增加，打赏也渐渐多起来。唐云和正想看看直播间的情况，突然听一洛在喊他：“唐，快过来！”哎，来了。唐云和应了一声，跟展哥说了一声，从展哥身上下来，抱着衣服朝一洛走去。展哥站在不远处看了一会儿，见唐云和其他雌性聊得开心，这才转身走向其他兽人处理清脚牛肉。唐云和在河边搓着衣服，一洛递给他一个黑色的果子：“唐，你用洗果把洗果捏碎，汁液滴在衣服上，搓几下，衣服就干净了。”哦，这样吗？唐云和接过果子，捏了一下，洗果之中的白色液体滴落下来。唐云和连忙用衣服接住，白色汁液落在脏衣服上，衣服上的脏东西立刻消失不见。真厉害，比超声洗衣机都好用。兽人懒得创造，是不是因为大自然中什么都有啊？哦哟，大树你现在睡得着吗？为什么你要那么偏心？洗果，洗力白，值得拥有。我也想要洗果，哪位好人去研究一下。洗果的去污能力是真的厉害，只需要那么几滴果汁，衣服立即变得很是干净。唐云和欣喜地看着已经变干净的衣服，把剩下的洗果还给一洛。谢谢你啊，一洛，要不是有你的洗果，我还要搓很久呢。要谢谢。一洛捏着洗果凑近了唐云和，压低声音小声问道：“那你就告诉我，今天出部落，你见到谁了？为什么你身上会有其他兽人的气息？”唐云和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你是说那个蟒蛇族兽人吗？”一洛呼吸一紧：“你真见到他了？他，你有没有看上他？”一洛双目紧紧盯着唐云和，唐云和浑身打了一个寒战，咦了一声，万般嫌弃的道：“谁会喜欢一条蛇？冬天抱一起睡不得冷死，还是暖和一点好。”唐云和说着，悄悄看了一眼正在跟兽人聊天的展哥，脸色绯红，其中意思不言而喻。一洛撇撇嘴道：“展哥有什么好？笨嘴笨舌，只会打猎，连花都不会送。”一洛小可爱迷恋金发美人，该不会是因为他送了一朵野花给他吧？我愿称之为一朵野花的沦陷。妈呀，兽人大陆追人这么好追的吗？一朵野花搞定啊！谁都不要拦着我，我要去给兽人大陆的雌性送花。呜呜，咱们帝国的 Omega 可不可以学雌性啊？一个个都好难追。唐云和扫过弹幕，愣了一瞬，随即压低声音，八卦地问一洛：“你收到过花呀？”才没有。一洛娇羞地瞪了唐云和一眼，急急忙忙跑走。看那表情说没有，谁信啊？反正
直播间没有一个网友信，唐云和也不信。唐云和洗好衣服拿回家晾在屋外的木架上，晾完衣服，唐云和自觉回家做饭。此时展哥已经生好了火，锅里烧着热水。糖糖，你今晚想做什么好吃的？天色有一点晚了，简单做一个菌菇牛杂汤、山椒牛筋、滑牛肉片、爆炒牛肉片、炝炒灰菜、凉拌蕨菜、红烧牛肉，暂时就这些吧。暂时这些？我去，你吃的那么好的吗？听饿了。呜呜，晚上只吃了一管营养剂，现在看不得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吃营养剂啊？我也想吃糖糖做的菜。农业部能不能不要那么无能？至今都没有把自然食物的价格打下来。打下来了，还怎么赚钱？再一次，帝国百姓因为自然食物吵了起来，大部分百姓都在要求降低自然食物的价格，他们不想再吃难吃的营养剂。军部紧急召开会议，元帅亚瑟问众人：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会议室内的各位官员尽皆沉默。亚瑟的目光落到傅瑶身上，直接点名：傅少将对此可有话说？傅瑶沉声道：自然食物制作程序复杂，极为浪费时间，我认为不宜推广宣传。傅少将这话就不对了。司言立即反对道：人活一世，总要活出一点乐趣来，总不能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一道程序，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要为节约时间在让步。傅瑶冷声道：虫族未灭。司言翻了一个白眼：虫族未灭跟推广自然食物有什么关系？怎么无关？傅瑶大义凛然的道：若人人都贪图享受，为了做自然吃食而浪费大好时光，疏于训练，那么虫族来袭，我们将如何抵御？司言嗤笑道：做饭那点时间还没你跟小三打情骂俏浪费的时间多，何必双标？会议室内突然传出一道嗤笑声，傅瑶冷眼横了过去，笑出声，那几位连忙抿唇憋住笑意，低头假装翻动文件。亚瑟轻咳一声，淡声道：最近这几年来，前往情绪治疗中心治疗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治疗情绪都是想要寻找快乐，而快乐并不是那么好治疗，就算是给患者注射快乐基因，他们大多数也不怎么快乐。而通过看唐云和的直播，曾经不快乐的人快乐了许多倍。这几日情绪治疗中心的人数明显在下降，因此我认为咱们可以试着推广自然食物，不管是不是浪费时间，总之能让国民快乐一些，有是好事。话说到这份上，傅瑶心里就算满心不情愿，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提案通过。当这一消息官网通报之后，全网沸腾起来。糖糖，刚才官网说会大力推广自然食物，自然食物会降价，降到所有民众都能买得起的价位。赶紧拿起小本本记录糖糖做菜的步骤，等自然食物降价，我也要学起来。感谢糖糖，我终于可以不用吃营养剂了。唐云和得知这消息后，也是为他们感到开心。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营养剂是有多乏味。一阵阵香气透过锅盖传了出来，展哥金色的眸子一错不错地盯着油锅，不自觉咽了咽口水，让那张帅的惊天动地的脸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息。唐云和莞尔一笑，夹了一块刚拌好的牛肉片，喂到展哥嘴边：你尝尝看。展哥想都没想，张嘴吃下牛肉片，一股辣味顿时传入口中，那味道非常陌生，但又特别刺激，回味无穷。好吃吗？唐云和小声问道。好吃。展哥想了想，认真回道：很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糖糖，你还能再给我吃一点吗？你等等。唐云和重新拿了碗筷，装了一小碗凉拌牛肉递给展哥：你吃吧。谢谢糖糖，糖糖你真好。展哥迫不及待地接过碗，夹起一片牛肉片，突然喊了一声：糖糖啊！唐云和刚张嘴，一片牛肉喂进了他的嘴里。唐云和愣愣地看着展哥，昏黄的灯火下，展哥那宠溺一笑，让唐云和不禁脸色微红，心跳个不停。展哥太帅了，唐云和感觉自己快要昏头了。完了，我家小禾苗被老虎精端走了。小禾苗你醒醒，那是老虎精啊！你不要沦陷，换我沦陷。我在说什么鬼？是心动还是色心大动？好甜啊！呜，我们二婚 CP 今晚上大分，太配了。果然二婚会疼人。唐云和默默瞥开眼，小声嘟囔着：你们别胡说。展哥靠在案板边吃着牛肉片，语气略微激动地说：糖糖，你太会做吃的了，我以前吃的都是啥呀，一点都不好吃。唐云和吃下那片牛肉，笑道：我做的凉拌牛肉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好吃。首先这油用的是动物油脂，动物油脂遇冷容易凝固，卖相不好看不说，还容易拉肚子，如果有植物油就好了。等以后咱们可以去寻一下看看有没有油性植物。其次呢，这菜味道还是不够丰富，没有味精，没有酱醋，没有胡椒花椒等等，味道上还是缺了一些。展哥不赞同道：可我还是觉得特别好吃。唐云和笑了笑，把洗好的菌菇放入骨头汤锅之中，再往锅里加了一些热水和2颗盐果，继续熬煮。展哥看着唐云和忙碌的背影，问道：糖糖，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厨师。唐云和回身拿起绿刀，一边切生姜一边说：我最早是开餐馆的，餐馆就是我做菜，他们付钱来吃饭吃菜。展哥夸道：你真厉害。唐云和轻笑：你是第一个夸我厉害的人。怎么了？其他人不觉得你厉害吗？
展哥又给唐云和投喂了一片肉。唐云和摇了摇头，有的觉得我的手艺稀松平常，有的不知道我的手艺。第一是厨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职业，第二是机甲师和基因师才是受人追捧的职业，说到底不过是不合时宜罢了。菌菇牛肉汤出锅的时候，早早围在屋外的兽人终于等不下去了，一个个顾不得展哥平日里的威严，推门而入。展哥一记冷眼扫过去，兽人巴诺结结巴巴的道：“那个族长，我们只是想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对，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抢吃的。”兽人凯特说完，蓦然捂住嘴，讪讪一笑。唐云和端着炒好的灰灰菜出来，大大方方地说：“你们可以过来帮我把桌子板凳搬到外面去吗？屋里光线太暗了，吃饭不太方便，在外面吃好一点。”“好嘞，族长夫人。”凯特一口应道。唐云和蓦然羞红了脸，小声辩驳道：“你不要乱喊，我叫唐云和，你们喊我明白。”“好的，族长夫人。”凯特飞快回道，只是那称呼一点没有变化。唐云和扭头向展哥求助，展哥轻咳了一声，带着笑意说：“这么多人，那点东西还不够吃。糖，我去把剩下的肉都烤了吧。”“哦。”唐云和应了一声，歪头想了想，他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儿。直播间缺德的老虎精就会占我们糖的便宜，戒指呢？鲜花呢？婚礼呢？什么都没有，就想要我们糖跟你。诡计多端的老虎精，糖你长点心吧，老虎精瞧着不像是好人。”“族长夫人，我错过了什么？进展那么快的吗？谁来告诉我，怎么就成族长夫人了呢？”那些兽人并不是不懂分寸的，他们只是讨了一点吃的，带回家去给家里的雌性吃。唐云和想着让展哥给巫医爷爷也送了一些吃的过去。这一晚，部落里的人都喝到了菌菇牛肉汤，那绝美的滋味让他们念念不忘。第二天一早，唐云和刚走出家门，就看到屋外站了20几个雌性，有年长的、年轻的，还有年幼的。唐云和伸到一半的懒腰慢慢放了下来，轻声问道：“你们这是做什么？”伊洛出面说：“唐，你昨晚做的中菌菇牛肉汤太好喝了，大家都想喝，他们想跟你一起去采菌菇做汤。”“做汤啊？”唐云和扫一眼面前的人说：“你们人太多了，我家的锅煮不了那么多汤。”那些雌性失落的低下头颅。唐云和展颜一笑道：“在做牛肉菌菇汤前，咱们最先做的就是烧制陶锅，还要烧碗，顺便把灶给做出来，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自己家做汤喝。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建造窑炉，做陶坯。”此言一出，众雌性纷纷扭头就跑。唐云和傻眼了，他们跑什么？当然是因为不把你看在眼里了。不是，人家兽人客气喊你一声族长夫人，你还真当自己是族长夫人啊？笑死了，翻车了吧？弹幕上不时传来一阵震息若声。唐云和正有些不知所措时，一个个雌性又跑了回来。这次过来的雌性明显人数在增加，差不多40-50人。伊洛跑在最前面，双手叉腰，喘着气说：“唐，我们把部落里的雌性都叫过来了，你要我们做什么直接说，我们去做。”看着伊洛那双充满信任的双眸，唐云和提着的心瞬间落到实处。不管他们为什么那么信任他，至少此时此刻他们是友善的、热情的。唐云和扬声一笑道：“那我们先去找建造窑炉的地方。部落那么多人，需要的锅碗瓢盆很多，咱们最好能建造一个大一点的窑炉，这样一次性可以烧出来的东西会多一些。”看着唐云和跟一群雌性有说有笑的朝部落外的山崖边走去，观众不免有些愧疚。都怪我太小人，怎么能误会人家可爱的小雌性呢？兽人族的雌性怎么都那么单纯善良，我以为他们至少会嫉妒一下唐云和。对啊，自家貌美如花的族长带回来一个貌美如花的雌性，都不嫉妒一下吗？还是说老虎精没人要？好奇怪，老虎精貌似真的没有追求者啊。小禾苗，你帮我们问一下呗，问问看谁是老虎精的追求者。好想知道老虎精的追求者是谁。唐云和其实也很想知道展哥的追求者是谁，但那种事怎么好意思询问，他只能当作没看到弹幕。烧制陶瓷碗的窑炉呢，最好选在背风面，远离居住区域，还有水域下方，这样浓烟就不会飘入部落。唐云和一边跟那些雌性说着，一边时不时打听他的名字。他的记忆力还算不错，也不脸盲，基本上能把名字和人对上号。他也借此跟部落里的雌性打成了一片。建造窑炉需要用到石头，唐云和站在选定的位置，刚一开口，就有雌性主动站出来说：“我家洛塞尔在家，我去让他来搬石头。我家那位也在家，我也去喊人。”陆陆续续有好几个人站出来。唐云和点了点头：“你们去吧，顺便谁家兽人还在家的，可以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刨坑。我去吧。”又有几个雌性站了出来。唐云和等他们离去，拿了一块石头，在一片空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然后吩咐其他兽人动手清理这一片空地，把青草去掉，顺便把一些碎石块捡走。等他们做完，不一会儿，10几头一虎带着他们的雌性飞了过来。哇哦，好多大老虎，会飞的大老虎，好想要一头大老虎当坐骑，到底谁骑谁还不一定呢。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我要下车。你们还在开车，不像我
我只会拿笔记记下来堂堂建造炉窑的过程。这东西有什么好记的？我们又不需要那么古老的烧碗道具，一个机器人搞定。你想要什么材质和款式的碗造不出来？对啊，烧碗真没意思。溜了，没什么看头。我也溜了。直播间弹幕上一个个刷着要走，然而直播人数一个都没少。唐云和也没时间理会他们，第一次组织那么多人共同建造一个大型窑炉，他面上镇定，心里其实慌得一匹，全身都紧绷着，生怕出一点错。好在那些雌性也好，兽人也好，脾气都算好，情绪也稳定，偶尔有点小失误，让他们反攻，他们也没什么怨言。真的好不科学啊！那些兽人没有一点工钱，居然那么听话。兽人部落的劳力应该是每个老板都想要的理想劳动力，勤奋好学，还不多事。在那些兽人和雌性无条件配合下，窑炉只用了3天完全造好。看着耸立在山边的那一座高大的窑炉，唐云内心激动无比。这可是他来异界之后亲自指挥建造的第一座大型建筑物，非常有纪念意义。系统，你都不给我一点奖励吗？唐云和半开玩笑地跟系统说。宿主，请记住，我是一个种田美食系统，不是建筑系统。哎呀，系统你不要那么死板嘛，身份可以变动的吗？变动不了呀，宿主，设定死了。好吧。唐云和也没再强求。窑炉建造好之后就是做器物胚胎。唐云和用了1天时间教会他们做器物胚胎，接着又和那些雌性花了2天时间造了一堆泥胚。泥胚造好后，唐云和喊了几名兽人过来帮忙把泥胚放入窑炉内的架子上。等把窑炉放满，唐云和封闭了窑炉，可以往炉里加木柴了。几名雌性闻言纷纷上前往灶里添加木柴，点燃鼓风机，边有雌性坐在一边拉动鼓风机，炉火熊熊燃烧着。那些雌性就像是得到了新奇玩具一样，一个个纷纷抢着上前去烧火。唐云和看了一会儿，拍了拍巴掌，引起他们的注意后说：各位，这炉子一旦烧起来，至少要烧10个小时以上，也就是从现在要烧到明天早上，这期间不能熄火，火势必须大。我看现在的木柴还不够，不知哪位帮我去捡一下木柴。兽人凯特连忙出来说：这是交给我们，附近也没什么木柴可捡，我们去远一点的森林捡一些枯树回来。说着，凯特立刻召集其他兽人一起前往森林。有兽人相助，木柴的事完全不需要操心。唐云和想了想，把窑炉附近的雌性分为10批次，每4人一组，1个小时轮流一次。他在最后一批，一些年纪大和年纪小一点的并没有分配进去。唐云和回家简单吃了一点东西，睡到半夜起身，在展哥的陪同下来到窑炉边，却发现部落里的雌性和兽人大部分都在，他们围在窑炉边载歌载舞，玩得很是开心。族长好，唐族人们纷纷跟2人打招呼。唐云和笑问道：你们都不睡的吗？不困。伊洛扬声回道。迪拉冲上来拉住唐云和往人群里跑。唐，快来跳舞。我不会跳舞。唐云和有些不知所措的道。我们教你啊，这样。迪拉教唐云和踢舞步。开始时候唐云和有些笨拙，后来渐渐熟练之后，唐云和已经能跟他们步伐一致，和迪拉、伊洛2人手拉着手，围着一个火堆跳着欢乐的舞步。凯特摸到展哥身边，悄声问道：族长，你什么时候跟唐结契？怎么？展哥眼神一冷，斜眼睨他。凯特小声道：再过2月就是部落交易会，这一次部落交易会在咱们部落举行，我怕金蟒族那条白脸蛇又来捣乱，你知道的，没有雌性能逃脱他的引诱。想到这里，凯特都气得牙痒痒，白脸蛇真不要脸，要不是他，微若早就是我的结契对象了。可惜自从见过他后，微若跟丢了魂儿一样，宁愿去金蟒族受尽白眼，也不愿意跟我结契。唐那么厉害，做的东西那么好吃，那条蛇怎么会放过他？我怕那条蛇打唐的主意。展哥不知想到了什么，自信笑道：放心，他抢不走唐，我家唐才看不上那条臭家伙，他家唐最喜欢他。凯特不知唐云和早就见过金蟒，还在一边焦急地说：族长，你别不当回事啊，你一定要用心一点，实在不行你脱光光引诱一下唐嘛。闭嘴，你出的都是什么馊主意？展哥狠狠瞪了凯特一眼，听到唐云和喊他，顿时屁颠地跑了过去。凯特无奈一叹，他该怎么跟族长说？金蟒族那条蛇简直是妖孽，别说雌性，就连他看了都心动万分。他若真的想要引诱一个人，没人能抗拒的了，包括兽人。天亮时分，笑闹了一夜的一虎部落此时都没有什么疲态，一群人围在炉火已经熄灭的窑炉前，紧张又期待地看着。伊洛焦急地问道：唐，现在可以开炉了吗？差不多可以了。唐云和话音刚落，伊洛已经迫不及待地把自家蠢弟弟雷特推了过去。去，给我开炉。雷推嘴里嘟囔着走到窑炉边，一把握住石门上的拉环，把石门拉开，顿时一股热浪从炉里喷了出来。展哥挥袖一扫，热浪盾改变了方向，冲向了上方。唐云和看向展哥，好奇地问系统：系统，展哥是风系异能者对不对？他的异能是几级？展哥，风系8级。哇，居然是风系8级异能者，好厉害！傅瑶也不过才8级异能。傅瑶生在傅家，从小资源逆天，就这才勉强升到8级，而展哥只凭借自己努力就修炼到8级。
孰强孰弱毫无争议。展哥感知到唐云和异样的目光，以为他在担心，心里犹豫挣扎了片刻，最终顾不得许多，一把握住他的手，悄声安慰道：“我在，糖糖。失败了，下次再来。”唐云和小小了一声。这时前方传来一道惊呼声：“快来看！哇哦，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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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特已经惊得语无伦次，其他兽人雌性全都冲了过去，门口围满了人，一个个叽叽喳喳的围着门口，高声谈论着。还真的好多，居然成功了，好多锅啊！我要煮牛肉菌菇汤，那些碗都好漂亮呀！展哥听着那些议论声，也知道成功了，当即回身抱住唐云和，兴奋的道：“糖糖，你好厉害！”唐云和有些不知所措。展哥很快放开了他，拉着他往前走，边走边喊道：“都让开！前面的人给他们让出一条道来。”展哥拉着唐云和走到门口，还未散尽的炉火熏得唐云和脸色绯红，煞是明艳夺目。展哥有一瞬看呆，金眸暗暗浮动着晦涩的情愫。危险！危险！危险！唐云和为爱沉沦，不就是拉了一个小手吗？你至于脸那么红？啊！糖糖为什么一副娇妻模样？气死我了！老虎精，我要跟你决斗，夺妻之恨不共戴天！糖糖，你有点出息好不好？你这样，老虎精会觉得你很容易得手啊。观众对唐云和那叫一个恨铁不成钢，他们全都误会了唐云和，以为他脸红是因为展哥，实际上他脸红单纯是被摇橹余温给熏的。然而这种解释没人听，也没人信。井号唐云和脸红井号。这一热搜登顶的时候，傅瑶正在跟蓝月熙登记领证。傅少将、蓝大师，请两位在婚姻保密条约之中签字。容我提醒两位，你们一旦签署隐婚条例，两位必须严格遵守条例，不可私自破坏条例。若一方不遵守条约，另外一方可申请获得10倍精神赔偿。若双方都不遵守条例，那么你们各自的一半家产必须上交国库。两位考虑好了签字吧。帝国婚姻登记中心的办事人员冷着脸公事公办地说道。傅瑶神情恍惚地看着手上的隐婚协议，这是他第一次来帝国婚姻登记中心。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在睡梦之中，他的婚姻由父母做主签下婚书，他和唐云和之间签署的是哪种婚约协议，他一点都没关心过。那时的他一心扑在月熙身上，如今得偿所愿，他却不想签字。蓝月熙见傅瑶迟迟不动笔，而那位工作人员正以嘲讽的眼神看着他，他心里难受极了，脾气再也控制不住，手上的笔啪的一下拍在桌面上。傅瑶，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蓝月熙克制着声音，怒声质问道。傅瑶壮似松了一口气，同样搁下笔，起身道：“我看你的状态不太好，签署婚约的事改日再说吧，军部有些事需要我去处理。”话落，傅瑶匆匆起身离去。蓝月熙脸色难堪极了，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委屈。这还是傅瑶第一次抛下他，果然，男人就是贱，到手了都不会珍惜。蓝月熙咬了咬牙，对着傅瑶的背影喊道：“傅瑶，你今天若是走了，我再也不会跟你来登记结婚，我说到做到。”傅瑶脚步一顿，蓝月熙走上前，绕过傅瑶，站在他面前，昂着下巴哼道：“傅瑶，你要想清楚，只要你今天走出了这里，我明天就去找思妍，跟思家合作 4S 生物机甲。对 4S 机甲感兴趣的不止你一个。”蓝月熙说罢，转身欲走。傅瑶一把抓住蓝月熙的胳膊，深吸一口气道：“走吧，登记。”蓝月熙回眸，勾唇一笑，上前挽住傅瑶的胳膊，甜甜一笑：“瑶哥哥，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谁让希儿最爱的是你呢？”傅瑶唇角勾起一丝嘲讽的笑意。签署婚约协议，登记领证，前前后后所用的时间并不长，然而就是这样短暂的一道程序，却绑定了他和蓝月熙相当漫长的岁月，不是一生，也将会是1年。傅瑶拿着新结婚证，带着蓝月熙回傅家的时候，还没进门，就听见卡特的讽刺声：“幸好少将大人甩了唐云和，他真是浪荡，跟我们少将离婚还不到1个月呢，就勾搭上了野男人。野男人不过是摸了摸他的手，他就脸红的不行，笑死，装什么纯？他嫁给我们少将大人3年多时间，难不成还是个处不成？就他那富狐媚样子，一看就知道是离了男人活不了的。”傅瑶脸色非常难看，双拳紧握。蓝月熙义愤填膺道：“卡特怎么可以这样？阿瑶，你还没把他赶走吗？”傅瑶浑身散发着冷气，一言未发，走上前，房门自动打开：“欢迎主人回家。”智能通报声惊醒了卡特，卡特回头望去，一眼望进满盛着怒火的眸里，卡特吓了一跳，慌忙走到傅夫人身后躲起来。傅夫人看了看卡特，再看了一眼傅瑶，目光最后落到蓝月熙身上：“你把他带回来做什么？”傅夫人神色极为不悦。傅瑶随手把结婚证甩到傅夫人面前：“如你所愿，我结婚了。”你！傅夫人暴跳起。傅瑶冷嗤一声：“这一次你没资格再动用我的权限去离婚，我的事母亲还是少管，不然我不敢保证不拿你的心肝卡特出气。”傅夫人死死盯着傅瑶。傅瑶护着蓝月熙上楼，
路过傅夫人和卡特时，傅瑶脚步一顿，警告道：“希儿不是唐云河，你们若敢背着我耍小动作去伤害她，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你，傅瑶，我是你亲妈！傅夫人再气得捂住胸口，双眼愤恨地盯着傅瑶。傅瑶冷笑道：“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受伤的真相。”傅夫人眼底闪过一丝慌乱：“别惹我！”傅瑶说罢，扶着蓝月溪小心翼翼地上了楼，独留傅夫人坐在客厅生闷气。这边傅家的气氛很是紧张，没有一点新婚该有的喜悦祥和。另一边，唐云河把锅碗都分了下去，他自己分到了2口新锅，外加10个碗、10个盘子、2个盆子。有了新锅，今晚咱们今天一定要庆祝一下。昨晚你也没怎么休息，不如你先回去睡一觉，下午的时候我们去森林采蘑菇好不好？展哥闻言连忙道：“我还不累，你想去野外，咱们现在就去。”可是唐云河正犹豫间，展哥已经化为了一头大老虎。上来啊，糖糖！蒙蒙金色巨眸湿漉漉地盯着他，拒绝的话哪还好意思再说出口。唐云河笑弯了眼，笑着扑了上去，整个人扑到大老虎的背上，柔软的毛发好似毛茸茸的毯子，让他忍不住把脸埋在毛里蹭啊蹭。家人们，跟你们说，展哥的毛毛可真舒服，手感特别好。唐云河忍不住跟观众炫耀了起来。观众无语，炫耀者踢，凡尔赛踢，别蹭了，再蹭老虎精要爆炸了。长毛都挡不住老虎精的脸红。唐云河你真是作孽啊！唐云河一顿坐起身来，他俯身朝展哥看去，展哥瓮声瓮气地问道：“怎么了，糖糖？”展哥的声音比以往低了一些，但听着好像也没什么异样。唐云河也没多想，他朝前坐了坐，抱着膝盖蜷缩成一团，温声道：“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有些不真实，总感觉这一切都不过是我的一场梦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展哥放缓飞行速度，沉声问道。巨大的喜悦过后，心底难免升起一丝惆怅。唐云河特别想找一个人倾诉，恰好展哥就是那一个最好的倾诉对象。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出行的飞船遇到星道团，他们炸毁了我的飞船，我以为我死定了。可是我没死，我一睁开眼就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我还没弄清楚状况，就被一头蟒蛇追着跑，然后遇到你。展哥你真好，好到让我甚至有时候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怀疑你是不是只是我临死前做的一场美梦。过往种种，我总是被抛弃的一个，总是被嫌弃的一个，而你从未抛下我，总是夸我，夸得我都觉得有点不真实。这世上怎么会有人真觉得我很厉害呢？他以前明明是废物来着。唐云河说着说着，没注意到展哥已经停在一片树林里，他的身体突然腾空，接着被一股强大又霸道的力量一把按在树上，铺天盖地的吻狠狠落下，他只能被动接受。妈呀，这是我能看的吗？嘤，我还是未成年，不能看，但是傅瑶少将可以看。傅瑶少将别看，是恶意剪辑。傅瑶少将，你看看你前妻，人家都找到宽肩窄腰大长腿帅哥了，你还是孤寡一个。啥呀？咱们傅少将也不赖，小情人领回家了。有好事者拼命傅瑶，也有人发了傅瑶和蓝月溪一起回家的画面。自此，傅瑶和唐云河好似终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各自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归属。直播间的小禾苗倡议观众不要再提起傅瑶这人，观众也算识趣。后来的弹幕再没过傅瑶，但傅瑶还是从先前的之中看到了那段画面。傅瑶气得捏碎了光脑，可这一动作并不能阻止展哥和唐云河的关系更进一步。唐云河被展哥亲得晕乎乎的，这还是他的初吻，整个人害羞的不敢从展哥怀里出来。大庭广众之下，几十万观众面前，多丢人啊！展哥心满意足的搂紧唐云河，头埋在他肩膀上，慢慢平复着激动的心情。半晌，展哥在唐云河耳边轻声耳语道：“不是美梦，糖糖，是珍宝。”温柔又缱绻的嗓音说出珍宝那2字时，唐云河眼里忍不住一酸，原来他也有被人珍视的一天。展哥察觉到胸前的微微失意，只把怀里人搂得更紧了一些，仰头看了看四周的环境，突然眼前一亮说：“糖糖，你还没见过圣湖吧？我带你去圣湖看花好吗？圣湖那里有很多很漂亮的花。”算了吧，唐云河闷闷的开口。展哥又道：“圣湖边还有绿刀树，我带你去摘绿刀。”这样啊，那去看看。唐云河顿时来了兴趣，不止唐云河来了兴趣，直播间观众同样来了兴趣。绿刀啊，我终于等到你，终于等到绿刀现身。一直想知道绿刀树长什么样，现在知道了。观众在线人数直线飙升，很快突破100万，而在线人数上涨速度并没有慢下来。傅瑶也得到军部命令，收看直播，搜集绿刀树的一切信息。万众瞩目之下，展哥却并不怎么着急，他飞行速度并不快，还时不时在山顶停留，带唐云河看云卷云舒，在山涧停留，采野果给他吃，还会抓一些小野兽烤着给他吃，再时不时说一些小时候的事，逗得唐云河很是开心。赶到圣湖的时候，已经是日暮降临，落日的余晖洒在平面的湖面上，泛着潋滟霞光，天水一色，霞光千里，湖面时不时飞过三两的白。糖糖，
你看那朵花，好看吗？展哥的声音让沉醉在美景之中的唐云和回神。唐云和举目望去，并没有在湖面看到什么花，正想问花在哪，话还没说完，他蓦然看见湖面上冉冉冒出一朵金色莲花，那金色莲花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好漂亮啊！唐云和感叹道。话音刚落，湖面上接二连三地冒出金色莲花，不消片刻，湖面上盛开着100多金莲，金莲散发出袅袅香气，引来众多野兽，沉重的呼吸声让唐云和心里没来由一紧。他扭头一看，被湖边一头头高大强悍的野兽给吓了一跳。不怕，展哥把唐云和搂进怀里，站在他身后，指着前方，用心看花。哦，唐云和放下心来，专心看着花。金莲还在缓缓往上升，不一会儿露出了金莲的金色茎秆，随着金莲升空，它的全貌缓缓展现在众人面前。那居然是一棵高大的树，树干全金色，极为粗壮，金色树干上长着金色的莲花，还有绿刀。绿刀居然长在这种树上，真神奇！这是什么树啊？又有莲花，又有刀，难道叫刀莲？我们这里好像没有这种树，古籍上也没有记载。好神奇的树！不过堂堂和展哥现在好危险，感觉岸边的野兽不是善类。随着树干出现，岸边的野兽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展哥突然低声道：堂堂，搂紧我的脖子。唐云和连忙踮起脚尖，双手环住展哥的脖子。展哥左手搂住他的腰，下一秒，展哥身体突然离地而起，一个急冲飞向湖中央，右手化风为刀，一刀斩断一片子绿叶，抓住绿叶，身体陡然往上一冲，到高空突然变换成一老虎，背生6翼，长10几米的翅膀猛力一扇，掀起的龙卷风把追上来的翼龙都各给卷出了湖面，更别说其他飞禽类野兽以及兽人。展哥踏着强劲的风浪扬长而去，这一幕惊呆了观众。老虎精好帅！我的天，老虎精的异能等级至少在8级，不，8级没这么厉害，他好强！以后再也不喊你老虎精了，喊你老虎大王。不愧是一虎族族长，怪不得威望那么高，说一不二，随便带人回去都没人反对。原来展哥这么厉害！展哥，展哥，展哥！唐云和被一只虎爪牢牢扣在老虎腹部，脸埋在长长的毛发里，看不清外面的情况，只能通过弹幕了解发生了什么。看着弹幕上那一句一句夸赞，他心里竟有些有容与焉。不过大家能不能不要再喊老虎精了？老虎精，老虎精，老虎精，老虎精！算了，观众开心就好。展哥飞过高山，飞过江河，飞过丛林，一路带着他飞到一座河谷，停在沙滩上。天色已经晚了，晚上不适合赶路，我们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展哥松开唐云和，把绿刀给你防身，我去捡一些柴火过来。唐云和刚回神，手里突然被塞了一把绿刀。展哥说走就走，眨眼间就没了人影。怎么走这么快？唐云和小声嘟囔道：亲爱的宿主，在兽人大陆，绿刀是兽人很重要的战利品，除了自己使用，只会给自己的伴侣使用。展哥送你绿刀，其实是在向你求婚啊！唐云和蓦然低下头，看向手上的绿刀。昏暗的夜里，绿刀泛着淡淡的绿色光芒，看起来好像一块上好玉石，一看就极为贵重。他记得第一次见面，他问展哥借绿刀，展哥没有丝毫犹豫，就把绿刀给了他。他那么随便的吗？别人问他要绿刀，他就给。唐云和撇撇嘴，拿起绿刀往河边走去。展哥回来的很快，唐云和还没走到河边，展哥已经带着一些枯树枝回来。见唐云和往河边走去，吓了一跳。堂堂，快回来，河边危险。话刚落，一道水箭直冲唐云和的面门。堂堂，展哥吓了一跳。下一秒，唐云和速度极快，挥手一串火球与水箭正面撞击。唐云和身体一个暴退，直撞进展哥怀里。水箭消融，展哥把唐云和揽进怀里，惊魂未定的道：吓死我了，堂堂。唐云和回身拍了拍展哥的胸口，安抚道：别担心，我没事，我也是很强的。我们家堂堂最厉害。展哥手指抚摸着唐云和的脸颊，温声问道：你想去河边做什么？我想去洗一下脸，出了好多汗，脸上有点黏，还有一点气味。唐云和抬手摸了摸头发，感觉头发也有点油，我也想洗一下。你等等。展哥闻言松开唐云和，朝河边走去。唐云和跟了上去，展哥踏入河中，河水没过他的膝盖，他一步一步朝河中央走去，走了一段距离，转身回到岸上。我试过了，岸边的水不深，河里的水箭鱼也被我赶走了。你若觉得不舒服，可以去洗一下身子，我在岸边，有事你喊我。展哥说完，绕过唐云和，走到岸边上，背对着唐云和升起了火堆，以行动表明他不会偷看。老虎精还是个正人君子啊！堂堂快洗吧，老虎精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洗不礼貌。堂堂，男人的鬼话你别信，总觉得他不怀好意。唐云和看了展哥一眼，跟观众说了一声：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接着，唐云和不顾观众哀嚎，直接关了直播。屏幕前的傅瑶眼睁睁看着直播关闭，而他却完全无能为力。唐云和，你最好是检点一些，
傅瑶握紧拳头。蓝月熙送水进来，见他脸色不好，关切地问道：“阿瑶，你没事吧？”“无事。”傅瑶揉了揉额头，语气冷淡地问道：“你怎么来了？”蓝月熙此时心里也装着事，他没在意傅瑶的冷淡，上前跟他说：“爸爸让我们回一趟蓝家，阿瑶，我们明天回去可以吗？再说吧，明天军部要开会。”傅瑶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敷衍了过去。蓝月熙还想再说，傅瑶又开口道：“你先回去，我处理一点公务。”蓝月熙欲言又止的看了傅瑶一眼，转身离去。离开书房后的蓝月熙脸上的柔弱一扫而光，低头发了一条信息出去：“兽人大陆。”夜晚的森林里有些低，唐云和睡在展哥搭建好了藤屋内，并不觉得寒冷。第二天一早，展哥带着唐云和在森林里找食物，在小地图的指引下，唐云和在一处山谷惊喜地发现了一片水稻。水稻，是水稻啊，展哥！唐云和激动地摇晃着在展哥的胳膊。大米饭，香喷喷大米饭，米糕、米饼、锅包肉、米花，好多好多吃的呀，展哥！有了水稻，我们部落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吃的了。展哥不知道水稻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堂堂嘴里的我们很是动听。走啊，展哥，别傻站着不动，咱们去收水稻。唐云和拽着展哥冲到水稻面前。山谷里的野生水稻，株高2米多，一株水稻苗上至少2个稻穗，稻穗上的稻粒比一般稻粒大4、5倍，一颗稻子至少有豌豆大小。这水稻长得可真大。唐云和摘了一颗水稻种子，剥开稻壳，里面出现的大米呈圆形，银白色，自带一股清香味。这东西真的能吃吗？展哥好奇地问道。当然可以。唐云和郑重其事的道，煮熟了就能吃，特别好吃，还特饱腹。先不说了，咱们先把这些水稻割下来带回去吧。那一片水稻不是太多，也不算少，差不多100-200株的模样。唐云和挑着稻穗割下来的稻穗用稻草捆扎成一把，接着他再把稻草打结，弄成一根长稻绳，把所有稻穗扎成一捆。有了水稻这个收获，唐云和也不想再在森林里待，他催促着展哥回了部落。回到部落的时候，部落里飘起了一片片浓郁的香气，部落里升起袅袅炊烟，好香啊！我们也赶紧回去炖汤喝。展哥加快速度赶回家，这一次展哥带了一头野山羊回来。唐云和回家后，把稻穗放在储藏室中，然后开始动手煮饭，展哥帮忙烧火。今晚我们吃蒸米饭、羊肉汤、炒青菜、凉拌手撕羊肉、盐煎羊排。你饭量大，我再给你做一个烤羊肉，可以吗？唐云和说完，突然反应过来，展哥你去拿一小把稻穗过来，把稻壳剥了，我等会儿要用来蒸米饭。好。展哥起身去拿稻穗，唐云和提刀切羊肉。展哥坐在灶台后包着稻子，唐云和切菜炒菜，时不时跟展哥说说话。他不管说什么，展哥都会认认真真回应，没有一丝丝不耐烦。屏幕外，傅瑶怔怔地看着这一幕，心里闪过一丝恍然无措，他好像真的要失去唐云和了。唐云和，傅瑶猛地闭上双眼，不想再看到这一幕。看不到，他还可以骗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等一顿饭做好后，屋里已经暗了下来。展哥把桌子搬到屋外，屋外星星满天，光线还算不错。他又在院子里生了一堆火，这样一来，为院子里的光线更为明亮。饭菜上桌后，唐云和给展哥盛了一碗饭。展哥，你试试米饭，就着菜吃，你看好不好吃？在唐云和期待的目光之中，展哥端起饭碗，夹起米饭放进嘴里。有股香味儿，味道很淡，不过还好吃。展哥认真评价道。想了想，他又补充了一句，雌性应该会很喜欢这种口味。唐云和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羊肉放下进展哥碗里，米饭要配菜吃，这样才不会寡淡。你再试试。展哥听话的就着羊肉吃了一口米饭。咦，这味道！展哥眼前一亮，真好吃啊！糖糖你也吃，给我看饿了，我也想吃。米饭原来是这样蒸的，看起来好香，好香好香的样子。糖糖开个全息模式呗，想品尝一下。全息系统，我的直播间可以开全息模式吗？宿主，系统10级可以开通全息模式。系统现在不过1级，离全息模式开通还早着呢。唐云和只能打消这个念头。糖糖，快吃！展哥往唐云和碗里夹了一块肉。唐云和冲他笑了笑。展哥回以一笑，随后继续埋头苦吃。看得出来，他是真觉得那些饭菜好吃，不是敷衍。没一会儿，一锅米饭外加好几个菜都被展哥全部干光，连菜汁都被他倒进米饭里吃完了。展哥是真能吃啊！是那能吃，他应该早点做好准备，多囤积一点食物，冬季的时候才不会挨饿。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唐云和把自己的囤粮计划一说。展哥想了想说，现在囤粮还早，我们一般都是提前1个月囤粮，再过几天会进入雨季，食物在雨季容易坏掉，囤粮的事等过了雨季再说吧。雨季会持续多长时间？唐云和问道。展哥想了想道，大概1个月。雨季也太长了。唐云咂了咂舌，这1个月如果都要下雨，那我们的食物怎么办？展哥拍拍胸脯保证道，你放心，我会给你找吃的，不会饿着你。我知道你不会饿着我。唐云和顿了顿，
只是吃惯了美食大餐，突然回到吃烤野果的时期，有点不适应。展哥急忙说：“我会给你找来其他食物，不会让你吃不好的。”我知道。唐云和冲展笑了笑：“我没说你不好，我是想在雨季之前多囤一点吃的，还有调味品。展哥，你能不能多弄一些盐果回来？我想把瘦肉做成烟熏腊肉，这样会利于保存，放几个月都不会坏。还有那些野菜，也可以用盐果做成咸菜，下饭好吃。”展哥闻言回道：“我的阿爸、阿父过几天就会回来了，他们这次出去就是去海边换盐，他们会带回来很多盐，盐果也会带一些回来。你若觉得不够，我会再去给你找。你阿父、阿爸要回来了吗？”唐云和心里有些紧张，有些不知所措。他跟展哥之间现在这样，算不算见家长？展哥摸了摸唐云和的脑袋，安慰道：“你别害怕，我阿父阿爸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也不住在部落。他们不住部落，住哪里？”唐云和蓦然瞪大双眼。展哥回道：“听阿父说，森林南方有一座小岛，岛上食物充足，而且冬天不冷，他们去那边过冬去了。既然有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把部落里的人都带过去，等冬季过了再回来？就像候鸟南迁一样，一虎族人都会飞，想必越过森林，飞向远方不是难事。”展哥叹道：“我们不能离开这里。”为什么？唐云和追问道。展哥收回手掌，回道：“原因我不能说，因为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伴侣，等你跟我结契之后，我才告诉你。”谁要跟你结契啊？唐云和嗔了展哥一眼，转过身去。展哥一把抓住唐云和的胳膊，追问道：“唐唐，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契了？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还是你也嫌弃我不如金蟒族那条蛇好看？”原本想逗逗展哥的唐云和，一听到他那失落的语气，立马回头反驳道：“那条蛇哪有你好看？你比它好看多了。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契？”展哥紧盯着唐云和追问道。唐云和轻叹了一声，如实回道：“我以前结过一次婚，就是结契，再跟你结契就是二婚。你不介意二婚吗？”展哥凑上去吸动着鼻翼，疑惑的道：“你前一个结契对象是不是不行啊？你身上都没有他的气味。”唐云和蓦然瞪大双眼：“你连这都能闻出来？”展哥轻笑：“兽人的鼻子很灵的，你有没有跟过其他人都能闻出来。你身上没有其他兽人的味道，他肯定是不行，你才踹了他的吧？”唐唐。展哥扑到唐云和身上，抱紧他的身体，撒着娇说：“不行的前对象不算对象，算他耽误你。所以你我还是第一次结契，咱们结契好不好？你心里不要再想他了好不好？他不行，不能带给你快乐。我能给你快乐。”唐云和脸色爆红，展哥说的都是什么词什么话？我天哪，老虎精好敢说。所以副少将是真不行吗？不行的前对象不算对象，他不行，不能带给你快乐。井号副少将不行，井号唐云和现男友说副少将不行，井号他不行，不能带给你快乐。井号一个个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的标题刷爆整个新网，网上传言沸沸扬扬。身处风暴中心的傅瑶收到了来自上司的关怀，同级别官员的冷嘲热讽，下属的欲言又止，以及蓝月熙怪异的目光。新网记者也在各种找机会想要采访他。傅瑶不堪其扰，关了光脑，躲军步不出来，专心训练 3S 机甲。然而展哥那一句他不行，不能带给你快乐，总是时不时钻进他脑海，想忘都忘不掉。傅瑶不由想到曾经当初他从昏迷之中醒来后发现他被迫娶了一个上不了台面跟他匹配度为0的贝塔，而跟他情投意合的月熙却被逼远走他乡。那段时间他以为是唐云和仗着蓝家真少爷的身份抢了月熙的婚事，对他厌恶至极，怎么会碰他？却不想到头来是他错了，最终便宜了展哥。不，他不会放手的。傅瑶驾着 3S 机甲猛然冲向高空，直入云端。唐云和心里直后悔，干嘛要开直播？这下好了，展哥说的那些都被他们听了去，那些虎狼之词也不知道会被说成什么样。唐云和连弹幕都不敢看，只能胡乱点了点头，硬生生找话说：“如果能找到更多的红薯和水稻就好了，这2样都是主食，还耐贮藏，晒干了可以放很久。”说着说着，唐云和的思路越来越开阔，越说越多，从水稻子的采收说到晾晒去可贮藏，再从红薯的窖藏说到红薯淀粉、红薯粉条。没得到唐云和的赞同，展哥表情略微有些失落，但也只是一瞬间，很快他也被唐云和说的事给吸引了全部注意力。水稻和红薯好说，等会儿我把兽人召集起来，我给他们说说水稻和红薯的事，让他们去森林里寻找猎物的时候寻找一下，遇到了就弄回来。还有你说的装粮食的柜子，还有支架什么的，这个等下午的时候我找几个兽人去森林里弄一些树回来，你叫部落里的雌性一起帮忙。还有什么？展哥低头认真询问道。唐云和道：还有藤条，多弄一些藤条回来，就那种比较细的藤条，我要多编一些装东西的篮子和背兜。展哥点点头：好，暂时就这些，你快点去给我弄藤条回来。唐云和推着展哥往外走去，展哥任由他推着离了家门。展突然一个转身，飞速在他额头落下一吻，接着转身展翅飞飞走。
唐云和看着像是落荒而逃的某人，失笑道：“算不算有贼心没贼胆？算，老虎精胆子太小了，亲一下算怎么回事？老虎精快回来，这里有一个人嫌弃你胆小如鼠。”这还能忍？老虎精他说：“你不行哎，不行的前任算他耽误你，不行的现任也是一种耽误。希望老虎精早日证明你不是不行。不行的现任，踢！”唐云和悄悄扫了一眼弹幕，赶紧退了出来，佯装镇定地朝红薯地走去。红薯苗经过磷肥2次灌溉之后，长势非常不错。红薯苗长到这种长度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掐这种嫩尖，不需要加太多配料，只需要油、盐、辣椒爆炒就很好吃。除了爆炒，还可以烧汤。中午的时候再来掐一点红薯藤吃。唐云和说着往前走去，看到了他前几日种下的山椒苗和生姜、野葱，这些苗木长势也非常不错。可惜现在不是种植水稻的时期。唐云和遗憾了一瞬，接着回屋把水稻稻穗拿出来，放在石板上晾晒。他刚把水稻晒好，一洛匆匆跑了过来，一来就拉着唐云和的手腕往外走。唐，你快跟我去窑炉看看我们昨晚可以入炉子吗？一洛边走边跟唐云和说，这几日部落里的兽人忙着给自己的屋子大改造，加盖房间和灶台、火坑，雌性们则弄来很多粘土制作泥罐、盆碗泥胚。窑炉边缘摆了很多泥胚，一个个做得像模像样。唐云和一个一个挨着检查了一遍，回道：做得很好，质量上完全合格，就是丑了一点。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对现在的部落来说，实用大于美观。迪拉紧绷的心瞬间放了下来，合格就好。那我现在可以放进窑炉里了吗？可以啊。唐云和说着，弯腰抱起几个泥胚，一起搬吧。好嘞，快搬。迪拉招呼其他雌性一起动手，帮忙搬运泥胚。搬运的过程之中，唐云和好奇问道：迪拉，你们烧制这么多碗做什么？上次的碗不够用吗？这不是给我们用的，是用来交换的。迪拉见唐云和神色迷茫，当即给他说起部落交换大会的事。每一年，兽人部落都会集中在一个部落里面进行交易。今年举办交换会的部落就是一虎族部落。迪拉说，我们想多做一些锅碗，等其他部落的兽人雌性过来的时候，交换给他们，让其他部落的雌性也能在冬季的时候喝到热水，吃上热食。格局好大啊！兽人族的雌性都好善良。迪拉节气了没有啊？我好喜欢他，他真可爱善良。部落之间都不发生战争的吗？都不争夺地盘的吗？为什么那么友好？唐云和也就此问题询问道。迪拉，部落之间关系都那么好吗？就没发生过部落打架的事吗？迪拉皱紧了眉头，似乎有些不理解唐云和话里的意思，为什么要打架？这唐云和为之一愣。一洛在一边解释道，唐，森林里其实并没有像你看到的那么安全，下雪的时候很冷很冷，大雪过后又会爆发兽潮，兽潮之后还有地冻，有洪水，一年到头也就这几个月比较轻松。为了抵抗严寒，兽潮已经很艰难了，谁还想再相互打架？部落之间如果打起来，没了几个兽人，部落也保不住呀。所以我们都不打架，只是很少来往。原来兽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兽潮来临之前，他必须要拥有自保能力才行，所以他需要尽快完成主线任务，拿到奖励购买体术。唐云和想着，精神力过任务，蓦然发现任务居然完成了一大半。清炒红薯藤，菜谱完整度80%，合格。星际学习成功人数3万1万，获赞1000W 加，超额完成任务。菌菇羊肉汤，菜谱完整度70%，合格。星际学习成功人数12001万，获赞2000W 加，超额完成任务。凉拌牛肉，菜谱完整度50%，刚好合格。星际学习成功人数3万1万，获赞1000W 加，超额完成。其余菜品菜谱完成度未达到合格层次，请宿主再接再厉。唐云和看着新出现的任务进度，心里想着，原来那5道菜不是只要把菜做出来就好，还要他去完成菜谱，菜谱的完成度必须在50%以上才算合格。他猜想，任务奖励估计会跟学习成功人数、获得的点赞数量挂钩，因此剩下2道菜，他最好是能出2道又简单又好学，还能让大多数人满意的菜品。唐云和心里盘算着菜品的事，等把泥胚放好，关上窑炉后，也没在原地守着，跟迪拉几人说了一声之后，转身朝家里走去。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认识路。唐云和拒绝了伊洛的好意，却不想会在回去的路上又遇见那条金蟒。金发美人依旧美得惊天动地，唐云和却视而不见，面无表情地从她身侧走过。哟，小雌性，没看见我吗？金发兽人一个闪身挡住了唐云和的去路，流里流气地看着他。唐云和猛地后退几步，伸手制止他的靠近，语气惊恐地吼道：别靠近我，我怕蛇。金发兽人脚步一顿，委屈巴巴地看着唐云和。唐云和搓了搓身上泛起的鸡皮疙瘩，看都不敢看金发兽人一眼，转身往回跑，边跑边吐槽：世上怎么会有蛇那样恐怖的兽人？毁灭吧，吓死了。金发兽人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噗呲，一声轻笑从后面传来，金发兽人猛地回头，狠狠瞪了凯特一眼。凯特摊开双手，语气无辜的道：你瞪我干嘛？嫌弃你的又不是我。哼！
金发兽人狠狠刮了凯特一眼，化为一条金色，唰的一下溜向丛林。凯特摸了摸鼻子，轻声嘀咕道：“活该被嫌弃，谁让那家伙谁都想勾搭一下，真以为族长看上的人是那么好勾搭的？”唐云河跑回窑炉边缘，伊洛笑着迎上去，却在靠近他的瞬间变了脸色。唐，你遇到了谁？唐云河摆了摆手，喘着粗气，没好气地说：“别提了，遇到了一条蛇，妈呀，可吓死我了！我最怕蛇，看到蛇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其实，伊洛讪讪地辩解道：“也没那么可怕。”怎么不可怕？唐云河猛地提高了音量：“那可是蛇爱，划重点，那可是蛇爱。晚上睡觉的时候来个蛇缠腰，妈呀，那刺激！别说了，已经瑟瑟发抖。身为5级异能者的我，也最怕蛇，蛇最难杀。谁不怕蛇呀？虫族的5级千蛇虫堪比7级黑甲虫。身为兽人大陆土生土长的雌性，伊洛体会不了唐云河怕蛇的心情，但见他如此怕蛇，心里倒很开心，少一个竞争对手，对他而言是好事。伊洛因此挽上唐云河的胳膊：“那我陪你回去吧，遇到蛇我帮你赶跑。”啊，快走，再不快点他就走了。伊洛拽着唐云河往前跑去，路过金蟒兽人待过的地方，他还能闻到淡淡的一丝蟒蛇气息。可惜他没能看金蟒，只看到凯特。想也知道金蟒是被谁赶跑的。伊洛冷着脸问道：“凯特，你不去帮族长做事，留在部落里做什么？”凯特回道：“今天轮到我保护部落。”伊洛撇了撇嘴：“你该不会又躲哪个部角落里睡懒觉了吧？听说有金蟒闯进来，你怎么没提前发现？这可不怪我。”凯特双手一摊：“要怪就怪金白，那家伙太狡猾，他变成一条小蛇溜进来，我哪看得住他？原来他叫金白。”唐云河总算知道了那条金蟒的名字。直播间观众已经亲切地喊起了昵称：“小金真厉害，还会变小呢，人家那不叫狡猾，叫聪明机智。小白白果然人如其名，皮肤真白，想知道他怎么保养的？白白当然是天生丽质。”唐云河忍不住说：“你们这也太以貌取人了，不能因为他长得好看就忘了他是一条蛇吧？蛇怎么了？美人蛇下死，做鬼也风流。我想娶白白，哪怕被吞吃入腹，他不只是蛇，还是一条美人蛇呢。真正的勇士敢于睡真正的蟒蛇，你们真牛，最好别是演的。”唐云河并没有跟展哥说起金白的事，等展哥送回藤条的时候，他让展哥把藤条送到窑炉边去。“各位，今天我教大家编织篮子和背篓。篮子可以装果子装蔬菜，背篓可以背柴禾背食物，这2样工具在生活之中都很有用。每个人都拿一根藤条，把藤条上的叶子去掉。”部落里的雌性一个个都很听话，唐云河让做什么他们都乖乖地跟着做，没有人提出反对，这让唐云河心里很是受用，教起来越发上心。展哥采来的藤条是那种又细又直、柔韧性也好的红色藤枝，这种藤条不需要特殊处理，就可以直接拿来编织篮子。1个多小时后，人群之中发出一道惊喜的声音：“我做好了，这篮子真漂亮。”秋挎着他做好的篮子跑到前面，围着唐云河嘚瑟大打着转：“唐，你看我的篮子好看吗？”略微普通的脸上染上激动的红晕，让秋看起来都活泼生动了几分。唐云河夸道：“秋，你好厉害，第一次做篮子就做得那么好。”秋笑弯了眼，周围的雌性围上去，纷纷借过在秋的篮子打量：“真好看，秋真厉害，秋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我实在不会做。”不是所有人手工都好，有一人恳求，立刻有好几人相继恳求道。秋没有拒绝，一口答应了下来。唐云河见此，默默吞下了想要教他们做背兜的话。算了，明天再教也是一样。如此，唐云河又在部落里等了1天，才跟展哥去了森林寻找食物。展哥背着新背兜，唐云河挎着篮子，漫步在林间，采木耳、采蘑菇，寻调味料。突然，小地图上疯狂闪现着一个大红点：“宿主，宿主，前方有土豆，前方有土豆。”土豆啊！唐云河脑子里瞬间冒出了一连串菜单。土豆可是好东西，不但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各种菜肴，关键是不管怎么做都好吃。唐云河按压下心中的激动，引着展哥一步步朝土豆所在地靠近，然后故作惊喜地指着不远处一片绿油油的豆苗喊道：“快看啊，展哥，那里有土豆！”展哥刚看过去，唐云河已经跑到土豆边缘挖掘土豆。土豆丝、土豆饼、红烧土豆块、狼牙土豆、土豆泥、土豆，全是土豆！太好了，终于找到土豆了！唐云河一边用绿刀快速刨土豆，一边念念有词。展哥蹲在唐云河身边，抬手挽起他鬓边散落下来的发丝，慢点挖，别累着。还有我呢，我见着土豆激动嘛。唐云河不知不觉放慢了挖土豆的速度，到最后他见展哥速度快，干脆收了绿刀，在一边捡土豆。就在2人挖着土豆的时候，傅瑶联合蓝月熙共同出席了一场发布会，井号 4S 级生物机甲发布会井号。生物机甲各方面的性能都远高于机械机甲，自从生物机甲出现之后，
其已经逐渐取代机械机甲的地位。3S 级生物机甲可以独立在太空进行空间跳跃，并且自发吸收太空之中的能量进行合成转化，成为机甲可用的能量。一般 3S 生物机甲可以吸收100多种宇宙物质进行能量转化，这样一来 3S 机甲完全可以靠自身飞越星系。4S 生物机甲在 3S 生物机甲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速度提升1倍，且可吸收转化能量的效率变大。新型 4S 生物机甲理论上可以打破位面封锁，前往其他位面。傅瑶说这话时，犀利的目光穿过虚空，神色在一瞬间变得坚定起来，似乎是在说着什么誓言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位面，我们大帝国军队无往不至。傅瑶铿锵有力的声音落入下方人群之中，人群瞬间变得热血沸腾。大帝国军队无往不至，大帝国军队无往不至，大帝国军队无往不至。司言听着周围一声高过一声的呐喊，默默离开会场，来到后台堵住傅瑶的去路。傅瑶，我想单独跟你聊聊。傅瑶看了蓝月熙一眼，蓝月熙挽住傅瑶的胳膊，倨傲地看着司言，冷笑道：对不起，司少将，我的老师还在等着见傅瑶，他没空去跟你闲聊，想跟他闲聊，改天你预约好了再说。司言蹙眉看向傅瑶，问道：你怎么说？希儿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傅瑶面无表情地拉着蓝月熙。司言冷笑一声，转身去寻了亚瑟元帅。亚瑟元帅没等司言，率先开口说：我知道你的来意，你是想说 4S 的缺陷对不对？没错。司言双手按在桌面上，压低声音道：3S 机甲存在的缺陷还没有解决，那 4S 机甲隐藏的缺陷只会更大。目前 4S 机甲只有1台，而且试驾者指定为傅瑶，我担心傅瑶为了所谓附加荣誉，不顾缺陷驾驶 4S 生物机甲。你知道的， 4S 生物机甲一旦出现致命破损，会要人命，所以我恳请元帅下令收回 4S 机甲的使用权限，让军部内所有机甲大师合力解决掉其中的缺陷，在是非调试之后交给傅瑶。亚瑟往屁上一靠，语气无奈的道：帝国法有规定，军部不可随意剥夺军人伴侣的财产， 4S 生物机甲记在傅瑶配偶蓝月熙名下，我没权收回。等等，司言惊讶道：傅瑶跟蓝月熙结婚了？是隐婚。亚瑟元帅强调道：还是签了最高保密协议的隐婚，你可别说出去，傅瑶最近正在争取唐云河的谅解，让他说出星球坐标。司言嗤笑一声，蓦然起身，不屑的道：傅瑶还真是虚伪，娶一个掉一个，他这样早晚有一天一个都守不住。早知道他是那种人，我管他去死。亚瑟眉头一皱，警告道：你可别乱来，不要破坏傅瑶的计划，如果你泄露了傅瑶隐婚的秘密，我也保不住你。司言撇撇嘴道：你放心，我没那么嘴碎。其实司言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勾唇一笑，露出一抹看好戏的笑来。傅瑶一点都不了解唐云河，那一位看着性子柔软，可一旦决定的事，死也不会回头。我敢打赌，唐云河绝对不会告诉傅瑶他的星球坐标，不，唐云河绝对不会回他任何消息。亚瑟元帅迟疑道：不至于吧？那唐云河好歹跟傅瑶结婚3年，再生气也不至于那么绝情吧？那就走着瞧了。司言耸了耸肩，转身朝外走去。亚瑟元帅想了想，找来副官吩咐了一些事情。另一边，有了土豆之后，唐云河成功做出了2道菜谱评级都在 80% 的菜肴，一道酸辣土豆丝，一道土豆丝饼。这2道菜简单易学，配料也少，观众学起来并不困难。不过短短3天，学会人数双双突破1万。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主线任务，恭喜宿主完支线任务一建造小厨房，奖励金币1万。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制作出清炒红薯藤，并获得超过1000万人的喜爱，且学会此道菜的人数超过1万人，宿主超额完成，获得1万金币。其余4道菜不论点赞高低，或学会的人数，获得的金币都是1万。1万金币是支线任务的最高奖励。唐云河拿了5个满分，正开心时，系统声音又传了过来：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系统升1级，成为2级系统，请宿主自行查看2级系统功能。恭喜宿主获得主线任务奖励灵火一朵，化灵幻生术。化灵幻生术是什么？唐云河的目光被化灵幻生术给牢牢吸引住。突然，唐云河的脑海之中多了一道信息，他迅速浏览完信息之中的内容，精神力快速扫向异能源。异能源之中，他原来的异能之火旁边多了一蓝色的火焰，以及一棵小豆苗。那一颗只有2瓣叶子的豆苗，看着孱弱不起眼，实际上它的能力堪称逆天。它就是化灵幻生术的元灵。所谓化灵，是指可以把一棵普通的植物变成灵植，灵植的功效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可以提升异能。幻生则是可以把想象之中的植物幻化出来，凭空虚造。就比如说，他想要一株黄豆，他可以通过幻化把黄豆凭空造出来。这2种能力堪称逆天。唐云河不准备告诉任何人，包括展哥。不是不信任展哥，只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唐云从豆苗上收回精神力，看了一眼灵火，又迫不及待地查看起升级之后的系统。升级之后的系统多了一个空间，那空间只有10个平方左右，相当于一个房间大小，储物格里的东西都堆放在房间的角落里。
空间只能放物，不能进人。商店内的东西没有增加，还是那么几样，价格也没变。细看之后，唐云和才明白，原来想要商店升级，必须花费1万金币进行升级。唐云和看向自己的余额60825，暂时打消了升级的念头，先花1万金币买了一本初级体术，然后咬咬牙买了初级精神力修炼法和初级火系异能修炼法。初级精神力修炼法2万金币一本，初级火系异能修炼法3万金币一本。买完3本书之后，他的金币见底了。唐云和捂着胸口，万分心痛地说：“系统，赶紧发布第3个主线任务吧，他要回血。”丁，主线任务3，请宿主在兽人大陆开辟10亩地，种植10种作物，并以所种作物制作出10道菜肴，奖励是宿主完成情况发放。丁，鉴于主线任务3所需时间较长，故开启支线任务，每完成一个支线任务，可以获得1项奖励。丁，检测到宿主已经种植0.5亩红薯，请宿主将红薯种植面积扩大到1亩，完成第1个支线任务。想要扩大红薯苗的种植范围很容易，但想要得到任务满级评价很困难。唐云和想了想，决定重新选择地方种植红薯。第二天一早，唐云和早起来，准备去外面寻找合适的种植地时，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雨。怎么就下雨了呢？唐云和站在门口望向外面，大雨瓢泼，迷糊了视线，他只能看到一片雨幕，看不到更远的方向。下雨挺好的呀。展哥不知何时走了过来，往他身上披了一件兽皮衣服。唐云和仰头看展哥，只看到一个性感的下巴。展哥说，等雨停了，山上会长出很多可以提升能力的果子，到时候我带你去采果子。还有交换会，雨停了之后，我们部落会举办一场交换会，交换会上会有其他部落带来的食物和一些兽皮衣服，还有一些可以提升能力的果实，咱们用不上的能量果实，跟他们交换适合我们的能力果实。唐云和闻言，伸手接了一些雨水，运转昨晚刚学会的火系异能修炼法，他隐隐约约感觉在到雨水之中有一丝丝能量，可他怎么也吸收不了。展哥见此，笑道：“雨水之中的能量，你是吸收不了的，你只能吸收山上的果实之中的能量。”这样啊。唐云和手掌一翻，掌心的水珠倾落而下。唐云和猜到，水里的能量很可能是集齐了所有元素的力量，比如常见的金木水火土之力是全属性，这些元素能量相生相克，相互抵消，看似全都存在，又似不存在。能力者还不能将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这种水被能量大树吸收之后，会在树中进行转化分解，将各种元素分离开来，形成不同的元素能量果实。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采到不同元素的能量果。如果是这样，那它的灵肥是不是也能培养出能量果来？灵肥之中也带各种能量元素。唐云和低头沉思的时候，没注意到展哥看他的眼神越来越炙热崇拜，等被搂进怀里，还有点没反应过来。展哥，唐云和疑惑的小声喊了一句。展哥搂得更紧了一些，粗重的呼吸打在唐云和耳畔，一声一声沉稳又有力的心跳声传入唐云和的耳中，让他的心也跟着为之颤栗。唐云和耳边突然传来一道沉闷之中带着一丝克制的声音：“真想把你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瞧见。”唐云和心头一跳，倍感危险。展哥那家伙该不会是想搞金屋藏娇那一套吧？下一秒，展哥又放开了唐云和。唐，展哥的眼里透着真诚又拙劣的光芒。他说：“但我希望你能自己保护自己。”所以，展哥摸了摸唐云和的脑袋，笑着说：“等我去给你拿第3颗药。”话落，展哥直接化为白虎冲入雨幕。唐云和望着展哥的背影，唇角微微一勾，眼底闪过一丝晦暗，不禁想到了才到兽人大陆的情况。那时候的他面对巨蟒，完全没有一丝抵抗能力，只能不断的跑，哪怕明知道逃不过去，也只能跑。除了跑，他没有一点还手之力，那种把生命交托于虚无缥缈运气的感觉，真的很糟糕。唐云和正沉浸在自己思绪之中时，展哥已经去而复返。唐，展哥欢欢喜喜地喊了一声，化为人形，站在唐云和面前，脸上的笑容耀眼到让唐云和想忽视都忽视不了。唐云和看了一眼展哥的衣服，见他身上的衣服很干燥，没有一点湿润的痕迹，顿时放下心来。展哥把第3颗药递给唐云和说：“这是巫医爷爷做的第3颗药，吃完这一颗，你身体内的限制会完全解除，等我们采到能量果，你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以后你再单独遇到金蟒族那些不要脸的兽人，完全不用怕他们，直接打不过就跑来找我帮你揍他们。”唐云和听着不由想到了金蟒族兽人的能力，听说他们的兽形可大可小，大的比水桶还粗壮，小的比筷子还细，大一点的还好说，小蛇真的是防不胜防。唐云和从展哥手里拿过药丸，直接喂进嘴里，吞咽入腹，腹部灼热的气流缓缓透过四肢，异能员外盘桓的黑色丝线在一点点消退。唐云和底气十足的握拳：“等我实力变强了，遇到一次金蟒，烧他们一次。”干得漂亮！展哥欣慰地摸了摸唐云和的肩膀。唐云和打了一个呵欠，对展哥道：“我先回去睡一觉，这药力有点猛，我好想睡。”说话间，
唐云和已经感觉到脑袋发晕，迷迷糊糊间摸索到床边，躺了上去，衣服、兽皮、鞋子都没来得及脱，还是展哥跟进来帮他脱掉鞋子和兽皮衣服，化为圆形守在床边，守了他3天。这3天，直播间一直没有关闭。唐云和睡着后的情况，直播间观众看的是一清二楚。老虎金居真的只是单纯的守着唐云和爱，没有一点点邪念。老虎金真体贴，一直守着唐。谢谢展哥组长一直守护我们的小禾苗，展哥组长真帅啊，谁懂啊？家人们，那么大一只毛茸茸躺在面前，可惜摸不到，好想定制一只展哥同款仿真兽。唐云和看着弹幕上观众对展哥的称呼从老虎精变成展哥组长，心里很是开心。他醒来的时候，展哥并没有在房内，还以为不过是睡了一会儿，看弹幕才知道居然已经过去了3天。唐云和连忙看向他的异能猿，